我在里面待了7年，因为表现良好获得了减刑。出来的那天领到手机，我接到了几个陌生电话，都是以前合作过的一些老板打来的，他们极力想挽留我跟着他们干，有的工资开到了10万一个月，还有20万一个月给配车。这些电话大都从2个地方打来，北京的潘家园，天津的沈阳道。当时考虑了下，还是都拒绝了。我当初入这行本就是错误，纵然一夜暴富，可我也付出了代价。7年光阴，我从当初的白净小伙变成了如今30多岁的肚腩大叔。当初认识的女孩，现在孩子都会打酱油了。我无亲无故孑然一身，最后选择去了大理。我在洱海边上买了个小门面，开了个小超市，每天没生意的时候就去海边走走，吹吹海风，日子过得倒也清闲。前段时间不是发现了古蜀文明吗？还出土了轰动全国的黄金面具。其实啊，我的暴富路子和这些东西有些关系，离不开2个词：古董、盗墓。我18岁那年，奶奶因为在院里扫雪发生了意外，不小心摔断了腿，医疗费、手术费加起来要3000多。我们家的情况，当时连600块都拿不出来。我印象很深，奶奶当时躺在炕上，盖着厚厚的被子，晚上还会哭。大姑在雪乡漠河开了好几家农家乐，她生意做得不错，我就跑去大姑家借钱给奶奶买药。虽然表面上没说啥，但有一次我在背地里偷偷听到了，大姑父说我是个扫把星，还说我们家是破落户，还让大姑姑少和我们来往。那年冬天的晚上，我一个人在石头上坐了3个小时，虽说穿的厚实，但在漠河零下30多度的气温下也没啥用。年少轻狂，亲戚家的话将一位少年的自尊心狠狠地砸了个稀巴烂。攥紧借来的钱，我心里发誓，我向云峰一定要出人头地。后来我辍学了，严格说来，我连个初中文凭都没有。3000块钱，除了奶奶手术买药用的，还剩下753块。这笔钱我偷偷留下来了。我用这700多块钱，不光收铜钱，还跑去邻村别人家收瓷器、收银元，天天看书看鉴宝栏目。我渐渐有了一些基本眼力。我用100块的价格收了一对清末的洋蓝鸡毛大胆瓶，用不到200块收了几件民国粉彩仕女图小盐罐，用180收了3只清中期民窑青花碗。可惜这3碗都有鸡爪纹，没保存好，都有冲洗。买完这些东西，总共花了500多，我自己还剩下240块。当时的平均月工资也就300出头。奶奶很不理解我的做法，说我不务正业，还说她白养我了。大姑也知道了这件事，村里人大都在背地里对我指指点点。受着白眼，背负屈辱和不理解，在腊月17那天早上，我带着我收的东西离开了漠河。当时我脑子里认为北京人最有钱，我收的古董当然要卖给北京人，何况我对潘家园那个传说之地早已心生向往，从没出过远门。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，而且是孤身一人。买完车票，我身上就剩下不到100块。要是东西卖不出去，我连返程的车票都买不起，更别说吃饭。火车上的饭很贵，我不敢花钱，就用带的杯子一直接热水喝。实在饿得不行了，我就去买了一袋2块5的麻花。农村娃第一次到北京，看啥都觉得新鲜。当时我岁数不大，但我不怕生人，敢和人交谈。我就问别人要怎么去潘家园古玩市场，售票姑娘很热心，她让我坐地铁，还告诉了我怎么换乘。还好我记性不差，没走多少冤枉路。我终于看到了北门外立着的金字横碑，潘家园旧货市场。终于到了，见棚子里有个空摊，于是我就准备拿出来东西摆摊。哎，你干啥？摆摊啊！摆摊？这是你的摊吗？你就摆。走，小屁孩赶快滚！我要摆摊，这是你的摊吗？我给你钱，你要多少钱？100块，给100块你就摆吧。什么？要100块？怎么这么贵？就这价，不摆就赶紧走，别挡我做生意。而当时我兜里现在总共剩下不到100，一咬牙，经过讨价还价，给了他90。这下现在我全身只剩3块钱了。光头男收了钱，一直在笑。不曾想，我刚铺开摊子，东西才刚摆了一半，古玩市场的大喇叭开始响了。各位旅客商户，潘家园旧货市场已经到了闭市时间，请各位旅客带好随身物品，有序离开市场，祝您购物愉快，生意兴隆。你把钱退我！现在市场要关门了，我还没开始摆呢。怎么没摆？你不都撑上了，这就算摆了？想着钱，门都没有。我眼睛一红急眼，
当时抓着他胳膊不松手，嚷嚷着要他把钱还我。可是小兔崽子，给我滚一边去！他狠狠地朝我肚子上踹了一脚。我当时才多大，哪里打得过这光头，顿时疼得都直不起腰来。身边人越来越少，大家都收好弹装三轮车拉走了，踹我的光头男也走了。寒冬腊月，北京虽然比不上漠河，但晚上也很冷。市场保安见我收摊慢，还不停地催我，要是晚点了会罚我款。天短夜长，等我拖着箱子走出市场，天已经黑了。我又冷又饿，身上只剩3块钱，在路边凳子上坐了半个小时，外面冷得厉害，我实在受不了，就拉着箱子躲进了一间 ATM 自助银行。不时有人进来取钱，他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。地上很凉，我难受的睡不着，就戴上棉服的帽子，靠在墙角蜷缩着。过了2-3个小时，迷迷糊糊的有人拍了拍我，我抬眼一看，原来是一位50多岁的大妈，这大妈手里还牵着一条小白狗，估计是劲松附近小区的居民。小伙子，这么冷的天，你咋睡这儿呢？见我不说话，大妈摇了摇头，将塑料袋放在了装灭火器的红铁皮箱上。我刚买了2个烧饼，还热乎着呢，你要不嫌弃就吃了吧，给你放这了呀。大妈留下东西就走了，我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最终还是去拿了塑料袋。烧饼是带芝麻的干烧饼，又脆又香。吃着吃着，我哭了。难道就这么放弃？回去别人不是更看不起我们家？不会的，向云峰，你一定能成为有钱人的。早上8点，我再次来到潘家园，因为没有钱交摊位费，我只能拉着箱子不停转圈，看有人在看瓷器，我就会凑上去问，大哥，要不要看看我的瓷器？都是老的，价格合适就能卖。这时市场里的大喇叭又响了，各位游客，请小心不法商贩尾随，请看管好自己的财物，以免上当受骗。大喇叭这么一放，这人看我的眼神就变了，连忙跑走了，一连问了好几个人，可依旧还是这样的结局。可天无绝人之路，就在我万念俱灰时碰到了一个老头。他说，小伙子，这潘家园6日人多得很，摊位很贵，你可以去报国寺试试啊。我听人说那边的摊位不要钱。听到这个好消息，我顿时大喜，又拉着箱子赶去广安门报国寺。报国寺不要钱的摊位，就是我最后的机会。意料之外，我摊子刚铺开，还没10分钟，我小摊前就围了一大堆人。老板，这送钱和清钱怎么卖的？老板，你那粉彩小盐罐拿给我看看行吗？老板，那对洋蓝的胆瓶多少钱？你直接说个最低价，合适我就要了。一对洋蓝胆瓶最少800。行，包上吧。要了，怎么给你钱？慢着，先别慌，这对瓶子我出830。马老三，你这么做不合规矩吧？哼，规矩？你不是还没付钱吗？人小老板愿意卖谁就卖谁。你跟我说规矩？宋老板，现在老东西越来越少了，何况这种架撞瓶不用愁销路，随便配个盒子搁你店里能卖多少？宋老板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靠，马老六，你管老子卖多少？老子卖多少关你毛事？瞧，这2人快要打起来了，我忙劝架，别吵架，这不还有别的东西吗？你们看看，这个粉彩小盐罐就不错，虽然没盖了，但画工好。宋老板看着我手中的盐罐，大声问我，小兄弟，刚才你说800卖我的，你现在想卖给谁？怎么在潘家园没人要的东西，到这都抢起来了？大哥，这对瓶子先前说的是800，那就800卖你了，我不能食言。男人大笑着，然后缓缓起身，看着马老六，一脸得意。他大致扫了一眼我摊位上的其他东西。行，小兄弟挺痛快，那我也给你来个痛快的，你这堆东西我全部要了，一枪走。瓷器、铜钱加箱子，大杜老板给了我4700现金，这相当于当年普通人打工1年的存款了。大老板直接包摊一枪打，连拉杆箱都给我买走了。2手空空的出了报国寺，我摸着衣服里厚厚的一叠100元大钞，脸都快要笑烂了。晚上到西站，我被一位中年女人忽悠了，去住了小旅馆，价格是1晚60块。住进去后，老板娘偷偷摸摸的说，小伙，要不要给你找个小妹？不用，我不要小妹。我连忙摆手，老板娘软磨硬泡，最后被逼得没办法了。我多给了她20块钱，让她别再来烦我了。当初旅店老板娘直勾勾的看着我那一叠红钞票。当晚我很困，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，怕不安全，我还特意将装钱的塑料袋压在了枕头下。不曾想到，等我睡醒后，钱没了，我千辛万苦挣的4000多块没了。我吓坏了，忙去找老板娘，我让她去调监控，我说我的钱丢了，我要报警。结果可想而知，钱1分都没找回来。警察简单的做了笔录，隐晦的告诉我钱找回来的希望。
如果当初钱没丢，我可能现在是个古董店小老板，可能娶妻生子了，我的人生轨迹可能会完全改变，圈子里就不会有我这个人，道上更不会有沈眼峰这个外号。两手空空，万念俱灰，我不敢回漠河，不敢回家。我知道我回去后肯定会被笑话，被同龄人笑话，被大姑父家看不起，我嫌丢人。站在西站外的过街天桥上，我想就这么死了算了。少年心智不成熟，万一有了我这种想法是很可怕的。我那时准备跳天桥，就这么跳下去没摔死，估计也会被来往的货车给压死，腿都伸出去了。就这时背后有人拍了我一下，这个人就是带我入行的师傅，他干的发财路子就是盗墓。小伙子，这么年轻，有啥想不开的？如果老夫猜的没错，你应该是钱丢了吧？而当时我也是不知所措，从跟着他下天桥那一刻，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卷进了盗墓这个行业，伴随了我的一生。我站在西站外的过街天桥上，正迈出天桥护栏想要跳下去的时候，突然后面有人拍了我一下，这个人就是带我进入盗墓行业的师傅。小伙子，这么年轻，有啥想不开的？你不是昨日在潘家园给我指路的那个老头吗？记性不差吗？还记得我？小伙，从你昨天来潘家园卖东西，我就注意到你了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是不是钱被偷了？而当时我也是一脸震惊的看着他，我没多想，红着眼睛点点头。我说我的卖货钱被偷了，不想活了。可他却轻描淡写的告诉了我一句话：才4000多块钱就要选择轻生，你跟着我干，我保证你在1个星期内把丢的那些钱给找回来。我觉得不可思议，还以为这人是人贩子，想让我卖肾去，当时就没理他，就故作镇定的想要离开。结果他却塞给了我一张纸条，这是我们现居住的地址，小伙子，要想混出名堂，风风光光的开大奔回家，那就过来找我。要是你为了那点鸡毛钱还想死，那就不用来了，证明我看错人了。这天晚上我便随着老头来到了他们居住的旅店，后来又陆陆续续来了2个人，坐在旁边的是我的师傅，名叫王显生。那3个男的是亲兄弟，都姓孙，按年龄大小来排就是孙老大、孙老二、孙老三，而女的名叫程红，30多岁，眼下有颗黑痣，心里有个外号，就叫一颗痣。把头，这小家伙也太小了吧，他能干活？确实是小了点，但人还是挺帅的，不过就是不知道小不小。我说陈红，注意你的分寸，人家才多大，别把主意打到他身上。紧接着陈红用余光瞥了我一眼，眼神露出一股贪婪之色。这小子眼力不凡，是干这一行的好材料。后来我才听把头说了，这女子身手也算不错，不过就是性子差了点。35岁，她的目标是在40岁之前找够100个男朋友。当时我就没信把头的，洗了个澡睡觉，因为是冬天，即便是盖上被子也感觉有点冷。后来一颗吃进了我房间，不知道在我被子里筛了什么东西，我突然就感觉不冷。不得不说，有这么好的师兄师姐们，我又感觉自己是无比的幸运。结果第2天早上，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救命啊！傻小子，想什么呢？才一次就被吓到了。你不在的时候，一颗痣还天天往我们房间里跑呢。有这样的事，那往后我不就成了他的目标对象了？小峰，你也别把一颗痣想得这么不堪，他以前可不是这样的，只是后来因为一些事，所以才跟变了个人似的。二哥，再怎么变也不可能变成这样吧？难道红姐是失恋了？你想太多了，有很多事是用科学无法解释的，就好比人心，任何情况下，除非他自己想说，不然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他心里想什么。当时我就被孙老三这句话给整懵了，这谈着谈着怎么就跟科学扯上关系了呢？后来在下走的时候，我才听把头说了，一颗痣在一次行动中被困在墓里30多天，因为墓中没有任何食物，所以他为了活命，竟然把主墓室里面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吃了，想想都觉得可怕。而自那以后，陈红每天晚上都会说胡话，甚至还会梦游，时不时的会往别人的房间跑，估计是在里面的时候被吓坏了，不然怎么可能会变成这样？把头带他去了很多医疗机构，但最终都没有任何办法治疗他的病，久而久之，也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所以小峰啊，有时候风险和利润也是成正比的，要想出人头地，危险肯定是少不了。干我们这一行的都是苦命人，这也就正是我在天桥拦下你的原因。行了，把头，墓道已经挖好了，趁天还没亮，赶紧下去找东西吧。那行，孙老二、孙老三，你们带着小峰下墓，我和孙老大在这给你们把风，给你们打掩护。墓道里还有些积水，能淹住人小腿肚。孙家2兄弟都站在水里，而一颗痣则是一脸镇定地站在墓道里，朝我大声嚷嚷着：“跳啊，云峰，没多高的，等下我们拖你上去。”当即
我心里默念了一声老天保佑就跳了下去，结果没落稳摔了个狗吃屎，喝了一大口墓道里的积水，一颗嗤笑着将我扶了起来。云峰，你以后得好好练一练，你看你这细胳膊细腿的，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你红姐，先跟上孙哥他们吧，不然一会要掉队了。这条墓道是十字形状，我们现在的位置在中间，前面左右有拐弯，连接着东西耳室，直着往前走就是主墓室。而就在这时，我们的前方水面上飘过来一个红色的东西，竟然是一张现代人用的粉红色毛巾，而且毛巾上还印着品牌商标。见到这毛巾，孙家兄弟脸色十分难看。可恶，这西周墓被人摸过了，肯定是南边那伙人搞的。我们费了这么大劲，这是捡破鞋来了。孙老三也摇头叹气，随后他按了下对讲机说：把头，下面出新情况了，这坑已经被人摸过了，现在怎么办？咱们要不要直接走人？先不要慌，你们先去主墓室，如果主墓室的门打不开，就去东西耳室看一看。这时候孙老二走到孙老三面前，说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消息，那就是他们只发现东西耳室，并没有发现主墓室。这样吧，你们先去东西耳室看一看，有没有什么宝贝，如果没有，那就直接上来了。孙老二松开对讲机，直接带着我和孙老三一颗吃绕过石墙，来到了西耳室。第一眼，我看见了成堆的青铜器，大批量的青铜器胡乱的堆在西耳室地上。这些青铜器有破烂的，有完整的，有小型的圆鼎、方鼎、青铜盒、青铜豆、青铜爵，粗看一眼都有几十件。发了，这下咱们发大了。把头，西耳室里有好几十件青铜器，黑漆古水银锈，正儿八经的西周水坑货。王把头是见过大风浪的，他通过对讲机平静地说：分批转运，全给我拿出来。得嘞，南边的这帮老鼠们是改吃素了，竟然会给我们留这么多肉，真是要感谢他们。红姐，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啊，为什么这墓之前有人来过，那他们为什么不带走这些东西？这说不通啊。云峰，我发现你这人胆子太小了，你想那么多干嘛？老二老三都在忙呢，赶紧搬东西吧，不然一会就要天亮了。我也掏出来蛇皮布袋蹲下来，往里面塞青铜器，那些圆鼎方鼎分量成我拿的费力。三哥照顾我，他让我减小的装，我就装那些青铜豆和小号的青铜爵。我左右扭了扭头，这时余光刚好看见了耳室里的一个角落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么大！三哥你快看，这有一个大水缸！卧槽，云峰，你小子嚷嚷啥？吓我一大跳！二哥，墙角有个大缸，很大。那是粗陶器，哪有青铜器值钱？体积太大，没法运下山，卖个1800的还不够功夫钱。我们不要那玩意儿。随后的1个多小时，我们加班加点，一共运出去了满满8大袋子青铜器。这时候天已经快亮了，我们正要离开的时候，我往大水缸面前走了过去，结果一颗吃拍了我一下。你干什么呢？还不赶紧上去！红姐，我总感觉这大缸子好像有点不对劲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之前我们没找到主墓室，那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主墓室会在这大缸子的底下？有这个可能，那要不咱俩去挪一下？我和一颗吃带着一颗好奇的心走过去挪了一下大缸子，可奇怪的是，不管我们用什么办法，大水缸却没有任何被移动的迹象。正当我二人准备要上缸顶查看里面的情况时，二哥过来了。你俩在那瞎弄什么呢？赶紧上去了，明天咱们还要下来呢。对了，云峰，等会你将这一袋子的白膏你拿去护城河倒掉。不是二哥，这土不直接到这儿不就完事了吗？为什么非要冒着风险拿去外面呢？要是被人发现，会让人起疑心的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这是行里的规矩，凡是新人必须将墓里的第一袋土带出去。而来到护城河的时候，瞧左右无人，我快速的解开背包，就准备往河里倒土。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清厉的呼喝声，吓得我差点就栽进河里。等等，站住！你是干什么的？心惊胆战的转身，我看见一个女孩正掐腰指着我。这女孩身穿校服，短头发，脸上红扑扑的，胳膊上戴着红布章，红布上写着“河道保洁”4个字。就说你呢，看什么看？你刚才想往河里丢什么？是不是准备丢垃圾？没什么，我没丢垃圾。不说，我都看见了。你包里是什么？让我看看。瞧他过来，我魂都吓飞了。当时也是脑子发热，我提着书包就开始跑，他紧跟着我不放，我俩就开始沿着护城河跑。跑着跑着，我脚一滑，直接掉到了护城河里。救命啊！这小子不会游泳还往河里跑，不要命了是不是？唉，先把他带上来再说吧。20世纪初，我为了出人头地，加入了一个北派盗墓团伙。但行里有个规矩，那就是新人必须将自己在墓里挖的第一袋青白土拿去外面倒掉。当天我就来到护城河边，正准备将土倒进河里时，却被一位身穿校服的姑娘给看见。当时吓了我一个激灵，拿起装有青白土的背包，正准备逃跑时，却不小心掉进了河里。好在下水的那一刻刚好把土成功倒了下去，但我浮上水面时却忘记了一件事，那就是救命啊！哼，真是个笨蛋。后来是这个女孩救了我，
女孩名叫李静，顺德本地人。当时她是顺德3中的高2学生。那天她是替她妈工作，她妈是负责护城河水面垃圾治理的。被救上来后，我心里却暗暗松了一口气，因为我的一包青白土散掉了，没被人抓到。你跑什么跑？一点水也不会，你不要命了？你包里装的是什么？我只是一时狡猾，不小心掉到了河里。我包里装的是书本，没了就没了，再买就是了。他将信将疑的上下打量着我，显然不怎么相信我的说辞，随后拽着我的衣服就往前走。你这是干嘛？都说了是书本，你还想带我去哪里？我觉得你小子有鬼，这2天附近老有人电鱼，你得和我去见我妈。我妈说你能走了才行。期间我几次想跑，最后还是没敢跑。我知道，要是我一跑，以这女孩的较真性格，没准会连累到我们整个团伍。只是路过天桥的时候，哇，小李静就是比你妈能干，这是又逮到一个偷倒垃圾的，孺子可教也。李半仙啊，可不是吗？这小子见了我就跑，都掉河里了。我怀疑这小子是电鱼的呀。电鱼啊，小伙子这就不好了。电鱼的人运势受损，是要受报应的呀。李老六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叫你一声李半仙而已，你真当自己是半仙啊？笑死我了！你上次给李婶算的卦，你说李婶家里养的猪1月内必能怀上小猪，结果李婶家的猪第3天就拉稀拉死了，小猪呢？那是那头猪时运不济，不怪我算的不准。你要是不信，要不我再给你算一卦。你可拉倒吧你，我才不给你算。你要想算，就给这小子算吧，帮我算算他是不是电鱼的。当时不知怎么的，反正就稀里糊涂的让他给我算了命，3枚铜钱就从乌龟壳里掉了下来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乌龟壳撒下的3枚铜钱都是背面，而且其中2枚叠在了一起，另外1枚孤零零的躺在一边。他看着3枚铜钱有些发愣，李半仙当时脸上的嬉皮笑脸顿时就没了。李老六，说吧，算出什么来了？这小子是不是电鱼的？当时李老六他看着我，意味深长的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：水深池子浅，池浅王八多，你就是池子里最值钱的那只王八，不过却也逃不过最后的命运，被人宰了，做成了一碗甲鱼汤。不得不说李半仙的话最后还真的应验了，如今再回想他的那些话，可谓是字字珠玑。如果我现在还能见到他，我愿花100万重金请这位先生再为我算一卦，算我向云峰还能不能成家，算我以后该何去何从，算我以后该何去何从。小静，这是谁呀？你同学吗？不是啊妈，我刚才在护城河边上逮到的这小子，这小子鬼鬼祟祟的，一看就不是好人，我怀疑他在电鱼。我忙解释说这都是误会，我根本就不是什么电鱼的。李静妈慈祥的看着我，摇头笑道：我看小同学你也不像是电鱼的。小静啊，你这次是搞错了，你这妮子还把人抓来了，快给人道个歉。后来我才明白李静为什么要抓电鱼的，因为顺德林业局有悬赏，当时长江水生态破坏严重，中华鲟和长江白鳍豚濒临灭绝，上面下了大决心要保护内河水环境，谁要是抓到一个电鱼炸鱼的，都可以去林业局领赏钱，抓到一个人中奖500块。所以女孩李静才揪着我不放，她把我当成电鱼的，是想要把我送到林业局去换赏钱，因为她家缺钱。小同学，吃吧，这是阿姨给你煮的鸡蛋，就当是向小静给你赔礼道歉了。我扒拉着碗闷头吃饭，李静冷眼看着我，她时不时用筷子使劲地敲一下瓷碗，故意搞出来很大动静，惹得李母频频皱眉。小静怎么这么不懂规矩？这小同学哪里惹到你了？没惹我，但我就是看这小子不顺眼。听到这话，我瞬间气不打一处来。我虽然没有爹娘出生卑微，家里也是破落户没人管，但有一点，我这人自尊心很强，当时就放下了碗筷，起身向李母告辞。结果才刚走到门口，我就被一大伙人顶了回来，他们手里提着油漆桶，有人手里还拎着棍子，进门就朝着他们一家人大叫，把李静和他妈妈都给吓坏了。李德全呢？李德全滚出来！再不出来，我打死你老婆孩子！还有钱吃鸡蛋，有钱吃鸡蛋不还老子钱！说话间，这人提起油漆瓶，直接倒在了李静家里的饭桌上。我让你们吃吧，鸡蛋好吃是吧？金哥，只要你把这盘吃了，那我们就走。李静当时并没有照做，而且还将沾了油漆的鸡蛋一把给推开，当时把那人给惹火了，拿起手中的棍子就准备朝李静头上劈过去。当时我脑子一热，就用后背给他挡下了这一击，吓得身后的几人和李静的母亲也是一脸震惊。小子，看不出来还挺抗揍的，不过我劝你最好是别多管闲事。随后男人走到李母身前冷声说道：告诉李德全，3天之后要是再不还钱，我还会再来找你们麻烦。这帮人留下一句话，骂骂咧咧的就离开了。我流了不少血，当时躺在地上十分难受。李静小心翼翼地把我扶了起来，李母找来纱布，简单的帮我包了头。我躺在他们家床上歇了1个多小时才缓过来。阿姨，那帮人到底是干什么的？
我爸做生意失败了，欠了他们一大笔钱。做生意失败了，欠了多少钱？5万块钱。听到这个数目，我吓了一跳。这么多钱，就算不吃不喝，2、3年也还不上。在李母家躺了一会，李母本想再让我在她家休养几天，可我还是拒绝了。出了门，李静出来送我，和我并排走着，她低着头对我道歉。喂，刚才真是对不起了，把你当成电鱼的，后来又让你挨了打，我在这里真诚的向你道歉。没事，都已经过去了。你不是我们学校的吧？你在几中上学，我以后去找你玩。怎么还问这个？千万不能让他知道我是盗墓的，撒个谎吧。我在1中上高2。1中啊，那你学习应该很好。我脸一红，不敢接话。我学习成绩常年保持在倒数前3名，这倒是很稳定。但让我诧异的是，他竟然还说要找我补习。好在当时那个时代学生很少有手机的，所以也就没留电话。回到旅店，把头见我叉着腰走路，差点没把茶水喷出来。云峰，你这是咋了？你这是散土的时候掉坑里了？没事，就是跟人打了一架，没什么大碍。而我说完这话，把头对着我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顿指责。云峰，干我们这行的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，就怕被人顺藤摸瓜抓住小辫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对不起把头，我下次一定会注意的。不过你毕竟是我王显生的人，感动我的人，那我也不会让好过。一棵赤道上有人，我让他找人去帮你收拾收拾。不得不说，有了一个在顺德的家，我感觉自己无比的幸福，连忙点头说是。那天2哥和3哥带着我和一颗赤又下了墓，一颗赤见到我来了，直接就给了我一个见面礼。我说红姐，你能不能给我留点好印象？非得欺负我，2哥和3哥你怎么不去拍2下？疼死我了！瞧你那样，这不是见到你高兴才拍你的吗？孙老大和孙老二的老娘还不拍呢。行了，陈红，你就别拿小峰寻开心了。今天我们要去东尔市，你和小峰去西尔市看看咱们昨天还有没有什么遗漏的。要是没漏东西的话，再来东边帮我们。知道了，啰里吧嗦的。走吧，小峰，以后听话一点，跟着姐混，姐罩着你。红姐，别离这么近，让2哥看见了不好。怕什么？我已经跟他们说了，你是我的第45个男朋友，他们不会说什么的。发展太快了吧？我觉得咱俩还是先从朋友做起，然后回头再问问把头的意思。少给老娘来这套！你要是敢把这事儿告诉把头，以后什么事都别找我了。云峰，你在干嘛？你点了蜡烛做什么？红姐，鸡鸣不摸金，就算咱们不是摸金校尉，可为了安全，咱们不得在墓室里点一根白蜡烛吗？这时候，一颗痣当即大笑了2声，随后走到我面前掐了掐我脸，然后说道：“你呀，你是电影电视剧的看多了。古代摸金盗墓的是会在墓室里点一根白蜡烛，可那是照明用的，要不然黑灯瞎火的怎么盗墓？”我知道，但点上蜡烛，我才有一种踏实的感觉吗？陈红当时也是苦口婆心的对我说了一大堆话。他说，古墓里尸体腐烂有可能产生甲烷，搞不好一见明火就会爆炸。当时听到这句话，我也没心思再点下去，走到大缸面前，踩上他的肩膀就趴在了大缸顶部。可刚一上去，就闻到了一股很难闻的气味。怎么样？里面有没有宝贝？什么都没有。不过这大缸子地下好像有一个黑骷髅。黑骷髅？除了这个还有什么？有没有青铜器什么的？随后陈红给我递过来一把夹子，我又往里面探了探，感觉夹到了什么东西。我调整了几次角度，把这东西提了出来。摸出来后，低下头一看，竟然是一根死人的大腿骨。红姐，要不还是下去吧，里面实在是太瘆人了，我害怕。怕什么？不就是一根骨头吗？你再看看里面还有什么？没什么的，没什么的。黑窟窿里没准还有诸侯王的私印，万一我运气好给掏出来了，那就发大财了。鼓起勇气，我又伸手去缸底掏。正在我侧着身子来回乱摸的时候，我食指手指感觉被什么东西给咬了一下。怎么了，云峰？刚才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咬了一下。我看看。此时我的手莫名其妙的多出了2个小孔，鲜血也是不断的往外渗。一颗痣也是吓坏了，连忙带着我朝东耳室那边跑去。孙老二和孙老三正蹲在地上捣鼓着分辨哪些东西之前，看见我和一颗痣这急忙慌的样子，当即就问：云峰，你瞎咋呼啥？是见鬼了还是咋的？二哥，我被毒蛇咬了，我马上就要毒发身亡了。孙老三挤了挤我的伤口处，伤口顿时就流出来了鲜红的鲜血。老二，云峰手指上这伤口这2小眼是蛇咬的？像是有点像，不过我感觉有点不太对。云峰的手指才多宽，你看这伤口的间距，哪有这么小的舌头？那就奇怪了。见我心神未定，孙老三连忙安慰道：没事的，云峰，你看你这流的血颜色这么好，咬你的肯定不是蛇，更不是毒蛇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吓我一跳，我也以为是什么毒蛇之类的。随后陈红将希尔市所发生的事告诉了孙家2兄弟，2人听后对他劈头盖脸的就指责了一番。行了，要是没什么事就来帮忙吧。云峰，你要是不放心，你明天白天去医院打一针狂犬疫苗吧。知道不是毒蛇，我心里轻松了不少，便和陈红埋头装起了地上的青铜器。
这时候一旁的孙老二也是一脸皱眉的看着地上的东西，按下对讲机向上面汇报了现在的情况。目标是主墓室，因为只有里面的东西才最值钱。可孙家两兄弟在墓道里找了一晚上，却也没有任何发现，最后也只能灰头土脸的离开了。早上一回去，我几乎是一沾床就睡，这觉一直睡到中午。本来准备起床找个小诊所打一针狂犬疫苗，可看了看自己的手，顿时就吓坏了。怎么会肿成这样？昨天晚上明明还好好的。只见我的手指一根都快赶上2根那么粗了，而且伤口那2小眼正往外淌着脓水。我害怕的用手摸了一下，却一点知觉都没有。我吓坏了，连忙跑到孙老三的房间，让他看了我的手指。孙老三看了后也吓了一跳，当即就带我去附近的小诊所看了看。可医生的一番话却也让我脸色瞬间惨白。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咬的，也不敢乱用消炎药，你们尽快去大医院，肿成这样，搞不好会截肢。没法了，孙老三又带我去了顺德第一人民医院。诊断医生见我手肿成这样，让我去拍了片子。医生看了片子的情况之后，就用针灸盒里的大头针在我手指上扎了2个小眼，我也感觉不到疼。他稍微一紧，立刻流出来很多黄白色的液。扎眼放了水，我的手指立马小了1号。医生又给我开了阿莫西林，让我回去吃2片，不要吃辣椒。谢过医生，我们就回到了旅店里。王把头见我回来，就问了我现在的情况。云峰，你手没事了吧？应该没事了吧，头也不痛不痒的。王把头本来还想问什么，这时孙老二就和他商量起了主墓室的事，让我先休息几天再下墓。可一到晚上的时候，我手就疼得厉害，疼得翻来覆去，根本就睡不着。我起身查看我手的情况，却发现我的手又肿大积水，这次不光是痛，还发肿流白水。把头他们现在应该已经下墓了，我没办法，我只能偷偷溜出去，想看看四周还有没有药店开门。我想买点止疼药，结果到了的一看，药店早就关门了，根本没有24小时营业的药店。刚好我发现我在的地方离着南山区李静家不远，很近，想看他们家有没有止疼药。到了地，敲了几下门，是李母给我开的门。小象，这么晚你怎么来了？阿姨，李静在家吗？我想看看你们家有没有止疼药，我刚好路过这，来借点。止疼药？有，你跟我来。小静睡了吗？开门。李母敲了几下门，她转身对我说要在李静房间的抽屉里，怕吓着人，所以我一直把手伸在裤兜里，李母这才没看见。来了吗？都这么晚了干啥呢？向云峰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同学说来借点止疼药，妈记得在你书桌下的柜子里有，你去给小象找找。我锅里还烧着水，得去倒暖壶里。那好，我现在就去找。云峰，你等我一下。而当时也不知道是不是角度的原因，看着李静穿的睡衣，就感觉眼前的这个女孩特别漂亮。结果越看越觉得不好意思，最后整了个大红脸。你咋了？脸这么红？我刚想说话，恰巧这时手指处又传来剧痛，像有小刀在割我肉。没什么，我走了。一把拿过来李静手上的药瓶，我直接跑出了她家。离李静家不远有个水龙头，不知道谁家的，反正有水。我直接对着水龙头喝了3片止疼药，休息了一会儿，我还是觉得疼，就又吃了2片，这才感到没那么疼了。靠在水池子边，我开始感觉浑身发冷，脑袋也重了起来，眼皮打架，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。我是不是马上就要死了？对，应该是要死了。我蜷缩在水池边上，冷得牙齿打颤，浑身冒冷汗，然后我就昏了过去。当时没睡多长时间，再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已经在李静的卧室里了。你醒了？你手怎么了？吓死我了！要不是我觉得不对劲，出去看了一眼，你就出事了，知不知道？你醒了？你手怎么了？吓死我了！要不是我觉得不对劲，出去看了一眼，你就出事了，知不知道？这时李母端着一碗水进来了，她看着躺在床上的我问：小象，你刚才怎么不说？你手是怎么了？阿姨，我的手可能是被蛇咬了。见我支支吾吾的说话，李母也是一脸的诧异。可能被蛇咬了？什么蛇？是毒蛇。这不行，我们没有车，这离医院还很远，现在还是后半夜，诊所药店都关门了。小象，你这是不能拖。小静，你扶着小象，我们去刘婆家，让刘婆给看看。一路上，李静对我解释，她说刘婆是广西人，是从10万大山苗寨里嫁过来的。刘婆自己家有草药，很会治毒蛇咬伤，没准能治好。走路到刘婆家花了40分钟，期间我又发作了1次，5片止疼药还有效果，我勉强能忍受。看了我肿成一阳指的手指，又看了被咬后流下来的2个小眼，刘婆脸色瞬间就变得阴沉了下来。后生，我问你啊，你确定看到咬你的是蛇？在哪被咬的？当时我也是被刘婆问了半天说不出话，我肯定不会当着李静的面说我是盗墓时候被咬的，于是我支支吾吾的撒谎说在家的时候被咬的。家？我看家里可没有这种蛇啊。
刘婆挥了挥手，她示意李靖和李母先出去，她有话要单独和我谈。他们暂时出去后，刘婆看着我摇头道：后生，我明说了吧，咬你的东西不是蛇，家里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东西，荒山老林里都没有。咬你的是一种长着白触角的地角仙，10万大山里，老一辈苗人说这东西叫狮角仙，他们只能活在死人堆里。阿婆，你能不能治我？我可以给你钱，我还不想死。你实话告诉我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你要是不肯说，那你就请回吧。内心纠结，要是说了我的身份，我知道可能连累的不只是我，把头和孙家兄弟也会被抓。不光这样，一旦走漏风声，李靖知道了我的身份，他知道我是犯罪分子，肯定也不会和我做朋友了。权衡再三，我深吸了一口气说：阿婆，虽然我很想被治好，但有些事我不能说，所以即便是不治身亡，那我也认命了。刘婆很意外地看了我半天，好半晌后她摇了摇头说：行吧，我知道了，你跟我来吧。阿婆，干啥？当然去治你啊，怎么，你想死啊？混江湖的，有些品质是难能可贵的。那晚上，刘婆把我领到了东屋，东屋地上放着很多黑色的大坛子，看着像是腌咸菜的那种坛子。刘婆让我转过身去别看，我只听到身后一声坛子盖打开的声音，然后就听到阵阵捣药的声音。后来刘阿婆找来纱布，她往我肿大的手指上抹了很多黑色药汁，那药汁有股很重的腥臭味。说实话，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当时黑坛子里的是什么。我曾经猜想有可能是蝎子、壁虎之类的东西。抹了刘婆给倒的药，当晚手指就不疼了。回到李靖家住了一晚，第二天上午拆掉纱布，我手指已经消肿了，很神奇。刘婆救了我一命，李靖救了我一命，我想报答他们的救命之恩。当天，我把李靖偷偷叫出来，对他说：谢谢你李靖，我向云峰会帮你的，我会帮你和你妈还清那5万块钱，用我自己的钱。向云峰，你说胡话吧？5万块钱，你自己的钱，你挣10年也挣不够吧？没事，我向云峰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，我一定会给你们家想办法的。听到我这话，李靖当时也没在意，兴许也是在认为我开玩笑吧。向云峰，我准备高中毕业就不念了，我要去电子厂打工。我认识一个姐姐，她说电子厂每月能挣600块钱。那天我心事重重的回到旅馆，还在想李靖的事，在想怎么能尽快帮他还债。王把头和孙老三在旅馆里，孙老二和一颗痣没看见。孙老三和王把头都在抽烟，脸阴沉的让人看了害怕。我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。孙老三扔掉烟，他握着拳头说：二哥不见了，昨晚在坑里失踪了。失踪了？把头，一个大活人怎么会失踪了呢？王把头和孙老三脸色阴沉，没有说话。孙老三断断续续的说了事情经过。对比东尔市、西尔市没出什么正经东西，老二对这事心里一直有膈应，所以晚上干活的时候，我俩就分开行动了。老二说没准希尔市下面有什么隐藏的地宫暗阁什么的，那些青铜器玉器可能都埋在里面。当时我在对讲机里喊，见他没吱声，于是就过去找他。可我过去的时候发现他人不在希尔市，墓道里我都找过了，没见他人。把头在盗洞门口也没见他出来。孙老三说这话的时候情绪越来越激动，他说想要自己一个人去下墓找人，不过都被王把头阻止了。老三，我作为团队的领头羊，老二失踪了，我比你还急，但这不代表我们要蛮干。老三，你一向冷静，我问你，行里人碰到这种情况出事的还少吗？老三，你先别急，老二出事我不也着急吗？这样吧，我和把头先去找救援。云峰，你看着老三，千万别让他一个人去干啥事。隔天早上，我正在院子刷牙，没见到一颗痣，也不知道他去哪了。正当我疑惑的时候，我身后突然传来孙老三的说话声：云峰，你出去帮三哥买一屉小笼包，再整碗混沌回来。不行啊，三哥，把头让我盯着你。把头说他找到帮手来之前都不能让你离开。孙老三脸色一阵青红，见我一直拦着，一脚就踢翻了院里的垃圾桶。上午的时候我就像个门神，孙老三走到哪我就跟到哪，严格执行把头给我的任务，不能让他偷偷下坑去找人。孙老三见我一直跟着他，估计心里也是着急了，当即就坐在院子里凳子上嚎啕大哭了起来。没想到汉子也会哭，也难怪，二哥和三哥不仅是亲兄弟，这么多年也都是一起下坑的，换作是我也不会好过的。下午3点多的时候，旅馆里来了2个人，一男一女，男的戴着墨镜，有点瘦，女的看起来30多岁，却是一脸寒霜。据把头介绍，他们是姚家兄妹，男的叫姚文策，姚文策是行当里大名鼎鼎的牛人姚师爷，是个牛人，演把头出身，只是最后的结局不太好。各位若是感兴趣，不妨百度一下姚师爷这个人，他的盗墓故事都能出书了。而女的叫姚玉门，这女人对大墓里的机关陷阱、金刚石封门石、流沙天火翻板这些东西研究颇深，
孙老三向他们说明了当时情况，王把头也说了自己的看法。女人姚玉门听后点头说：“王把头，你说的没错，和我们的想法差不多。大活人不可能凭空消失，很有可能是掉到了下面哪里。”姚姑娘，你的意思是说希尔氏下面还有空间？那为什么老三之前在地面上没发现？把头，不知你听没听过浑天下葬、扬长提凑这种葬法？扬长提凑？怎么可能？这种防盗葬法不是汉代才发明的吗？我们下的可是西周墓啊！女人转头看了一眼，可能是看我太年轻了。听了我的话，她显得有些意外。随后她看着我摇头笑道：“小朋友还挺有见识的，姐姐我今的告诉你啊，你这句话说的不全对。扬长提凑是流行在汉代，注意是流行，而不是发明。这种方式在商代晚期已经出现了雏形，在西周早期就被应用了。汉代的扬长提凑和西周的相比，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。”她的话刷新了我的知识盲区，这是书上没说，我真不知道。我还怀疑这女人在抓瞎话吹牛。不过这可是王把头找来的高手，我不敢小看他们。那行，事不宜迟，你们今晚就行动。啊，把头，你不去吗？我不能去，我总感觉这2天有别人注意到了旅店，为了团队安全，我得留在上面统筹全局。王把头出手很大方，他给了我5000块，让我买干粮和食物，还让我买几个最好的防水手电和小刀。下午的时候，我拿着4000块钱就去买了东西。而就在这一天，我回来的路上，却刚好碰见了那个救我命的女孩。向云峰，你怎么在这？看着我手上厚厚的一沓钱，李靖惊讶地说：“向云峰，你这么有钱啊？你家里是做什么生意的？”没什么，我父母做点服装生意而已。是吗？李靖左右瞧了一下，随后走到旁边的一个小巷子里，对我招手道：“向云峰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个话。”哦，怎么了，李靖？而当我走到李靖身边时，他忽然抓住了我手，用水汪汪的眼睛看着我，然后说道：“向云峰，我知道你家有钱，你能不能借我5万块钱？只要你借给我钱，我就是你的人了。”向云峰，我知道你家有钱，你能不能借我5万块钱？只要你借给我钱，我就是你的人了。我当时感觉自己被雷劈了，他突然一把抱住我。我求求你了，昨天晚上要债的又来了，还打我妈了，说我再不还钱就要把我妈扔河里。这是我第一次抱女孩，但没想到会是这种方式。她是真害怕了，毕竟她那时还只是一个不到18岁的小姑娘。李靖，你别这样，我本来就答应过你要给你还钱的，毕竟你救过我的命。这样吧，你能不能等1个礼拜？不行，那些人说只给我们家3天时间，现在都已经过去2天了，我今晚就得用。我感觉自己是魔怔了，回来的路上一直在想着这事。当晚8点半，距离出发前3个小时，我站在王把头面前，不敢去看王把头的眼睛。一咬牙，我终于还是豁出去了。把头，那李家母女救我一命，他们现在落了难，我向云峰知恩图报，今晚下坑不知后果如何，我很想帮他们娘俩，求把头借我5万块。云峰，5万块不是一笔小数目，这可是寻常普通人家近10年的积蓄。我可以借你，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把头请讲。这个条件嘛，你现在还不用知道，你只需要记住，你会还我王显生这笔账的，这就行了。你可同意？我当时二话没说，直接同意了。我是为了李靖。王把头随后去了自己屋，大约10多分钟后，他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麻袋过来了，轻轻地把麻袋放到桌子上。云峰，这是5万，1分不少，拿去吧。谢谢把头。记住时间，今晚12点之前回来。另外，咱们道上混江湖的都讲究公平2字，我给你钱，你欠了我王显生一笔账，同样的，你帮的那女孩也欠了你。这趟下坑我不能保证你们安全，干咱们这行要看开点，胆大点，洒脱点，要是觉得亏，就了他。我要不要听把头的？可要是那样，我向云峰不就成了小混混无赖了吗？我提着装满钱的黑塑料袋，一路上心事重重，有兴奋，有害怕，有激动，有担忧，脑海中不时浮现李靖穿着睡衣的样子，还有他下午给我说的话。我直接敲响了他家门。李靖，我把钱带来了，你们不用怕别人来要找了。出去说。李靖面色一喜，他拉着我就往拱桥那边跑。河水流淌，月儿弯弯，顺德拱桥下站着一男一女2名少年。李靖，你快看看这5万块钱，你把这钱还给那帮人，你和你妈就没事了。向云峰，谢谢你，你真好。我清楚感觉到了女孩的体温，柔软，曲线，我脸疼的一下就红了，红得很厉害。李靖他头埋在我怀里，用很小的声音说：“云峰，我说话算话，我是你的了。”那天晚上，我就鬼使神差，迷迷糊糊的跟李靖去了小旅店。中间的糗事我就不多讲了，反正后来我跑了。
午夜12点14，我老大、老三、姚家兄妹一行5人下了坑，坑上面的安全只能全交给了王把头。下到大木灌顶这的时候，女人姚玉门停了下来，她蹲下来摸了摸石头灌顶，轻易出声：“姚姐，怎么了？”喂，你小子叫玉姐吧？什么姚姐，也太难听了。走吧，去里面看看。随后，孙老三就带着姚家兄妹来到了东耳室和西耳室中间那堵石墙，因为他们知道要想查出孙老二失踪的下落，就必须要去主墓室，而这主墓室在他们看来，就是眼前这堵石墙后面。姚家兄妹做事还是比较冷静，很多墓里的细节都瞒不过他2人的眼睛。姚玉门从包里拿出来一瓶水，往墙上倒了一点，石墙吸水迅速，用手来回抹了抹后，一片字迹慢慢显现了出来。这是古今文《九叠传》，真是一座好奇的墓。据我所知，这种文字在商代晚期就已经停用了吧？怎么会到了西周还有人用？那这上面的字迹有没有可能是墓主人的墓志铭？不太可能，西周还没开始流行墓志铭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这堵墙有可能是一道门？是一道门，太好了！老三，包里有雷管呢。有，大哥带了4根，打眼安上，给我炸开！孙老大和孙老三救人心切，此时也顾不上这么多，可他俩的举动直接就把旁边的姚家兄妹吓了一跳。你们疯了吗？开灌顶用炸药也就算了，这可是在墓道里，你想把我们全都活埋了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玉姐，西耳室墙角有个大陶缸，大缸底下有个黑窟窿，好像还很深。走，过去看看。到了西耳室，看到大缸，姚家兄妹看见了也是一脸震惊。这时孙老三爬上缸顶查看了里面的情况，便将缸里的情况给姚家兄妹说了一遍。随后孙老三就问我：云峰，你怎么知道这缸里有古怪的？大哥你不知道，我从下面掏出来一根白巧克力，那天还有臭味，今天不知道咋回事没有了。还有啊，大哥，这下面有咬人的地脚仙，千万不能伸手进去摸啊，千万不能伸手进去摸啊。啥玩意？地脚仙？那啥东西？咬你手的不是蛇吗？小云峰，你说的是不是头上长着一根白触角的甲虫，有点类似大号的独角仙？跟阿婆说的一样，那肯定就是了。对，就是那玩意。见我点头，玉姐和姚文策脸色刷的一下就白了，变得很明显。怎么了，姚姑娘？你说那东西叫地脚仙也行，我听我叔叔说过，那东西寿命只有2-3个月，而且只能靠骨肉存活，是一种很罕见的穴居性毒虫。这只能说明一点，这下面90%有人，而且死亡时间绝对不超过3个月。姚文策从包里掏出来一根套管铁棍，他爬上缸顶，朝着缸底下就投，隔了3分多钟，就跟钓鱼一样，他小心的往回收棍子，棍子头竟然带上来2只扁平的大甲虫，几人都吓了一跳，因为这甲虫样子长得怪，谁都没见过。随后他一脚就将这几只毒虫给踩了个稀巴烂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是不是要从这钻下去？钻？你们不要命了？这种甲虫有毒，而且下面不知道还有多少，下去找死。孙老三可能有点生气，他眯着眼问：姚姑娘，你们这可是收了我们的钱，都到这里了，总不能大退堂鼓吧？孙老三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没错，我是收了王把头的钱，不过我和我哥能来，全是看在我叔叔的面子上，我是来帮忙找人的，不是来这跟着你们一块冒险送死的。这个洞要下你们下，我们兄妹是肯定不会下的。见2人间的气氛有些不太对，我忙出来劝阻。怎么突然就吵起来了？三哥，要不这样吧，点把火试试看，能不能把这些丑虫子全部烧死？好主意，就这么办。那天晚上，飞鹅山的半山腰上出现了一副奇景，不知道是谁家祖坟冒青烟了。哎呀！怎么突然就吵起来了？三哥，要不这样吧，点把火试试看，能不能把这些丑虫子全部烧死？好主意，就这么办。那天晚上，飞鹅山的半山腰上出现了一副奇景，不知道是谁家祖坟冒青烟了。好了吧，三哥，刚才有一阵火还挺大的。我先来吧，我先替你们下去探探路，万一二哥就在下面，我也能把他救出来。孙老三是最先下动的一个，可他脚刚一落地，下面传来一阵碎石塌陷的声音。抓住，别乱晃，老三我抓住你了。三哥，你小心点，要是有啥不对劲了就大喊，我们立马把你拉上来。孙老三带着头灯点了点头，他就顺着大缸一点点往下滑，终于登山绳下放到18米处的时候就不再走了。下面的孙老三应该是到头了，紧接着我们几人便陆陆续续的往下滑，姚家兄妹排在最后，洞很黑，下到一半的时候我抬头往上看了一眼，在窟窿口下面的内墙上
有爬着几只扁平甲虫，这是刚才没被烧死的地脚仙。而当我们全部到达底部的时候，面地上发现很多白巧克力，有腿骨、手骨、指骨，但唯独没有看见 CPU， 还有很多农夫山泉瓶子。玉姐她胆子大，她蹲下来看了看后说：几个月到半年的时间，时间不长。我说呢，南方老鼠改吃素了，给我们好心的留下这么多肥肉，感情全都堆在这了。姚小姐，请开始你的表演吧。什么表演？当然是找人呐，难不成是和你来这约会呀？哼！姚玉门没理孙老三，从包里掏出来一个罗盘，蹲在地上摆弄着。我因为好奇，便也走了过去看了看。玉姐，这是啥？怎么还会自己转？小子别乱问，现在别让我妹妹分心，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。当时不懂，现在入行久了，我可以告诉你们，那种罗盘是特制的，短针是一种叫做天铁的材质做的。天铁是以前古代人的叫法，这种东西其实以前就有，现在人叫陨石。那边，那边。几个人跟着姚玉门往西北方向走，沿途的路上，我看到了好几座石质的油灯台。我暗自猜想，几千年前这下面应该是灯火通明。走了10多分钟，我们被一堵大石门挡住了去路。石头门正中间有4个字。看姚玉门呆呆地看着大石门，孙老三随口问了一句：你认识鸟传？到此为止了，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。什么意思？你打算退出？这等级已经超过了马王堆汉墓。那4个字是芥子行宫，这石门后面是数吨重的自来石，从外面单凭我们几个人根本无法打开。听到这话，孙老三一下子就蹲在了地上，因为他知道数吨重的自来石单凭我们几人是没办法打开的。姚玉门想退出，是因为他害怕了，可这样孙家兄弟就不乐意了。当时的气氛很紧张，姚文策脸色阴沉的害怕，双方意见不合，剑拔弩张。你问我当时怕吗？说实话，我当时7分害怕，3分好奇。害怕的东西不必多说。当天姚玉门将此事汇报给了王把头，沉默了好久。王把头说：老大老三，云峰，姚家姑娘说的没错，此事离世已经超过了我们能安全脱身的范围，你们上来吧。老二不找了。听了王把头的话，一向冷静的孙老三双眼通红，像发了疯似的不断用脚踹着大石门，而巨大的石头门巍然不动，半空中只飘下来淡淡灰尘。孙老三无力地坐在石门前哭了起来。我鼻头一酸，也有些难受。二哥是我们团队里的活宝分子，他突然失踪，凶多吉少，我们想救人，却找不到他一点踪迹，他就这么在这座西周墓里凭空消失了。把头，二哥是真不打算找了吗？王把头看了看孙老三一眼，一脸无奈，随后他还是做出了决定，不找了。陈红，让你手下那帮人尽快想办法把盗洞回填，不能在原地留下痕迹。我们要尽快抽身离开顺德，暂避风头。在这之前，孙老大尽快联系买家，把那7、8袋子青铜器尽快变现。后来孙老三就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里，研究着封门石，自我麻痹，自我安慰我们合力都难以打开的东西，但最后都是无功而返，索性也就没管他了。而今天恰好是李靖的生日，我就打算去帮李靖过去他家。到了地方，李母去河道办上班了，李靖自己一个人在家。刚进门我就把生日礼物送给了李靖。给你李靖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越长越漂亮。谢谢你云峰。这丫头不会还想着昨天我跑路的是吧？脸这么红。尴尬了一会儿，李靖突然抬头看着我。云峰，你是在一中上学的，我正在做卷子，我有几道数学方程式不会，你教教我吧。我妈也说了，让你抽空辅导我功课。我哪会什么数学方式，我根本就不是一中的学生，都是骗他的。数学方程式我不会，我倒是会盗墓，可这玩意也不敢教他，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怎么做啊，云峰？你给我写出来步骤吧。行吧，就这么办。行吧，就这么办。我记得当时是在卷子上写了，但具体忘了写的是什么，好像我先画了圈，然后又画了个方块，反正就是乱写的。看了我在卷子上的杰作，李靖嘴巴张得老大。李靖，这是后面的课程，你还没学到这，等你学到这就能看懂了。我们聊着聊着，又有2个李靖同学来给他过生日，是2男生，其中一个头发全部染成了红色。将生日礼物送给李靖之后，小黄毛便在他们学校门口的星星大饭店给李靖包了一桌。而就在我们正吃着饭的时候，我身边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：云峰，你怎么跑这来了？我看你刚才脸色不对，怎么了？没啥事，玉姐，我和朋友们一块吃个饭。云峰，这些都是你的同学。姚玉门眼含深意地看着我，我拼命地对这女人白了白眼，她立马就明白过来了。既然今天在这碰到了，云峰，和我们一块吃个饭吧，我有些话想单独和你谈谈。可是你朋友叫你去吧，云峰，我们晚点再见就好了。你们团队接下来准备怎么办？筷子停在半空中，我警惕地看了看旁边的2名陌生男子。没事的，
自己人。玉姐，大哥已经去干活了，把头的意思是尽快抽身离开这里。这样最好。王把头还是知道轻重的，记住，你们离开顺德后就不要再回来了。见我心里还在担心孙老二的事情，他忽然转变了话题。云峰，你相信这世上有山魈鬼神吗？不信，人死鸟巢上，不死万万年，何来鬼，何来山？我少年模样却说着老气横秋的话，惹得姚玉门莞尔一笑。他随身拿出那张八卦罗盘，单手托举放在我眼前。不知为何，罗盘上的3个指针忽然同时齐刷刷地指向我身后。看我发愣，姚玉门吓唬我道：云峰啊，你身后正站着一个饿死的没牙老太婆。玉姐，你行了，玉门，这小子面相也不是普通人，你就不要再捉弄他了。姚玉门收回罗盘，随后将一条串着黄红色的指符的项链塞给了我。给你，这东西送给你，就当做是个护身符吧。谢谢玉姐。当天我和他聊了一会儿，酒足饭饱之后，我告别了姚玉门，还打包了一份饭菜。这时楼下李静那桌也散了，我想应该是回去了。回去的路上，我时不时拽出来护身符看一看，真是越看越喜欢。只是当我回到旅店给孙老三送饭的时候，却发现这时孙老三的房间已经被他弄得一片狼藉。这时候孙老三突然从地上站了起来，好像是想到了什么。找到了，我终于找到了。三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云峰，我找到打开自来石的办法了。找到了，我终于找到了。三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云峰，我找到打开自来石的办法了。后来孙老三鬼使神差的将我带到了一处他的秘密基地，一进屋我就看到了几天不见的孙老大，还有一颗痣。3人商讨片刻，最终孙老三说了他打开封门石的办法。封门石也叫自来石，是古代防止盗墓的方法之一。我们可以利用牛鼻环智取，先看准门后自来石的位置，外面用锤子凿子在门表面凿出来牛鼻子的形状，这样透过门缝就能看到里面反顶着的自来石。然后我们需要用到一种叫半圆龙爪的自制工具，它是一种端有长柄，而另一端为半圈形的金属器物。先将半圆龙爪从门缝当中伸入，然后把圈形的部分套在自来石上面，再用绳子把半圆龙爪穿过打好的牛鼻子凹槽里，最后用力气在外面用力向左或者向右拉绳子，等里面自来石的位置发生了偏移，那这个防盗机关就破了。好主意，可是咱们人力不够啊，这么大的石门，自来石应该也有1-2吨吧，而且在门上打个眼是不是也要花很多时间？打眼倒还可以，2个月打一个眼应该能搞定，但这找人，老三要不去乡下去把咱爹的牛给牵来吧。那小钢子眼这么小，大牛犊子肯定是不行，我们可以用篮子放下去小牛犊，让牛在下面吃饲料长大。三哥，你没事吧？没发烧吧？少在这扯，你才发烧呢。干不干云峰？跟我和老大一块干。那把头呢？把头退役已决啊，三哥。不用管把头，就我们3个干就完事了。我当即点头就答应了。而当天我们在一颗痣的见证下，老大老三和我一起跪在地上一结金兰。那时候我真激动的不行，什么姚玉门的叮嘱，什么王把头的忌惮，全被我们抛到了脑后。那是我们3人的想法，就是干票大的，非得干开那个石门，看看里面到底有个啥。后来那堆青铜器孙老大卖出去一半，分钱那天我们一伙人聚在一起。老三，这是你的；老大，这是你的；小红，这是你和你手下小兄弟们的，这趟辛苦了。谢谢把头了呢。云峰，你刚入行也出了不少力，这是你的，别嫌少。我当时看到撑得厚厚的塑料袋干咽了口唾沫，强压着好奇心就问把头：把头，这是多少？13万。这下我手更抖了，以前从没见过这么多钱，也没想着能见过。我准备拆开袋子拿钱还王把头借我的那5万块时，他拦住了我。入行的第一单怎么能给别人？不吉利啊，你先留着吧，那5万块以后再说。点点头没说话，我就收下了。至于二哥那份钱，王把头说暂时替他保管1年，若到时候人还没回来，就交给孙老大。而分完钱之后，孙老三这时开口了：把头，我和老三云峰都商量好了，我们准备去外国玩玩。云峰他说他想去看看外国人长什么样儿，想要找个外国女朋友，玩个5月半年的，到时下一趟活再听把头安排吧。云峰眼光高啊，竟然还喜欢外国人。以云峰的长相，应该半年不成问题。好，我同意了。那天晚上，一颗痣买来3头小牛犊，这种牛是一颗痣特意找来的，叫夏洛来牛。这种牛生长最快，长到差不多了，力气也大得很。我们计算过，吃好的饲料，一头夏洛来小牛犊最快5个月就能长成年。帮我们拉封门石的话，大概4个月就差不多。一颗痣找来了防寒杖、棚和一些生活用品。当天晚上我们就把小牛犊子用绳子送了下去。那段时间，有时一颗痣的空来替我就会出去转转，去找李静。过了2个月，李静升高3了，买了3斤鸡蛋糕。那天我照常提着鸡蛋糕去找他玩，
结果刚到他家，我发现李靖正抱着腿坐在床上，脸色很不好看。小静，你怎么了？我给你带鸡蛋糕了。李靖俏脸煞白，死死地盯着我看。他突然朝我扔过来一个枕头。向云峰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王强都告诉我了，你根本就不是一中的学生，你甚至都不是我们顺的人，你这个骗子！骗子！我后退2步，手一哆嗦，鸡蛋糕掉在地上，滚了一地。走出李靖家，我有些失魂落魄，终究还是没对他说出口，没敢说出口。我不是什么一中高材生，我就是个盗墓贼，是犯罪分子，没有同龄人敢和我做朋友。那时候李靖看我离开的眼神忘不掉。怎么了，小子？丢魂了呀你？没事，风太大，迷眼了。毛都还没长齐呢，还知道什么叫失恋？赶紧忘了吧。吃你的苹果吧，不知道情况就别乱说。我生气不是因为他骂我小毛孩，而是他让我忘了李靖，一个好端端的人，能说忘就忘了吗？往后1个多月的时间里风平浪静，我没敢再去找李靖。坑下老大老三喂的小牛犊一天天长大，我们给小牛喂的最好的饲料，它们长得非常快。那天晚上，我们聚在坑下，顺过来绳子先套在3头牛的脖子上，然后我们都捡起了剩下的绳子，伴随着最后这声怒吼，身后的大石门传来一阵巨大的动静声，反顶着地宫门的自来石让我们拉倒了。成功了，太好了！而当我们推开石门的那一刻，眼前的一幕惊得我们几个说不出话来。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木头，这些木头互相有规律地插在一起。我最先闻到一股香味，和第一次下墓时闻到的那种香味一样，不过这次的香味明显更重，扑鼻而来。晾了一会儿，确保里面空气流通后，孙老大带头，我们都钻了进去。大哥，这是什么？那是黄肠体凑，就是姚玉门之前提到过的，这是古代葬墓的一种方式，而木头的中心地带很有可能就是墓主人的棺椁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就是先前在上面消失的主墓室，懂了吗？这么神奇？那三哥，木头山挡在路中间，我们怎么进去？云峰，你先别着急，这东西肯定是工匠们人为做的，他们做完活要从里面脱身，肯定会有一条不易被人发现的路。说完话，孙老大举着火把，开始仔细寻找可以钻进去人的空间。我们也走近了点，帮忙一块找。而我靠近木桩的时候，忽然看到黄肠蹄凑的一些木头上长了很多黑蘑菇。一颗痣也发现了这种长在木头上的蘑菇菌类，他准备伸手摘一个看看，结果别碰，别动那东西。可老三他刚才跟我说这是药材，药材怎么不能动了？虽然长得是奇怪了点。他懂个球，这种菌类应该是藏经上特意提到过的一种东西，叫黄瓜老脸，是一种很罕见的穴居性菌类，极少有人见过这东西。藏经上说这种植物长在极阴之地，在民间传说中是苗医用来招魂用的。孙老大一开口就说了招魂这2个字，一颗痣后退2步，瞪了孙老大一眼。老大，你能不能说点吉利话？不看看现在是在什么地方？行了，都别废话了，大家分开找，找那种木头之间间隙大能钻进去人的地方，那或许就是以前匠人们给自己留的路。几人暂时分开，每人之间大概也就离了6-7米远，都能看得到对方。我举着火把在木头山的西南角找，可正当我来到一处夹缝里的时候，木头缝隙间我看到一个蜷缩着的黑影，我以为是我眼花了，揉了揉眼，再定睛一看，除了木头什么都没有。吓我一跳，还以为是见鬼了。奇怪了，三哥大哥还有一颗痣呢，都去哪儿了？我吞了口唾沫，举着火把过去找人。此时不知道从哪吹过来一阵凉风，我瞳孔越张越大，我嘴唇哆嗦着大喊：云峰，你在那干啥？是二哥的声音。二哥，你在哪里？而当我左右看了一遍之后，根本没有看见二哥的身影，脸色惨白。我后退2步，伸手掏出来姚玉门给的护身符，紧紧地攥在手心里。这声音的位置好像是在木头堆里，难道二哥真的在里面？二哥，是你吗？云凤，我在这，快来找我！蜷缩在地上，堵着耳朵，我靠着木头山，不敢大声出气。哎呦！云峰，你疯了，乱跑什么？疼死我了！三哥、大哥、红姐，你们刚才都去哪了？我刚才怎么没看见你们？孙老大狐疑的看了我一眼。好好的，云峰，你别吓人呢，我们刚才也一直在找路口啊。大哥，刚才我好像看见二哥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云峰，你在哪看到的？这除了我们根本就没别人，你是不是眼花了？一颗痣脸色有点白，他看着孙老三点点头。不，他没眼花，我好像也看到老二了。一个人可能是看花眼了，现在我和一颗痣都这么说，孙老大眉头就皱了起来。是不是闹鬼了？大哥，别怕，不是什么闹鬼，
就算闹鬼，也是这东西闹的。孙老三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一颗痣。小红、云峰，你们还没发现吗？刚才是你们两个最先发现黄渤老脸的，也是你们离得最近，靠得最近。老大，你是说刚才我和云峰看到的是幻觉，不是真实的老二罪魁祸首是这些蘑菇？没错，我猜应该是这样的。毕竟传言说这东西招魂用的，有点迷幻药作用，应该也正常。好了，都别废话了，你们跟我来这边，我发现了点东西。孙老三把我们领到了木头山的左边西北角，虽然外面一层的木头一样，但从这个角度往里看，黄肠题凑里面明显空间大了一点。从这应该能进到木头山里面，这应该是黄肠题凑的唯一入口。都跟在我后面，发现有什么情况了及时出声，我先进去看看。走吧，都别愣着了。小红、云峰，你们先进去，我来断后。好吧，大哥。黄肠题凑的这些柏木上有不少灰尘和蜘蛛罗网，钻着钻着，头前带路的孙老三突然停了下来。怎么了，老三？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是不是越来越矮了？咱们在走下坡路。倒也是，按照常识来说，黄肠题凑都是建在平地上，木头山的最中心地带就是棺椁。可这怎么回事？这是通往下面的。都别乱想了，先到头再说。刚才还是轻微的坡度，现在坡度越来越大。虽然孙家兄弟以前干过不少活，但这样反常的设计，他们应该也是第一次见。我们估摸着爬了10来分钟，我们终于到底了。而当我们来到房间里的时候，没有棺椁，只看见一排又一排，不知道有多少具盒子。这些盒子有的烂掉了，有的塌陷成了扁平状，还有一些基本完整。我说刚才进来的时候怎么这么大味？原来都是从这里传出去的。大哥，这么多集中的盒子，这里难道是个西周的殉当坑？应该不是，先过来吧，撬开一个看看再说。撬开一个看看再说。老三，撬棍给我。接着几乎没有停顿，拿到撬棍后，孙老大就准备撬开盒子。先等等，老大，你数了没？里面有几根钉？有的地都烂完了，不能确定，有可能是6根。6根钉，那你小心点，别靠太近。要是6根钉还好，我就怕是5根。那就好，吓死我了！不是5根就好。什么5根6根的？红姐，三哥他们在说什么？如果是5根，那就是封魂钉，还有打4根钉子的，那叫镇魂钉。在传统文化的说法中，这都是很不吉利的。还有这说法？当然了，老三，里面是什么？没啥东西，有寸把长金线，还有一堆白巧克力。过来看看吧。我们走过去一看，还真是，盒子里并没有什么陪藏品，除了2节不长的金线外，只有一些零零散散的白巧克力，金线就那么一点点，肯定不会是金缕玉衣残存下来的。孙老大看后摇了摇头，看来这下面条件不错，2600多年了，竟然还有巧克力。这种坑要搁在北边，能剩下来1、2颗牙就算不错了。说着话，孙老大捡起了一根白巧克力，他给扔到了另一头。咦，这啥？这好像是后翘珠吧？还真是，草的，晦气，在以前古代是折磨人的玩意。要这墓主真是戒死后，那他也不是啥好人呢。操蛋玩意，这是奴隶殉葬制。周天子大封诸侯，那时候偏远地区的诸侯王很多，有些冥顽不灵的诸侯国地区仍延续着商代式活人殉葬制这个陋习。妇女社会地位不高，在殉人中，女人占了非常大的比例。眼前这盒子里的这堆白巧克力，应该也是一个女的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路过贵的无意冒犯，多有打扰了。希望诸位能早日投胎，小心点，别碰到这些盒子。我们往前再走走看，也真怪事了，怎么偏偏看不到那个界后棺椁？难道这主墓棺椁上天了不成？而就在这时，我们正要离开的时候，一颗痣忽然的尖叫了一声，孙老大忙用火把照过去，一惊一乍的。小红，你干嘛？刚才有人摸了下我屁股。这里除了我们几个，谁会摸你屁股？云峰，是不是你小子又在使坏了？三哥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不是云峰，在我后面。不是云峰，在我后面。孙老大把一颗痣护在身后，他皱着眉头，顺着一颗痣说的方向，用火把照了过去。一颗痣刚刚站的地方，他身后有一个盒子，盒子开了一条缝，有条没蓝丸的手正扒拉在盒子上。孙老三捂着鼻子凑过去，这一看，他脸色也很难看了。盒子里的白巧克力，从轮廓来看，应该是一名男性。随后，孙老三走到盒子面前，在这名男子的腰廓部位带出来一个带扣小铜牌。支国臣，这人我认识，是南边的那伙人。通过小铜牌确定了这个人的身份后，孙老大摸着下巴猜想道：老三，依我看，这会不会是下犯上黑吃黑？虽然我们不认识这个可能姓陈的之国，可是单看之国这2字，本身在他们团伙里地位就不会低。说不好南边那伙人比我们早下来，只是不知道他们从哪下来的，现在还折了这么多人。大哥，我们可得小心为上。而走了不到2分钟，前方又有座石门挡住了我们去路。
和之前石门不一样的是，眼前石门要小上1号，石门两旁一左一右还立着2尊造型怪异的青石石雕。好凶的镇墓兽！此刻我突然注意到一处细节，这2尊青石镇墓兽眼睛都有点一大一小，虽然差的不多，但肉眼也能分辨出来，大小不对称。三哥，快看这2尊石雕的眼睛，斗鸡眼的镇墓兽。大邪，这玩意很不吉利，都别盯着看了，赶快走。走，我们往哪走？老三，这不是有道破门挡住了吗？挡路的这道石门也有封门石，但个头和重量都远远比不上之前那道。照孙家兄弟的理解来看，外面那道门是大门，眼前这道门就是卧室门，推开卧室门才有可能见到正主。好了，别废话了，外面那道石门我们都打开了，还怕这？动手吧，我倒要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。孙老三将牛鼻凹槽打出来，还照着之前的办法上拐子针套绳子，好在这次要比上次轻松许多。这次我们找对了办法，一次成功。看看，原本以为需要1天时间，结果只花了几个小时。不过我怎么感觉这里面的温度好像要比上面温度低很多，这就奇怪了。想不通就别想了，我们又没人是地质学家，先探探路再说。而当我们进入石门之后，这次的房间里没有盒子，也没有棺椁，墙壁上只出现了很多色彩鲜亮的壁画。孙老三抬头用火把照亮了壁画，他表情不可思议。这好像不是西周风格的壁画。不是西周，什么意思？你看看壁画本身的矿物质颜料，因为按照常识来看，西周早期的时候还没有出现这种矿物红，这种矿物红流行在后来的战国楚地。姚玉们一口断定这是比马王堆规格还高的国家级大地宫，他还推测里面有动不得的镇国级文物，可东西在哪？老三，你快过来看看。几人忙跑过去看，只见在石墙的西北墙角处又出现了一幅风格诡异的壁画。等看清了壁画上的内容，包括我在内，所有人的脸色刷一下变得惨白。我看到的是颜料有些脱落的壁画中有3男1女，壁画惟妙惟肖，2名男人年龄40多岁，女人30多岁，还有最后一个男人年龄明显偏小了很多。壁画中这几个现代人都举着火把围在一块，正照着一具白色盒子。见鬼了，这不就是我们几个人吗？怎么还会出现在壁画里？三哥，怎么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肯定是我眼花了。小红，你看到的是什么？我看到了我们4个人，还有一个头上长角的怪物。头上长角的怪物？没有啊，哪有什么头上长角的怪物？我分明看到的是一口白色盒子。我和你们的也不一样，我看到的是一个蹲在地上埋头哭泣的孩子。几人互相对视看了一眼，都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了不可思议，一幅古怪的壁画。4个人同时看，结果看到了4种不同图案。孙老三以前见过很多邪乎事，但眼前一画4景的情况显然超出了他的认知。当下我们唯一能得到的合理解释就是幻觉，我们可能同时出现幻觉了。你们几个先坐下，让我好好想想。三哥，干嘛？思索片刻，孙老三这才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个小铁盒，从里面倒出一些黄色粉末，这是什么？怎么好像还有一种雄黄的味道？一口气用鼻子吸进去。真够劲啊！三哥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提神的劲好大，比清凉油花露水的效果强太多了，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。吸了这种黄色粉末，几人再定睛一看，壁画上没有哭泣的小孩了，也没有头上长角的怪物和毒蛇了。现在我们看到的图案都一致，壁画上只有一些打扮另类的古代人，并没有什么动物和河。还好我来之前多留了个心眼，找道上人买了点醒魂药，不然这次我们可能全都要折在这了。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南香味是刚才的南香味，这也是古代的一种防盗墓手段，是当时的巫术方士们配置的。进来的那伙南边人应该和我们一样出现了幻觉，这才导致了他们黑吃黑自相残杀。还好我准备的充分，我们发现的也早，再晚5分钟我们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，这是借人杀人。都清醒点了吧，为了保险起见，还要稍等一会再走。而过来大概5分钟左右，几人收整一番后继续往前走。大概10分钟，我们又发现了一处十分特殊的建筑物，在地宫的中心地带出现了一个已经干涸的圆形凹坑，凹坑四周光滑，坑里立着3尊身穿长袍的人形石雕，石雕没有 CPU， 只有身子。地宫里的这凹坑有点像蓄水池，一看就能看出来，这是以前有人故意挖出来的。咦，这边上怎么这么多窟窿眼？干啥用的这是？是啊，这凹形水坑下边怎么排列了这么多小洞？难道是放水用的？管它水坑不水坑的，先下来再说。怎么了，老三？
发现什么了？大哥，你看这地方，这石像胸口处有些凹陷，肯定是什么机关之类的。我试试看，能不能打开一道门。老三，你先别动。怎么了，大哥？这不什么事都没有吗？别疑神疑鬼的，哪会有什么事？没道理呀，难道真是我想多了？怎么回事？老三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动了起来。不好，快跑！云峰、小红，快跳上来！云峰，你怎么样了？你没事吧？凹形水池下降速度太快，凭我们的弹跳力根本跳不上去了。绳子，老大，快拿绳子！还没等大哥把登山绳放下来，整个蓄水池下降的速度又快了几分。完了，来不及了！云峰，半蹲身子，抱住石雕。巨大的失重感充斥全身，头顶上已经看不见大哥三哥了。我被头顶掉落的石头砸中了后背，当即就躺在地上直不起身子。一颗痣连忙跑过来将我扶了起来。此时绳子的位置已经距离我们很远了，一颗痣也只能将我扶起来，走到石像面前，单手抱住，另一只手则是紧紧抓住石像。老三，你干什么？我要下去找人啊，大哥！云峰是我兄弟，我不能让他们有危险。你疯了吗？这蓄水池下降的速度这么快，你一跳下去会摔死的。快上来！我和一颗痣彼此抓着对方的胳膊，现在我们什么也办不到。红姐，我不行了，你快放开我，兴许你还能爬上去。云峰，你说什么？坚持住，我们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当时一颗痣说出这话，可能连他自己都不信。我也被石头砸中，没了力气，伴随着最后一声巨响，最后一根铁锹也跟着断裂。就这样，我和一颗痣就掉了下去。一阵巨大的入水声，冲击感传来，这股力量太大，我也没了力气，直接被撞得向后仰躺去。先是后背感觉很凉，然后是整个身子都感觉到很冷，是温度很低的地下河水。完了，这事是真的彻底完了。难道今天真的要交代在这了吗？奶奶，把头，李靖。意识恍惚之际，我脑海里就像在飞快地放幻灯片，很多以前生活中的画面一闪而过，有奶奶的身影，大姑父的眼神，把头的教导，李靖的笑容。我拼命的努力想抓住这些，却一个都抓不住，意识正在一点点消散。这时，不知道是不是死前错觉，我忽然感觉到有人从背后抱住了我。孙老三触发地宫石雕凹陷处机关，我和一颗痣措手不及，还没来得及爬上坑顶，就和被触发的机关连带蓄水池一同掉了下去。好在当时的情况比较好，我们掉进了地宫深处的地下河，因为我被石头砸中，当即就昏了过去。这时不知道是不是死前错觉，我忽然感觉到背后有人抱住了我，昏过去后就没了时间观念，我是被冻醒的，后背一阵酸麻，胸口处呼吸都会疼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肋骨断了。你醒了。红姐，我们活下来了。是啊，我两命挺大的，动作小点。我看过你伤口了，肋骨没断，只是后背有一点淤青，是被石头砸的。我的背包呢？被水冲走了，还好我背包里有一些冲击饼干和应急工具。红姐，谢谢你救了我一命，我不会水，要不是你救我，我就得被淹死了。一颗痣旁若无人，他自顾自地开始脱衣服，我忙低下头。这里没东西烧，没法生火，先别谢了，快把衣服脱下来淋干水，要不然会失温。就这样，5分钟后，我脱的只剩下了三角裤，我双手护着裆部，任凭他怎么说我都不肯脱了，这是我最后的倔强。算了，这下面是洞穴构造，我的对讲机也用不上，短时间内可能我们都无法联系大哥和三哥了。先把东西吃了吧，被水给泡烂了，应该还能吃。休息了1个多小时，穿上衣服，二人结伴开始步履蹒跚地顺着不宽的河岸向前走。走着走着，水流越来越急，我们行走的小河岸也越来越窄。开始我俩还能并排走，到后来担心脚滑掉水里，我和一颗痣改为了一前一后走，他在前，我在后。等等，怎么了，红姐？云峰，你看那是什么东西？距离有些远，看不清，我只看到了一些模模糊糊的圆形黑影，就像是一些圆球挂在洞顶。这啥东西？小心点，走过去看看。随着距离拉近，这次我看清了，是某种长条状的青铜器。这些青铜器前面
还用细一点的铜锁链悬挂着很多圆泥球，完全看不懂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。一颗痣抬头皱眉道：“云峰，这些像不像编钟？”编钟，挂洞里的青铜编钟。古代青铜器种类繁多，大概有34种，编钟只是其中之一。后世人分类有圆编钟、方编钟、帽子编钟、梯形编钟等。一颗痣从边上捡起来了一颗小石头，打一个下来看看。打一个下来看看。红姐，要不然我来试试吧。我小时候爱用弹弓打鸟，所以手上还是有些准头的。第一下就打到了，那颗圆球像荡秋千一样来回晃了晃，但因为力度不够没掉下来。这一次我用了全身力气，打中了，红姐。一颗痣迅速脱掉上衣，他转身道：“在这等我，我去捞上来看看。”2分钟过后，我还没看到他的身影，那个掉下来的球也不见了。而等了大概5分钟，一颗圆球被水推到了我脚下，一个人的上半身从水下冒了出来。看到这人后，我松了一口气，是一颗痣。游上岸后，他脸上阴晴不定。红姐，你是不是受伤了？怎么了？水下面有东西，没看清楚，像是个人为建造的大转盘。大转盘啥意思啊？不知道，先别说这个，先看看这东西是个啥。这玩意很硬，足球那么大，我用尖石头砸了好几下才砸开一条小缝，就像开椰子壳。我把手伸进去，想用力掰开这东西，第一下没掰开，但是口子被撑大了，我就用手电照了一眼，里面有一个白色的东西。我试着伸手去摸，结果摸着摸着，我脸色就变了。怎么了 ？CPU。一颗痣脸色微变，不过他比我反应要好些，他强撑着说 ：“CPU 怕什么？要老二在这，还敢跟这玩意亲个嘴？”哼，一边去，让我来吧。CPU 眼眶周围的一圈鎏金层金灿灿的，和纯黑色的 CPU 搭配在一起，风格颇显诡异。一颗痣皱眉道：“早年我帮一个承德团伙做后勤的时候，见过类似的东西，不过那东西不是 CPU， 是一小段白巧克力。当时那个团伙里的把头告诉我，说这东西是春秋战国时期的。”一颗痣抬头看着洞顶上最上面那个青铜器，然后又说：“云峰，你准头可以，这东西粗看几下的有几10个了，你砸一个下来，我们研究研究看。”我特意挑了一块个头大点的石头子，就朝着编钟砸去。第一下我就砸到了，石头和青铜器撞击在一起，发出了悠响清脆的一声回音。再加2把子力气，最后这一下结结实实的打到，编钟掉到了河里。一颗痣早有准备，他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把这东西捞上来了。我掂了掂分量，感觉分量有些过于轻了，然后就问：“红姐，你试试，我怎么感觉分量不对劲？”不是青铜的，这是个好东西，如果我没猜错，应该是天铁的。天铁？红姐，你说的应该是陨石吧？没错，是陨石。铁器出现在春秋晚期，说白了，天铁就是陨铁，是陨石矿。红姐，我现在只想快点出去，我也知道你想干嘛，要不等我们出去以后再说吧，现在还是保命要紧。云峰，这可是好东西，还是带上吧，也没多沉，这地方估计几百年都下不来一个人。怎么样，后背还疼不疼？已经不疼了，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二哥。我们沿着地下河继续往前走，离开这里大概200米左右。走着走着，我鼻子一热，突然没来由的流鼻血。等等，红姐，小年轻就是火力旺盛啊，看到美女就流鼻血。你等等。一颗痣这时还不忘调笑我，他从自己身上撕下来一段布条，想要给我擦血。等等，红姐，你怎么也流鼻血了？也不帮我擦了。他忙仰头用布条止血。就在这时，我们身后突然传来一声低沉的金属打击声。我仰着脖子望去，那一瞬间，我全身的汗毛都炸了起来。地下河上不停冒泡，那些吊着泥球骷髅头的铜锁链开始快速的拉动，几十个圆泥球开始左右摇摆，很有节奏的开始一下一下的撞击陨铁编钟，好像是在某种水下机关术的控制下能自主运转，开始自行演奏一场2000多年前的音律，仿佛传到了人的灵魂深处。这声音听着听着，我就开始感觉到眼睛发胀。我刚刚流的鼻血，现在根本止不住，鼻血越流越多。一颗痣和我情况差不多，同样是鼻血止不住。云峰，快跑，我们要死了！我和一颗痣互相搀扶着，步履蹒跚的沿着地下河岸向前跑，身后钟声悠扬。正如一颗痣所言，水下有张巨大的类似轮盘一样的机关束，这水下轮盘带动了青铜锁链，青铜锁链拉动了鎏金 CPU， 最后 CPU 撞响编钟。云峰，堵住耳朵，往回跑！我搞不清一颗痣的用意，但还是被他带着往回退。但这可是往回走，越靠近声音源头，我耳膜就越疼，连爬带跑的回到了原点。一颗痣说话声很虚弱，丢掉钟，快把钟丢到河里。哦，好。几乎是与此同时的，编钟的声音戛然而止，
那些青铜锁链吊着的流金骷髅头像失去了动力来源，地下河重归平静，像是之前什么都没发生过。红姐，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往回走？云铁互相之间有吸力，这是重力平衡，若少了一个就打破了重量平衡，若拿走其中任何一个，必会触发水下的大转盘。看来刚才真是大意了，竟然没想到水下有机关。要是再晚一步，估计我们已经没了。红姐，你说我们会不会走不出去，困死在这地下河里啊？我擦了擦鼻血，一颗痣没有回话。我吃力的爬起身一看，却看到一颗痣秀眉紧锁，他脸色苍白，已经陷入了昏迷。一颗痣被我晃得上半身摇摆，可他还是一动不动。我从包里翻出来矿泉水喂他，可水喂不进去，都从他嘴角流走了。我咬着牙，吃力的背起了一颗痣。走，红姐，我们一定要走出去，我们还要去找大哥、二哥、三哥的。我渴了就喝河水，饿了就吃点泡发的饼干。自始至终，我都没想过放弃一颗痣。我要救我的伙伴。这里不见日月，也不知道外面是白天还是晚上。我背着一颗痣，又冷又饿，腿肚子打颤，不知道走了多久。忽然间，前方隐隐浮现了一点火光，双腿一软，我还是没支撑住，昏了过去。正当我醒来时，身子有了些暖意，我慢慢睁开了眼睛，耳旁烧柴火的声音噼里啪啦响个不停，阵阵香味钻进了我鼻子里。这时，突然有张满脸是毛的人脸探了过来。你是谁？保持距离后，我心存警惕地问他，学着我说话道：你是谁？我问你是谁，干嘛学我说话？我问你是谁，干嘛学我说话？我忍不住骂了一句：卧槽，你是不是傻子？卧槽，你是不是傻子？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谢谢你了，谢谢你救了我和我朋友。他还是学我说话，现在还没走出去地下暗河，也不知道这人是从哪里弄来的干柴。看着火堆上烤得滋滋冒油的烤鱼，我下意识地吞了一大口口水。喂，我能吃点鱼吗？喂，我能吃点鱼吗？这人怎么老是学我说话？难道这是个傻子？好吧，你吃点吧，别客气。你吃吧，别客气。有1-2天没吃热乎东西了，我马上狼吞虎咽起来。说的是吃一点，但最后我吃了一整条烤鱼，只剩下骨头了。要不你也来一点？麻痹，你小子是谁？我烤鱼呢。原来不是傻子，可这人怎么怪里怪气的？实在对不住大哥，我肚子太饿，一时没忍住，都给你吃了。别动手，有话好好说。你知道我在这困了多久了吗？我逮条鱼容易吗？你现在把食物给我吃了，你让我怎么活？我根本没料到，他说着说着就蹲下开始哭。我往前3步接近他，蹲下来，小心地拍了下他肩膀。大哥，你说你被困在这很长时间了，那你之前是从哪儿来的？不会也是从上面掉下来的吧？少跟我套近乎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小子肯定是北边的，都是钻洞老鼠，别把自己当成宠物猫。而通过与他的交谈，我才知道，原来这人是南方派擅长摸水洞子的盗墓贼。此人姓陈，名建生，他在南方派团伙中担任的是中层土工的位置。照他的原话说，他已经在这条地下暗河的山洞里待了6-7个月了，因为身手和水性都不错，平常就靠着抓一些河鱼、老鼠类的东西来充饥。那你们团伙里的其他人呢？死了，一整个团伙的人都死了。死了？难不成这老头和我们之前在黄长提凑发现的那个人是一伙的？随即我就跟这人聊了起来，告诉了他我的把头是谁，也告诉了我们在黄长提凑盒子里发现的那个人。他低着头没说话，过了能有5-6分钟，他忽然抬起头看着我。你们见过老陈的尸体了？是的，见过了，在盒子里，不过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了，没什么好肉。陈把头，你都坚持这么久了，没想到最后还是……对了，你刚才说已经在这里待了6-7个月，怎么回事？难道是找不到出去的路？出去的路？你以为我没找？这西周大墓下的空间完全是墓主有意为之，就像墓主的私人后花园。行了，小子，走，带上这娘们。你要是不死心，我带你去看看，到那看看你就知道了。于是我重新背上红姐，跟着这男的继续向前走。顺着这条地下河往前，大概走了1个多小时，前方河流忽然一分为二，出现了岔路口。一条小河向东流，一条小河向西流，都是石头。怎么样，走到这看出来了吧？这座西周大墓上面也是这个构造，整体来看就是个 T 字形状，和这条地下暗河的水流走向基本一致。你小子还算有点眼力劲。没错，这上对下的墓葬风水布局其实是墓主故意做的，久而久之就成了风水先生口中所说的失阴地了。眼前是分岔路口，我们沿着岸边走的是左边那条岔路。这男人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，他不时回头催促我一声：喂，小子，我说你快点，
这么慢？天黑了都走不到。什么天黑了都走不到？这里还分着白天晚上吗？再说了，你没看我还背着个人吗？红姐身材丰满，但个头不算高，我估摸着撑死也就110斤左右，虽然不算重，可要是背着她走好几里地，显然有些力不从心，所以我一直走不快。停一下，小子，你看看对面。顺着那老头手指的方向，河对岸是岩壁，借着微弱的手电光，我发现在河对岸的岩壁上有一条裂缝，这条缝隙大概几10公分宽，上下很长，但看不到大裂缝里面有多深。怎么了？还能怎么？游过去啊，不然在这干瞪眼啊！该死，又要游泳，怎么办？我可是旱鸭子，红姐现在还是昏迷状态，要不先拖她一会，等红姐醒了再说。不好意思，老头，我伙伴现在还没醒呢，况且我身上还有伤，要是就这么过去，恐怕会有危险，要不还是等人醒了再说吧。哼，懒驴上磨屎尿多。大概过了3个小时，一旁的老头还坐在河边，好在没多久，红姐终于醒了，而她醒来就张嘴要喝水。我把包里最后剩下的小半瓶矿泉水拿出来，喂她喝了。老娘我是差点折在这了，谢了云峰，你救了我一命啊！你没丢下我自己跑，把头说的没错，你是个重情义的男人。其实没什么的，互相帮助嘛。易科志忽然发现了河边坐着一个正闭目养神的毛脸男人，当即就走过去问了问：“你是？”南派土工打金坚陈建生，北派后勤易科志陈红。2人隔空点了下头，随后便不再和对方交谈，这也算是同行打过招呼了。南派北派就一直不对头，像现在这样能互相拱手报个姓名，打个招呼，这都算好的了。云峰，你怎么这么容易相信别人？万一某些人是心怀鬼胎要害你，你怎么办？哼，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你说什么？你有本事再说一遍。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易科志听到这话，当即就冲了上去，对着男人就是一通乱打。更奇怪的是，这男人竟然没有还手。就这时，我注意到那男人眼神有了变化，先是怒气冲冲，继而变成了迷茫发呆。南边的老鼠，你给我起来！南边的老鼠，你给我起来！你再学老娘说话试试！你再学老娘说话试试！南派臭老鼠，死老鼠，烂老鼠！南派臭老鼠，死老鼠，烂老鼠！停，红姐，这老头有毛病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随即我接连解释这老头的怪异举动，红姐这才明白过来。呵，我说呢，怪不得老学人说话，原来是个250傻子。算了，不跟这南派傻子一般见识。随后我指着河对岸问：“这就对了吗？红姐，你说咱们怎么过去？”过去干什么？你难道真信这傻子说的？红姐，你没注意到那些干柴是哪儿来的？我觉得这人说的可能是真的，这里可能还藏着别的秘密。陈建生还在发傻，还在学我们说话。易科志转身看了他一眼，一咬牙：“行，云峰，你信他，我信你，那咱们就游过去看看，看看里面是不是别有洞天。”这段地下河不宽，但水很深，这个时节水温也很低。红姐水性是好，但她也不敢拖大。喂，你小子往下点，手放哪了？哦，对不起，红姐。红姐，那这男人怎么办？你真打算不管他了？咸吃萝卜淡操心，南派的土工死就死了，不用管他。到了地，我俩走到了那条裂缝跟前。这山缝10几米高，从外面看非常深，宽度一次只能通过1人。我和红姐彼此对视了一眼，红姐率先侧着身子钻了进去，顺着山缝往里钻的时候，我一直收着肚子，因为这山缝里有些凸出来的碎石。出来后，我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傻眼了。我本以为钻过这条山缝，对面可能是另外一处地下岩洞，但我猜错了。放眼望去，全是植物，很多植物。怪不得之前南方派的陈建生会说这下面是墓主人的后花园，只是这后花园未免有些太大了，一眼望不到头，简直就是一个超大的地下空间。在我看来，古人是死如是生。秦始皇建10万兵马俑，用水银为湖海，用明珠化星辰，古人的格局我们小看了。对，确实是格局小了。说得好，小子，我才一愣神的功夫，你们就跑进来了，动作还真是快。喂，北边小子，刚才怎么了？怎么我一愣神的功夫，你们丢下我自己跑进来了？我故意干咳了一声掩饰尴尬，随后又说：“没事，刚才发生了点小状况，现在好了，我们3又聚在一块了，还是暂时合作，想想怎么出去才对。”北派的后勤陈红是吧？这小子说的没错，我在这里待了几个月，知道的比你们多点。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走出去，至于江湖上的恩怨，以后江湖上再争，你可同意？可以，不过我怕某些人会突然犯病，拖累了我和云峰。犯病？谁有病？犯什么病？这还有其他人？没人生病，
都好着呢。陈土公，这里这么大，既然你熟路，那你说说，我们下一步去哪？行了，跟着我走吧。我之前发现了几处可疑的地方，多一个脑袋多一条路，带你们去看看，也帮着给参谋参谋。另外，我提醒你们，有些东西千万不能碰，要不然就等着受罪吧。哦，有些东西不能碰，什么东西？这里都是花草树木吧？走了10分钟左右，他走到一棵大树前停了下来。这大树10几米高，样子很奇怪，有枝干躯干，但浑身上下没有一片树叶。他指着大树扭头说：“之前我把这树当参照物地标，因为它很好认，我给它起了个名叫光棍树。这光棍树正对着山洞裂缝的出口，只要能看到它，就不会在里面迷路。这的确是个好办法。”哼，什么光棍树？它有名字，叫云阳树。没文化就别乱说话。行，走吧，注意脚下的杂草，有些草可带着刺钩。陈建生带着我们继续走，一路上我见到了很多没见过的植物。红姐时不时对我解释，这株花叫草乌头，别碰，碰了身上会痒痒。那这株呢？这株又叫什么？这叫马钱子，那是红鸡冠花，这些都是很不常见的花草啊。忽然间，我看到在一株红色的鸡冠花上趴着一只通体暗黄色的虫子，这虫子和农村田边野地里的知了虫很像。我用木棍敲了敲，仔细一看，这东西竟然没有腿。我好奇地问：“陈土公，你知道这是啥虫子？”不知道，你问我白搭，我也不是什么都见过。这里面稀奇古怪的小虫多了去了。这虫子好像不会叫，它头上长着一对黑芝麻似的眼睛，长得很怪。红姐也摇头说不认识，我也没太在意。对了，你们现在饿不饿？还行吧，能继续走，不算很饿。你小子当然不饿，我抓的一条鱼都让你吃了。走吧，带你们去看个好东西。走吧，带你们去看个好东西。陈建生白了我一眼。1个时辰后，他领我们到了一处地方，这地方是个土坡，高不过1米，看着有点像乱葬岗上的那种小坟包。说完，他就上前去刨土，是徒手挖的。咦，哪去了？我记得我明明埋在这儿的啊！陈土公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你藏了什么东西在这？是一件玉质青月，我无意中捡到的，还是错金银的，上面刻着一幅看不懂的小地图。这哪去了？还能自己长脚跑了不成？而他把小土堆翻了个遍，愣是没找到他口中说的东西。我和一颗痣则在一旁扭头朝四周打量。现在光线不好，周围昏昏沉沉的，模模糊糊中，在前方100米左右的一棵大树下，我好像看到了一个戴着帽子的矮个子黑影，正藏在树后偷看我们这伙人。谁在那？怎么了，云峰？你看到什么了？红姐，我看到了一个戴帽子的黑影，个子很矮，不到1.5米。戴帽子的黑影，个子很矮。云峰，你是不是太累，眼花了？最后，我说服了红姐，我们决定去大树那边查看一番。走到地方后，周围除了花草什么也没有。陈建生出言打趣我：“小子，我看你就是眼花了，什么小矮人，是不是还有白雪公主啊？”我气得不行，刚想反驳他，红姐打断了我：“等等，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”顺着红姐指的地方看去，只见在土质松软的地面上留下了一双很小很小的脚印，看着像5、6岁孩子的，只有4个脚趾头。陈土公，有没有可能是你们团伙里的人？你们团伙里有没有侏儒类的残疾人？没有，先前除了我和陈之国，其他兄弟都出了事。况且我们团队里也没有这种残疾人。突然发生了这档子事，我们也不敢贸然赶路。3人商量了下，说在原地休息一晚，恢复体力。晚上睡觉，我们几人轮流守夜。大概后半夜2点多的时候，我眼皮打架困得厉害，红姐和陈建生现在睡着了，添了2根干柴，我还强撑。突然间，我后脑勺吃痛，不知道是谁用小土块砸了我一下。看着脚下滚落的小土块，我的睡意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碰了碰陈建生，我心里一急，就掐了他一下。你小子干嘛？有病啊你！陈土公，咱们身后有人，刚才他还用石头扔了我一下。陈土公向我使了个眼色，示意我装作没看见。随后我又将一颗痣给摇醒，告诉了他刚才发生的一切。云峰，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现在怎么办？当然是真的，现在怎么办？3人商讨片刻，最终做出了决定，那就是装睡。红姐握着一把小匕首，她手掌朝下，用衣服袖子盖着。我和陈建生手里藏的是一小段削尖的木棍，我们用胳膊压着。果然不出所料，那人又扔了颗小石头过来。好在这次我躲过了，不过陈建生就惨了，石头结实的砸在他头上。他强忍着继续装睡。大概过了能有1个小时，有很轻微的脚步声传来，我眼睛眯了一条缝，躺在地上小心的偷看。只见昨晚上出现的小矮人手里举着小石块，正一步步左扭右扭的朝火堆这走来。他走得很慢，很小心，一点点朝我们靠近，怕这东西发现。我忙闭上眼，
不再去看。而就在这时，动手！陈建生猛地从地上弹起来，他暴喝一声，拿出来削尖的木棍，抬手就刺。红姐也突然起身，对准小矮人，直接拿匕首捅去。这东西像老鼠一样怪叫一声，扭头就想跑。快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！这东西被我拽住了腿，顿时就炸了毛。他拼命的上蹿下跳，力道极大，差点我就抓不住。红姐起身一脚就将小矮人踢在地，对着小矮人就是一通乱刺。这东西吃头，他横冲直撞的把陈建生撞倒在地。很快，不到1分钟，扑通一声，小矮人倒在了地上，他肚子上插着红姐的匕首。死了吗？应该是吧。走，过去看看。而当我们走过去看的时候，这人竟然是一张猴子脸。我们几人互相对视一眼，都是一脸诧异。陈建生忽然转头看向红姐，哎，这玩意儿是不是那东西啊？不能确定，以前没见过。看他们两打哑谜，我有点急了，便问红姐她是不是知道点什么。这东西有可能是民间传说中的山魈，就是山精野怪。山精野怪会戴帽子？这时候陈建生也反应过来了，他仔细的看了看帽子，脸色铁青，连续踹了这东西尸体5、6脚。这家伙，这帽子是我们团队里人戴的，他竟然扒下来戴自己头上了。行了，都死了，你还发个什么疯？找别的，看看你说的那件东西有没有藏他身上。我也帮忙，又仔仔细细翻了几遍，没找到陈建生口中说的那件青玉礼器。这时候陈建生指着上空，突然很兴奋地说：我知道了，这家伙戴的帽子就是我们团伙人的，而我团伙的人在上面出了事，他又能来到了这个墓主的后花园。陈后勤，你说这说明了一件什么事？有条路，你是说这地下河还有一条通往上面的路？对了，没错，这上面和下面肯定有条通道，只要找到这条路，我们就能上去。我也很兴奋，因为若陈建生说的是真的，那我们就能离开这里，就能上去，就能找到大哥和3个他们。可眼下的问题是，山魈从上面下来的这条路在哪呢？关于如何找到这条上去的路，我想了一个办法。山魈虽邪门，但仍保留着部分猴子的习性。据我推测，他们是群居的，山魈族群中少了一个。这些东西会不会派人来找？没错，有这个可能。这样吧，我们把他扶起来，靠在这大树下面，然后我们藏起来，看看会不会有他的其他同伙来。经过我们的精心布置，老远看去，那山魈不像死的，倒像是靠着树干在休息。等了1个多小时，我们等到了想要的东西。前方大概3、400米的地方，白雾朦胧中，模模糊糊的出现了很多小个子黑影，大概有10几个。过了一会儿，这些东西像达成了某种统一意见，4个一伙，他们直接抬起来了死掉的那只，一扭一扭的就要离开。走，跟上他们。不知道走了多久，7拐8拐，跟着这些东西，我们走到了一处很隐蔽的小山洞外面。这小山洞外面杂草丛生，把洞口隐藏得很好，要不是亲眼看着这些东西一个个钻进去，我们都发现不了。陈土公，你在这时间不短了，以前有没有发现这里？没有啊，这么小一个山洞，还用草盖着，我上哪发现去？走吧，跟上去看看。这山洞很小，我们都得猫着腰走。起初山洞里空间很小很矮，要是不小心直起了腰就会碰到头。走着走着，空间渐大，前方出现了一个像门一样的出口，有微微光线透出来。这就到头了？不清楚，赶紧过去看看，别跟丢了。而正当我们到路口的时候，却发现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这山洞很大，很像是一个祭台。我竖着耳朵仔细一听，的确，我听见前面有滋滋的声音传来，藏在拐角处。我们小心的探头朝里面看，突然间，其中有一只跳上石台，他在自己身上摸索了一阵，摸出来一个青白色像小斧头一样的东西。快看，看到了吗？那就是我之前说的东西，真让这帮畜生们偷了，那就是月，这证明我没骗你们。你们快看，他这是在干什么？我去，他们这是在干啥？喝豆腐脑呢？舔食干净后，这些东西陆陆续续的结伴向前，引入了黑暗中。他们走了，我们3自然就出来了。原石台上那东西 CPU 已经不成样了，被他同伙吃了个干干净净，还有一些黄白之物残留。而在祭台不远处，我们发现了一个几乎很大的一个训坑，祭祀坑呈长方形，坑里零零散散有一些白巧克力。但奇怪的是，在这堆白巧克力的中间，横躺着一件鸡头陶罐，这陶罐还有半个身子埋在土里。看什么？这东西不值钱，走吧，别盯着看，怪瘆人的。先别忙，陈后勤，你没仔细看吧？你再看看那个陶罐，没什么好看的，走吧，没什么好看的，走吧。等等，陶器是不值钱，可也要看等级，坑里的这个等级可不低，这可是陶魂仓1级文物。陈建生来了劲，他直接跳了下去，说要把魂仓挖出来看看，要是完整的好的，看看能不能想办法带走。
当时我和一颗痣怎么劝他都不听。陈建生跳到祭祀坑里，他看着那些白骨说：“诸位，借点东西，勿怪勿怪啊。”说完，他一低头，摸到了埋着的魂苍罐。咦，这么重，娘的，真够沉的，这里面不是塞着金砖吧？随后，他将陶罐抱在怀里，走到了我们面前。赶紧接我下，上不去。我忙爬到坑边，抓着他手，把他拉上来。魂苍盖子封死，看样子是原装货，没有被打开过。怎么样？要不现在给整开？这可是原装货，太少了。行里的老把式，很多人也没见过。祭坑里的能出来什么高等级的东西？没准里面塞满了2000钱的人屎，多干成球，成化蛇。陈后勤可真会开玩笑。跟陈后勤你商量个事儿，你把你的小匕首借我用下，我把这玩意撬开，看看里面有啥。接过来小匕首，陈建生蹲下，他扶正魂苍后就开始用刀撬，鼓捣了10多分钟，终于撬开了一条小缝。瞬间，一股酒香味扑鼻而来。我靠！魂苍里装的竟然是酒，2000多年的酒。他后退一步，马上摇头否定。不对，那时候根本没有高度数的蒸馏酒，这酒味。大宝坛汉墓里出土过一件保存完好的青瓷梅瓶，当时那瓶子里装的就是酒。这是虽然罕见，但以前也有，只是没什么人见过。管他的，惊得我陈建生有口福了。不行，机会难得，我得尝一口这酒，品品看是什么滋味。不是吧，陈土公，你真要喝？我可是个酒鬼，都半年没尝一滴了，1000年没酒啊，想想都解馋。小子，我问你，你知道喝酒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什么境界？喝酒的最高境界是喝成肝癌。到这一步，就算修行圆满了。哼，真是个250。嘿嘿，瞧着，我喝了。陈土公撬开魂苍整个油封层，直接伸手进去咬了一点，吧唧着嘴，他眉头直皱，表情看起来不太好。怎么了，陈土公？什么滋味？这啥酒？闻的明明是酒味，怎么尝起来是这个怪味？甜的跟糖水一样。说话前后不过3分钟，我忽然看到他脸色开始发红，而且越来越红，跟脸上刷了红油漆差不多。他使劲晃了晃脑袋。卧槽，怎么回事？这是假酒啊！陈建生是老酒鬼，他用手咬着尝了一点点，顿时就表现出了醉意，说话大舌头，脸上红得吓人。陈土公，你没事吧？还能走路？能？怎么不能？好酒，真好酒，够劲！真是个250。走啊！我又没醉，这酒我要带出去，一滴卖10万。拗不过他，我也只能示意他注意脚下。祭祀坑西北方向有条小路，小路通着山洞，我们都不知道这条小路会通到哪里，只是看见那些东西是从这进去的。这条小路外面看的是平的，走了几十米就开始有了坡度，心下一喜，我觉得这是好现场，因为这是上坡路，有可能能走到上面。突然间，四面八方传来了很多类似猴子的叫声，不知道是从哪跳出来的。他们拦在路中央，滋滋的冲我们3狂叫，每个手里都拿着小孩拳头大小的石头。我和一颗痣被眼前的阵仗惊住了，下意识的开始往后退。瞬间，一块石头朝一颗痣脑门上砸来。红姐小心！走，先退出去。我拽着发呆的陈建生往外跑，几乎与此同时，有很多碎石块铺天盖地的砸来，我胳膊上不小心挨了一下。退出来后，那些东西暂时没跟出来。看我胳膊上流了血，红姐忙问：怎样了？疼不疼？没事，皮外伤，骨头没事就行。都怨你！你说你没事拿那破尿罐子干嘛？陈建生脸还红着，不知道是酒的作用还是被红姐说的脸红了。他摇头骂道：咦，一堆毛猴子而已，你把刀给我，我去全给捅死。陈土公，你别冲动，不能小看了那帮山魈，那样干就是在送死。唉，要是有枪就好了，直接一梭子打过去，保准能全给他打成马蜂窝。红姐提了一个想法，她说可以让一个人先进去，吸引这些东西的注意力，把他们吸引走。如此一来，只要不被发现，剩下的2人就能平安过去。而她直接把矛头指向了陈建生。你去，事情成这样，你的责任最大。好，那就我去吧，你们藏在后头。他没争辩，答应的这么快。红姐明显一愣，陈建生像是酒醒一样，他拱手道：小子，陈后勤，跟你们说个事，事出原因在我，万一咱被石头砸死了，那也不冤。不过我还想让你们知道一件事，我啊，不光是个盗墓的土工，我还是平门白春点的后人。白春点？你说你是八小门平门的传人？是啊，没啥别的意思，就想报个门。我先去了，2位保重。走吧，咱们也去帮帮他。一块醒怒下6分，上至君王，下至臣，
君王一块辖百官，百官一块辖万民。他语气加快加重，继续念：僧人一块说佛法，天师一块说鬼神，一块醒目走天下，说人说鬼说是人。就这么随耳一听，伴随着用石头代替的醒堂木落下，我就感觉大脑充血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眼前那些山魈举着石头一动不动，同样在发呆。赶快走，离开这！走。就这样，我俩走着路从这些山魈中间穿过，这些东西都发呆般的盯着陈建生看，没有攻击我和一颗痣。穿过山魈群，只听到身后传来陈建生的大笑声。诸位老少爷们，今个咱们不说《三国演义》，今个咱们不说《聊斋封神》，今个咱们就说一场武松打虎。我和红姐在外面等了半个小时，陈建生并没出来，站在斜坡下向上望去，一眼望不到头。休息一下吧，云峰。掉下来时我们丢了一个背包，剩的一点饼干粮也消耗完了。坐在这等着，我去附近找找看，看能不能找到吃的东西。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，2个人一起也好有个照应。不行，你现在受了伤，必须在这休息，还是让我去吧，我马上就回来。红姐暂时离开后，就剩我一个人坐在草皮上。起初还好，我也没怎么担心，可慢慢的雾气越来越大，刚才还能看清自己走过的路，现在再往下看去，基本什么都看不到了，到处一片白茫茫。而就在这时，雾气那边好像出现了一个人影，我隐约能看见，这不就是一颗痣的身影吗？我连忙喊道：红姐，是你吗？红姐！我在原地等了好久，突然间迷迷糊糊中，我好像听到红姐在叫我：云峰，云峰，过来啊，我在这。一激灵，我猛地坐起来，竖着耳朵仔细听，熟悉的声音从我前面传来，没错，是红姐她的声音。云峰，云峰，过来啊，我在这。红姐，红姐，你在哪儿？我怎么看不见你？云峰，云峰，过来啊，我在这。怎么每次说的话都一模一样？该不会是中邪了吧？我脸色发白，悄悄后退了一步，伸手一摸，摸到了胸口里放着的小硬块，这是之前姚玉门送我的嘎乌和护身符。很遗憾，并没有什么用，因为那声音久久在我耳旁回荡。幻觉，一定是幻觉！不行，我得去找红姐，红姐一定在等我。我飞快地往上跑，中间脚滑了，还摔了一跤。而就在距离我200-300米开外的草皮上，看到眼前的一幕，我被吓傻了。救命啊！该死，果然是出事了！红姐，等着我！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，我拼命地往上跑。当我来到这个地方时，红姐的整个身体已经被一种奇异的花给吞进。翻开红姐背包，我拿出之前用的匕首，就将这东西的根拦腰斩断。红姐这才从里面掉了出来。红姐，你没事吧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快走，这里太危险了，注意点。来到一处安全的地方，我和红姐松了一口气。她看着我，一脸高兴无语道：昨晚上雾大的简直寸步难行，根本就看不到，只能确定大概位置。我也不敢乱走，可当我回来的时候，发现身后草丛里有东西，我以为是你，就想过去看看，结果就这么一看，身后就被一根藤蔓给缠住了。幸亏你来得早，不然我就真没了。人没事就好。对了，昨晚上我叫你，你听见了吗？有没有给我回话？没，我什么都没听到，更没说话。怎么了？我脸色更难看了，呆呆地望着红姐，不敢吱声。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没什么。你去找能吃的东西，找到了吗？没，附近都是草和树，没找到什么吃的。人没事就好，1天2天的不吃也饿不死人。走吧，咱们再上去看他。走吧，咱们再上去看他。用了小半天，我和红姐终于走到了头了。尽头是一汪水潭，水不清，很浑浊，周围时不时有滴答滴答的落水声。这里四周完全封死，是条死路。我们之前满怀的希望，在看到这处水潭的时候，心里凉了大半截。我用小石头丢了一下，水好深，完了，这怎么办？我们走到死胡同了，出不去了。不一定，据我所知，有些地下河之间是互通的，也许2000多年前，这里单纯只是一个坑，没水也说不定。走到水池子旁，红姐转头对我说：我想下去看看，查探一番。事到如今，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，要是没办法找到老大老三他们，我们迟早得饿死在这里。说完话，她扑通一声直接跳了进去，溅出来不少水花，水面上冒了点气泡。
又重归平静。我拿着红姐衣服，趴在水潭边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水面。过了大概有7、8分钟，红姐一下钻出了水面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没错，云峰，我们猜的没错，下面其实是一条向上的石通道。2000多年前这里本来没水，可能是因为地震的原因导致地下河水倒灌，把这里完全淹住了。那下去大概要憋气多长时间？我预估过了，大概憋气4分钟左右就能游出去。4分钟？我不行，红姐，我憋气憋不了那么长时间，况且我的手使不上劲。红姐担忧地看了我手臂一眼，最后咬牙道：和之前一样，我抓着你，带你过去。现在我们还有力气，要不然过上1、2天，连下水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到那时，只能困在这等死了。那好吧，先休息，恢复一下。云峰，你行的，相信你自己，你不会死在这，我也不会。随后我们在这休息，有些事红姐没说，但我心里很清楚，机会只有一次，我们要是没出去，也就上不来了。可就在这时，我隐约又听到了有人在叫我，这声音和之前的一模一样。云峰，云峰，过来啊，我在这。我以为是自己害怕入水，太紧张出现了幻听，也就没放在心上，继续闭上眼睛恢复体力。云峰，云峰，过来呀，我在这。好了吗，云峰？这时红姐看我脸色有点奇怪，随即就走到了我身旁，而那声音还在不断的出现在我耳边。怎么了，云峰？你打自己干什么？我不敢说自己可能出现了幻听，便准备说我没事，可话到嘴边，我不受控制的就说：怎么了，云峰？你打自己干什么？我竟然在学红姐说话。红姐联想到了什么，她脸色一白，沉声说了3个字：你是谁？怎么我也成这样了？我怎么也出现了陈建生之前一样的状况？难道我也成精神病了？本想再说几句什么，可话到嘴边，不受控制的就说成了：你是谁？怎么了，云峰？你打自己干什么？我不敢说自己可能出现了幻听，便准备说我没事，可话到嘴边，我不受控制的就说：怎么了，云峰？你打自己干什么？红姐脸色苍白，她看着我，做了个噤声的手势。起身后，她皱着眉头，绕着我转了一圈。红姐说：云峰，你别说话，你听我说。我单手捂住嘴巴，点了点头。我问你，你有没有出现过什么幻觉，或者是幻听？我点点头，指了指自己耳朵，示意他我有听到过。你听到的声音最先从哪传来的？不要乱，你仔细想想。昨晚那个声音，最初听到的时候离我很近，听得很清楚，随后就感觉声音变远了。这声音最初传来的地方就在我身边，嘎乌和护身符还挂在脖子上。我摸了摸裤兜，干瘪干瘪的，什么也没有。忽然间，我脸色大变，当着红姐的面，我一点点褪下了裤子，褪下裤子，露出大腿的一侧。我和红姐都吓着了。云峰，你大腿上怎么有这么大一个伤口？谁帮你弄的？我摇摇头，表示连我自己都不知道。这时那个声音又在我耳旁回荡，看红姐的表情就知道，只有我自己能听见，她听不见。等等，云峰，你先别动。红姐直接摸出来匕首。别动，忍着。我咬住衣服，惊恐地注视着这一切。匕首很锋利，红姐咬着牙，她看准了我大腿上轻微蠕动的那块地方，直接下了刀子。本以为会很疼，没想到一点疼都感觉不到，只是感觉有阵酸麻感。红姐小心翼翼用刀尖把从我伤口处掏了出来一只虫子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吓傻了。这不就是我们在山洞里看到的那一只虫子吗？好了，已经死了，应该没事了。试一试说话，看看还会不会跟我说同样的。果然如此，虫子一弯出来，我也不再学他说话，先前的那种幻听也没了，一切回归正常。好邪门的东西，之前没想起来，现在我突然想到了一种东西，一种传说中叫应声虫的小虫。应声虫？那是啥东西？古书上有记载，这是一种罕见的虫，你回头可以去查一下。难怪陈建生之前会变成那样，地下河只有他一个人，又多次进入那个秘境，时间久了，所以他在发作前会眼神涣散，神志恍惚，情况比我要严重。等了一会，红姐看我的伤口没有流血，她起身说：准备吧，我们下水游出去。知道了，红姐，拼了！知道了，红姐，拼了！我从1数到3，到3就开始，保持同步，路程不远，一口气憋到底，你要紧抓着我。没犹豫，伴随着数到3，我和她几乎同步的一块跳进了水里。水温没有地下暗河里那么凉，但水里能见度不高。我鼓着腮帮子憋着一口气，双腿乱蹬，紧抓着红姐，让她带我游。有几条很小的鱼从我身边游过，下潜了不到1分钟，还是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。由于我在水下活动蹬腿，大腿伤口包扎的地方开了，因为血腥味的原因，不知道从哪里引来了一条尺把长的黑鱼。黑鱼个头不大，但是看着好像有牙。红姐回头一看，
看到了这条鱼，他眼神惊恐，拼命地拽着我往前游，力气极大，而我的鲜血也不断渗出。随后，我看到了周围不断有长着牙的黑鱼聚拢过来，它们聚在一起，跟随着血的味道，最后把目标锁定了我和红姐。鱼群越聚越多，开始朝我们这边追来。疼痛传来，有条黑鱼咬在了我大腿上，然后2条，离水面越来越近。红姐也受到了攻击，她像发了疯，拖着我冲出了水面。救命啊！小红、云峰，快上来！去你大爷的！既然咬我兄弟，我弄死你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小红、云峰，三哥终于看到你们了。好什么好？老三，你没看我们俩都成什么样了？几日不见，孙老三一脸风尘，感觉人也瘦了一点。他叹气道：“我们能再见面，也算是老天爷开眼了。小红，你不知道，为了找你和云峰，我和大哥是吃了多少苦。”老三别说那些没用的，只要人没事就行。云峰、小红，你们在下面有什么发现？我们碰下头。随后，我和红姐将我们在地下河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孙老大和孙老三。孙老三听后不住摇头：“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只是我不明白的是，这个陈建生他是南派的人，还主动救了你们，我总感觉有点不对劲呢。”我们也不清楚，不过他还说他是白春年老人的后人，那就更不对劲了。南派里一些有名的土工，我多少听说过一些，毕竟我本身也是干的土工，可我对这个叫陈建生的完全一点印象都没有。你呢，大哥？没听说过，只过陈略有耳闻，应该是跟赵洪水那波人混的。可这个陈建生们的确闻所未。那就先别想了，反正人估计应该也死了，死无对证，想那么多干嘛？云峰，我告诉你，你也不要觉得我们不知恩图报，你知道吗？小红的父亲陈志勇当年就是被南派的土夫子们联手黑吃黑做局，最终让人活埋在了西藏。竟然还有这档子事，这事要是真的，对于红姐来说，那可是杀父之仇啊！怪不得自始至终红姐都没给陈建生一个好脸色看，就算他救了我们，还是这样。对不起，红姐。没事，云峰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迟早有一天我会让他们会变本加厉的讨回来。算了，晦气，不谈这个事了。算了，晦气，不谈这个事了。云峰、小红，我和老三在上面摸的也差不多了，我们发现有处地方很古怪，搞不好有可能是藏着墓主棺椁的主墓室。我们在地宫找了这么久，可还是一点头绪也没有。主墓室在哪里发现的？也不确定是不是，反正一句两句的根本解释不清楚，带你们过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我只是觉得和主墓室有关系。云峰，你腿上的伤怎么样？能走路吗？用不用我背你？不用了，大哥，我自己能行。行，是个男人，我走慢点。你要是跟不上了，记得随时开口，别硬撑。我点点头，随后红姐扶着我就跟着孙老三他们走了过去，举着火把，顺着水潭边上这条路，孙家兄弟把我和红姐带到了一个地方，一堵用鹿和土封死的金刚墙，墙上没门也没窗，就是一堵墙。红姐敲了敲暗黄色的石墙，皱眉道：“老三，碰上这东西没办法，鹿和黄的金刚墙，行李就没听说有人遇到过。一般情况下，行李若有人遇到三合土，都是用反面加醋泡的。可这两样东西，你们也没有准备吧？”确实没有准备，不过既然来了，也不可能空手而归。红姐忽然眉头一挑，知道孙老三和孙老大的想法了。你们该不会是要用炸药将这堵墙给炸开吧？当年定陵五合土的金刚墙后面就是万历皇帝的棺椁，咱们都走到这了，要是不看一看这里的正主，岂能甘心？可到底我们还是在地宫里啊，2根9.5的火雷管威力不小，你们就不怕地宫炸塌了，把我们都活埋在这里面？这点我们当然也考虑过，但是小红你这样看，这地宫2000多年都没塌，说明质量还是很可靠，我和老三还是有信心的。那随你们吧。鹿和土金刚墙拦的就是盗墓贼，要是古代盗墓贼碰到这个，几乎只能选择绕道而行，包括拐子针在内，任何奇淫技巧都没用，擅长分金定穴的高手来了也没用，要想进去，谁来都不好使，只能暴力破开。结果这可是95雷管啊，知道硬，没想到这么硬，这要是用手挖到猴年马月的也整不开。这可是95雷管啊，知道硬，没想到这么硬，这要是用手挖到猴年马月的也整不开。见一根不顶事，老三也狠了。大哥，直接把2个雷管绑一块炸。老三你疯了吗？2根雷管串联在一起，威力成倍增加，这都是开山才用的法子。没办法了，门打不开，就这么干。随后孙老三一把将孙老大包袱里的雷管给掏了出来，见劝说无果，孙老大还是默认了。开始可能是担心紧张，孙老三手抖了好几次，
这次的动静声比第一次还要大得多，头顶上往下落了不少碎石泥土，都是被震下来的。空气中到处弥漫着一股火药味，足足过了近10分钟，尘土烟雾才散去。地面下炸了一个坑，老三蹲下来，啪啪用手电照了照，隐约中好像照到了什么东西。墙后果然有密室空间，棺椁是棺椁，老大，我看到棺椁了。主墓室原来躲在这乌龟壳里，之前的东西耳是都是假象。我先钻进去看看，你们跟在后面。冷，好冷啊，三哥，这里面怎么这么冷？我哪知道，谁让你穿这么少了？刚进来我就发现不对劲，没想到就隔着一堵金刚墙，里外的温差竟然差这么多。这种冷是冷到骨子里的，冻得红姐都打了个喷嚏。随后，我们的目光都被密室中央横放着的东西吸引住了，竟然是白色的棺椁。巨大的白色棺材边上立着2铜人。此时老大惊疑道：“这墓主人还真是不按常理出牌，好好的主墓室不待，非把自己一个人藏在这犄角旮旯的。就这2铜人，我猛一看还以为是兵马俑，吓我一跳。有可能这块犄角旮旯是什么风水宝地吧？看我的，我给他整开。”说完话，孙老三从包袱里就拿出了小钢铲，大哥用火把帮忙照明，三哥则拎着铲子绕着棺椁转了一圈。我知道他这是在找天井，而天井就是古代人在墓葬内留一个小口，其寓意是让棺材里的人能灵魂升天，这个小口子就叫天井。找到了，你们快过来看。老三，这里面有几层棺椁？看不清楚，只能一层一层的试试才知道。那行吧，先开吧，只要开了缝，下一步就简单了。不到一会的功夫，孙老三将第1层棺椁打开，这往下一看不要紧，所有人都大吃一惊，白砗磲的这层椁之下，竟然是一层黑色的金属椁，氧化了，这是银的，银椁。这真是开眼了，光这2层椁板就这么厉害，那最里面的棺材里到底还有什么大货？而当我们打开的3重棺椁的时候，奇怪的一幕发生了，只见顺着银椁板的缝隙处流出来很多黑色的粘稠状液体，而且越流越多，一股腥臭味扑面而来。等等，三哥，你们快看，前面流水了。这些黑水是不是从棺材里流出来的防腐液？好臭啊！看着像，等流干净了咱们再看看。照着之前的情况看，里面最少还有1层椁才对。这时我发现了一件怪事。咦，不太对劲啊，大哥。怎么了，云峰？这2铜像下面是不是有坑？你们看看，怎么这些棺材液都渗下去了？顺着铜像角那块，走过去看看。走近了点，我们用火把仔细一打量，这才发现了其中的猫腻。原来是这样，银椁板里流出来的这些防腐棺材液，都顺着铜像脚边的这些小眼漏下去了。可能这是以前墓主人故意设计的，目的是防水。行了，先别管这个了。老三，把最后1层椁板给它撬开。孙家兄弟前后上铲，不大会儿就撬开了这层椁板。伴随着银椁板脱落，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具金色棺椁。孙老大原本以为这是最后1层，可现在看来竟然还不是。紧接着2人又开始忙活起来，费了一番功夫，经过脱落，终于露出来了包裹在里面的棺材。这副棺材通体漆黑，老大眼神好，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表情凝重地说：“如果我没看错，这是一具老槐木的阴沉棺材。”阴沉槐木？不能吧，大哥，不是金丝楠阴沉木，怎么以前还有用槐木做棺材的？云峰，你话只说对了一半。阴沉木种类很多，不单只有金丝楠阴沉，还有红椿、青冈、柏树、麻柳、红豆杉、麻桑。真正稀少的是阴沉槐木，这种木头千年不烂，鼠虫不咬。难怪这具棺椁保存的这么完好，4重棺竟然还是阴沉槐木做的。而正当孙老三他们要打开最后1层盒子的时候，老槐木阴沉棺突然抖动了一下，我突然听到盒子里发出一声闷响，我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正想问我身边的红姐有没有听到盒子里有声响，可就在这时，棺材又抖了一下，不是听错了，也不是我看错了，这一次我听得清楚，这盒子里分明有什么活物。怎么可能？里面竟然有东西在动。这时孙老三眼神呆滞地看着我问：“别说不吉利的云峰，是老鼠，我们别自己吓自己。”老三说完话，咋呼呼地拿起工兵铲，直接2步上前对准了钉。他起掉第3根钉的时候，我靠近了点儿，然后趴在盖上仔细听里面的动静。里面竟然还有呼吸声，难道里面的人还活着？我顿时就感觉事情不妙，刚想说什么，可我话说晚了。推开棺盖后，三哥站在盒子面前，他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地，仿佛被施了定身术。怎么了，老三？里面有什么玩意？像是没听到大哥的话，他还是保持着推盖的姿势，一动不动。三哥，大哥叫你呢，你怎么不说话？孙老三依旧没有回话。我和红姐也马上跑过去查看情况，跑到棺材前定睛一看，不单单是老三，包括我在内，所有人都看愣了，看傻了。里面躺着的人，竟然是我们团伙里失踪了半年之久的孙老二。
孙连福反应过来后，孙家兄弟急声大喊。谁能想到，突然消失了6个月的孙老二，此刻突然出现在了高过诸侯王规格的金冠银国里。若不是亲眼所见，这事说出去我们肯定不会相信。二哥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你怎么跑到盒子里了？到底是谁把你害成这样了？一时间，大哥三哥伏在棺材边，泣不成声。别哭了，一个大男人哭得像个小媳妇，还不快把老二弄出来？对，老三，快把老二给弄出来！我们都凑上前去，想搭把手把二哥从盒子里抬出来。就这时，我突然发现老三衣服里好像有什么东西。我低头一看，看得很清楚，二哥他衣服下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不停蠕动，一扭一扭的。等等，二哥，别动！怎么了，云峰？此时我顾不上这么多了，强忍着恐惧，把二哥身上套着的花袍子退了上。看清了状况后，我们所有人瞳孔瞬间睁大。三哥最先回过神，他神情暴怒，一把就抓住了这条尸鳖。这东西看起来完全不怕人，被抓住后身子还不停蠕动。等等，老三，你先别动，你看看老二的肚子上，这是什么？青铜管？这东西死后，那根铜管还插在二哥肚子上，伤口看起来插得很深。这次他不敢直接拔，因为不知道二哥伤势情况如何，不敢硬拔。老三，你注意那根管子，尽量别碰着。先出去这里，这附近肯定有别的路，要不然老二他从哪下来的？我们赶快离开这里，去医院。好，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离开。而就在我们带着孙老二离开墓室的时候，红姐右脚突然踩在了一块石板上，这块石板被她这么一踩，直接陷下去了3公分。别动，老三，你看着点老二，都待在原地别动，别乱走。孙老大走到石板面前，仔细地打量着。而就在这时，原先留棺材液的地方，就是同人脚下的那些小眼，忽然没来由的开始往上冒白气。大哥，你们快看，那是什么？不好，快跑，这是毒气。哈哈，大人妙算，他们果然都中招了。陈建生，怎么会是他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一醒来就感到头疼，我想活动活动，却发现自己动弹不了，我双脚和双手都被人用绳子捆上了。红姐，大哥，三哥，哟，年轻就是好，身子骨不错，就你醒得最快。陈土公，你没死啊？你绑着我干什么？赶紧给我解开！哼！大人们，出来看看吧，看看这小子适不适合当祭品。那孙老二真不行，都5、6个月了吧？戒后的尸身还没什么反应。他话音刚落，从黑暗中走出来几道身影，总共3个人，2名中年男子和1名老人。建生啊，怎么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年轻人？没错，大人，应声虫在这人身上起作用了。陈土公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哈哈，你叫云峰是吧？果然是涉世未深啊。正好，陈后勤你醒了，你说说看吧。没事，可以畅所欲言。没事，可以畅所欲言。我扭头一看，红姐手脚被绑，她靠着石墙已经醒过来了，正一脸愤怒地死盯着陈建生看。别啊，陈后勤，你这眼神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吃人呢。你之前装作精神病，故意装疯卖傻学我说话，是为了接近我和云峰，打消我们的顾虑心，对吧？没错。云峰抓的那只应声虫是你故意放的。没错，应声虫对这小子有反应，不过可惜还是被你们提前发现了。而且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里面的那些山魈也是我训练出来的。为了训练这些畜生，我是天天说书给他们听啊。最终目的就是引你们到这里，引你们见棺材。红姐胸口起伏，她显然是气到了极点。我们被人算计了。陈土公，我们与你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干？你们不用知道为什么了，反正也活不了，也没必要都知道。建生，动手吧。这就动手，大人。陈建生抽出来3根线香点上，他手握3炷香，看着我和红姐拜道：北派的2位闻了香，就请上路吧。等等，我想知道一件事。大人不是说了吗？你们已经没有知道的必要了。陈后勤，其实我还有点喜欢你，但没办法，你是北边的，我是南边的，道不同不相为谋。你这个混蛋，你给我滚开！哼，八小门白春点的后人，竟是如此小人行径，也不知道是哪个瞎了眼的人会用你这种卑鄙小人。小子，你说什么？你有本事给我再说一遍。难道不是吗？呸！你
还是先办正事吧，剑生，别耽误了。这时红姐看着那矮个的侏儒老人，一字一句道：如果我陈红没猜错，你是苏秦背剑小柳头吧？阁下是长春会的人，怎么和南派的盗墓人混在一块了？阁下也不怕掉了身份？女娃眼力不低，竟然知道长春会，还知道老夫年轻时的名号。岂只知道我父亲的死和长春会脱不掉关系，就算我陈红今天死在这里，我也要对天发誓，只要那人还活着，我陈红一定会为父报仇。大人，别和他废话了，我直接帮你宰了他。等等，女娃，我问你，你父亲是谁？听你的意思是说长春会故意包庇了杀你父亲的凶手？侏儒老头摆手制止了陈建生，看老头轻描淡写的样子，红姐咬得牙齿直响。陈小黑，我父亲是陈小黑。侏儒老头背着双手来回踱步，像是在考虑着什么。3分钟后，他转身吩咐道：剑生，这女娃不能杀，暂时控制起来，等我们办完事出去了，就把这女娃放了吧。老大人，你什么意思？这女人叫易科志，在北派道上还挺有名，放了她，要是她把消息传出去了，那不是给我们南派招惹麻烦吗？那是你们自己的事，这次我们联手只是各取所需，但不代表我们就是一路人。我说不能杀，那就是不能杀，那就是不能杀。那这小子呢？你先前不是说应声虫对这小子有反应吗？和孙老二一样，还是老办法。得了吩咐，那两男人把我架起来就拖着走，路程不过5分钟。这2人把我带到了一处大坑前，检查了下，确保我挣不开后，其中一人随身掏出来一小包东西，打开小包，他站在坑边朝坑里倒了一点粉末状东西。你们究竟要干什么？小子，只能怪你命不好，自求多福吧。说完，2人便急匆匆地离开了这里。而等待我的究竟会是什么？思索了大概5分钟，我看到了可怕的一幕：石桌左右两边的地面上，忽然爬过来很多之前孙老二身上出现过的尸鳖，顺着地面正不断地朝我爬过来。我吓坏了，拼命地想要挣脱绳子，可依旧没有什么用。完了，这次是真的完了。没想到我向云峰竟然会死在这暗无天日的地宫之中，而且还会死得很惨。隔着不远，我鼻子能清楚地闻到这尸鳖身上的腥臭味。正当我万念俱灰，准备迎接万虫撕咬的痛苦时，这些东西在我身旁不到20公分的距离停了下来，似乎是在忌惮什么。这一幕让我不由得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大脑飞快地运转。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，难道是我身上藏着什么让他们害怕的东西？不管了，试试能不能站起来。挣扎了2分钟，我终于站了起来，而这些东西并没有攻击我。现在的情况我也顾不上这么多，直接顺着石台边上跳了过去，想要利用食盐割开我手上的绳。忽然间，我脖子上姚玉门送给我的嘎乌和护身符掉在了地上。让我震惊的是，这些尸鳖看到护身符，竟然往后退了一步。难道是因为这东西？先打开看看吧。很快，黄纸团被我打开，里面流出来一些淡黄色的粉末。黄色粉末无色无味，但我身旁不远处，几只尸鳖一闻到这黄色粉末，顿时就像长虫见到了雄黄，飞快的后退。我低头一看，黄纸团上还写着2行小字：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暗访小人，明访小虫，地宫阴曹，当心当心。看完这话，我心中掀起来了滔天大浪。姚玉门送我的护身符里有24字劈眼，这女人难道早就知道了我和大哥3个的秘密计划？竟然还知道我会在地宫遇难。看完符上留下的字迹，我便紧贴着墙壁想要离开。这些东西没有再跟过来，顺着路走了几分钟，我忽然看到前面有火光传来，好像还能听到人的谈话声。我悄悄地靠近。陈哥，你说咱们这次事办得这么漂亮，要那具干尸真能靠着吸人血复活，那咱们就大发了。对呀，陈哥，长春会的副会长快死了，咱们把那干尸给他，说不定陈哥你就能从8小门晋升到4大门，我也能加入长春会，以后都能横着走了，什么样的马子泡不到？你这小子，难道你进长春会就为了泡马子？大男人能不能志向大点？哈哈，我的志向可比不上陈哥你啊！你本事大，自己团伙里的手足兄弟们说坑就坑，眼都不眨的。快点求吧，250。果然被红姐给说中了，我们被人做局了。和陈建生搭伙下墓的那帮人，包括已经死了的直国臣，都让陈建生坑死了，真卑鄙。跟了一路，约莫着有半个小时，陈建生和那个男人停了下来。我看到前方有个很隐蔽的石洞入口，洞口用一些干草掩盖着。扒开干草，这2人相继钻了进去，原地等了3分钟，我也猫腰跟着钻了进去。陈建生和叫皮3的男人正在攀谈，在他们面前横放着一张巨大的半透明塑料筐，塑料筐里盛满了液体，这些液体看着像淡颜色的牛奶。隐约的，在大塑料筐内的液体中有个黑影泡在里面，从外面映照的轮廓看，这黑影像是个人。哎，皮3，
哥，我问你个事，你说尸体真能死而复生吗？不知道啊，陈哥。不过我看这事有点邪。你就说咱们之前从金冠银国里把这东西弄出来了，当时咱们都看见了吧？那具尸体只是瘪了点，牙都露在外面，那是人。我藏在山洞口，悄悄地打量偷看，在他们面前横放着一张巨大的半透明塑料筐，塑料筐里盛满了液体，在大塑料筐内的液体中有个黑影泡在里面。别动，你小子不要命了，还敢碰这些水？咱这不是好奇吗？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我得告诉陈哥你，这次出去后，陈之国的那点家当我也应该有份吧？我也不贪心，给我3成就行。自然，这是你也出力了，我答应你，3成就3成。太好了，仗义。三啊，你不是对这东西好奇吗？你真想看看也行，站边上小心点。说好了，只许看一眼啊。真的，我能去看一眼？去吧，不要碰水就行了。得了准许，男人走到塑料大水箱前，他低头看了看，头也不回地说：陈哥，这水白花花的像牛奶，看不清啊，在哪呢？在中间位置，你再仔细看看。中间好像没有啊。接下来发生的一幕，我全在暗中看进了眼底。只见陈建生悄无声息地捡起来地上的一块圆石头，他脚步声很轻，踢人对着那男人喊了一声：皮三啊？什么？呸！3成，你敢跟我要3成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半成都没有，那都是我陈建生应得的。呸！踢了踢皮三，见他没什么反应了，陈建生扭头朝四周观望了起来。我忙缩回去藏好。好险，差点就被发现。Sir，安心点走吧，你那份陈哥我先替你留着。你放心吧，等你到底下见到咱们的支锅和后勤了，你也替我带句话，就说逢年过节的，我都会给他们烧点洋房美女的。话罢，陈建生抬起了他的上半身，看那架势，摆明了是要往大屁矿里丢。陈建生可能一时手滑，这一下没把人整进去，反倒是砰的一声把皮三又放倒。没曾想皮三被磕醒，他没死。干你姥姥！不过1-2分钟，皮三的脸色就由红变成了紫。就在这时，皮三的脖子一点点转了过来，他长成猪肝色的脸不偏不倚，和我四目相对了。他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。哼，跟我斗，你还愣了点？你既然这么喜欢这皮筐，也罢，那就进去吧。谁在那？见鬼了，这是刚刚明明有声音的。算了，先过去再说吧。好险，差点就被发现了。先跟上他吧，必须要想办法救出红姐他们才行。走到一处宽旷的地方，陈建生和被唤作剑哥的男人停了下来。我一看，这里平地而起搭着一顶很大的军绿色篷包，从外形上看非常像蒙古那边的蒙古包。他们撩开门帘直接进去了，门帘那块有条缝，我偷偷往里一看，里面有3个人，这3人都穿着白大褂，戴着面罩，有几台我见都没见过的电子仪器放在桌上。此外，一个小型的柴油发电机正在工作。进行的怎么样了？唉，这里的条件还不如我们港岛实验室的1%。女人抱怨了几句后，她继续说：你给我们的样本已经看过了，这份生物样本体内几乎没有水分，但其部分细胞依然还有活性。除此之外，样本血管内有种类似伪氨基酸的物质，这种物质成分以现在的条件来看都极难提炼。你实话告诉我们，把我们请来，到底让我们研究的是什么？哼，你话太多了，完成你们的本职工作，然后拿钱走人，不该问的一句都不要多问。哼！女白大褂也来了脾气，她一把摘下面罩。喂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他另外一名男同伙马上拉住他，劝道：小安别冲动，老师让我看着点你，让你别犯傻。老板放心吧，我们进度很快，再有2-3天就能提炼出你们想要的东西。哼，1天，我们最多再给你们1天的时间，明天这个时间点，我必须要见到最后的成果。说完这话，男人直接扭头向外走来。情急之下，我藏在了帐篷后面。陈建生出来送男人，他拍着胸脯子说：剑哥，您先去，这里我帮你催着点。小柳头大人，那还得麻烦您多美言几句。男人走后，陈建生大大咧咧地坐在椅子上。美女，我这人比较好说话，我听说从那具尸体上提炼出来的东西，能让人返老还童，长生不老，这真的假的？离那步还差得很远。说实话，我不认为凭借我们现在的技术能做到那一步。现在还有很多事情解释不通，我们提炼出来的东西，最多也只能算是个半成品。说着话，女人拿出来一个小玻璃瓶，
玻璃瓶里装着一种淡蓝色的透明液体，就是这东西。女人晃了晃透明的玻璃瓶，陈建生咽了口唾沫，他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小玻璃瓶里的淡蓝色液体。那好吧，既然还是半成品，你们就加把劲，你们继续，全当我不存在。你们两个继续，我去方便一下。太好了，终于落单一个，还偏偏是个女的，必须抓到她，一定要打听到红姐的下落。这女的同伙叫她小安，我则称呼她为安研究员。一路小步快走，安研究员最终把方便的地方选择在了一处石头后面。他扭头朝四周观望了下，见没人，便撩起来白大褂准备蹲下。好机会！救命啊！不要动，不要喊，敢喊我就割破你脖子。你是谁？你不用管我是谁，我问你答，知道吗？你要是敢骗人，呵呵。别伤害我，我只是听从老师的意思来干活的。我问你，你见没见过一对兄弟，年龄大概30多，不到40，还有一个女人，也是30出头的样子，右眼角下有一颗小黑痣。说实话，见过没有？你能不能让我上完厕所再说？都尿裤兜里了。那不成，要是你跑了怎么办？我找谁去？说见没见过？我没必要骗你，我们很少离开这。我们进来的时候也是让人蒙着眼进来的，那些仪器是老师联系的，我连现在自己在哪都不知道。我求求你，不要害我。这女人本就长得漂亮，妥妥的混血儿，贴着身子我都能感受到她身材。我心里给自己打气，让自己千万别露了怯。我从她白大褂口袋里摸出来一个透明小瓷瓶，瓶里装有那种淡蓝色的不明液体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从样本身上分离提炼出来的，用的是国外先进的 HBJ 生物提炼，这种只能算是半血清性质，不可以直接作用人体。我个人觉得并不会有什么用。什么玩意儿？老子一个盗墓的，你跟我说这些？不过听他们说这东西能让人起死回生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带着这一丝疑虑，我威逼安研究员把他带到了一处无人的拐角处。这地儿远离那边，四周全是碎石。蹲下。求求你，我都告诉你了，你放我走吧，我们应该明天就要离开这鬼地方了。只要你愿意让我离开，我就做你女朋友，你想怎样就怎样的那种。但请你不要伤害我。此话当真？求求你，我都告诉你了，你放我走吧，我们应该明天就要离开这鬼地方了。安研究员大眼睛一眨一眨的看着我，软声软气的为自己求情，但我知道，以这帮人的性子，很有可能不会让他们活着出去。但我不会直接说。你不用跟我说那些没用的，我没兴趣。照理来说，我与你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肯定不会平白无故的害你。不过嘛，眼前情况特殊，你和你那些同伴要还想出去，要还想活命的话，就必须得答应我的条件。我想活命，你要我答应你什么条件？让我混进你们的队伍中，你来做我的内应。为了救出一颗痣和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我也只能混进研究员的队伍中，顺便也把被蒙在鼓里的几个研究员一块带出。因为我们现在还在地宫深处，甚至连出口在哪都不知道。安研究员为了自己能活命，最后也只能无奈答应了下来。那你现在要我怎么做？我则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。他先叫出来他那个男同伴，我躲在暗处瞅准时机，一石头砸倒了这人。我抓紧时间，飞快地脱掉了男人身上穿着的防护服和面罩。安研究员看着倒地昏迷中的同伴，放心吧，死不了，给他留了口气。和他结伴回去。走到门口时，我正了正脸上的面罩，压低了声音：美女，记住我之前的话，咱们各取所需，则相安无事。明天一旦离开，咱们天南地北再不相见。我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不过你一定要答应我，一定要把我也带出去。没问题。喂，美女，你这哪是去上厕所了？刚才我见你把同事叫走，你们俩该不会是去……安研究员白了他一眼，随后打断了程建生的话题。喂，最后关头，我们这儿还需要一样东西来检测。为了保证结果的准确度，我们要活体，年龄最好在30岁左右，是女人最好。啥玩意？你意思是说要活人做试验，还必须得是30多岁的女人？反正交代给你了，这是关键一步，办不办你自己看着办吧。要是那伙人最后问起来，你别说我没告诉你。陈建生脸色阴晴不定，几分钟后，他沉声道：在这等着，我去找人问问，看看能不能满足你们这条件。此时，另一位男白大褂显然不知道什么情况。小安，你这是？师兄，你别管了，这是老师交代的步骤。安研究员找了个借口，应付了过去。大概过去了1个多小时，从结果上来看，我是赌对了。红姐被人一把推了进来。我说陈后勤，你能不能老实点？进去，再不老实，陈后勤，你可别怪我不留情面了啊！好了，你出去等吧。那可不行，我有任务，得看着你们几个。那你在门外不能看着，我们还能跑吗？怎么，女人脱衣服你也死皮赖脸的要看？那好吧，我就在门口，别和我耍花样。
出结果了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。陈建生出去以后，红姐双手被反绑着，听说我们要脱她衣服，就朝我们吐了口唾沫。几个小鸡仔而已，一块上就好了。老娘要是皱下眉头，就不是一颗志成红。你这女人，你想什么呢？我们还没开口呢，谁稀罕你啊？呵呵，那就是有这心没这胆了，一帮小鸡仔。你骂谁是小鸡仔呢？你有本事给我再说一遍。李哥，你别和她一般见识，这女人我有用。小安，我怎么总觉得你今天好像变了个人一样，说话都听不懂，没头没尾的。还有老许你，往常就你话多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我看着安研究员和他四目相对，他对我点了点头，深吸了一口气。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一点点解开了自己面罩，面罩滑落，安研究员立即对这人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他同时用另一只手指了指门外，示意陈建生在外面。红姐瞪眼看着我，许久，她表情不可思议，咬着牙嘴里蹦出来2个字：云峰。你谁呀？老许呢？你不用问我是谁，我就说一件事，你和他想不想尽快出去，离开这个鬼地方？李哥，老许没事，这人虽然行事鲁莽，但我觉得他说的在理，我认为我们应该暂时合作。安研究员虽然胆子小了点儿，但冷静下来后口齿清晰，他把之前的情况都讲给了姓李这人。红姐理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随后他小声问我：云峰，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？我大概知道老大他们一伙人被关在哪，你准备怎么救？一听这话我松了一口气，红姐说大概知道地方，这可省事了不少。随后我就将自己的计划说了出来，可话刚一说完，白大褂李征眉头一挑：这能行？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？别人先不说，就那个不足1.5米身高的小老头，你之前见过吧？见过一次，怎么了？那小老头厉害得很，之前我们刚到这的时候碰到了好几只四脚蛇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那小老头随手就甩出去了3把飞刀，每一把都准确无误地扎穿了四脚蛇的舌头。什么东西？飞刀？你不是瞎说吧？现在是20世纪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人用那种东西？我骗你干什么？我说的句句属实，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能跟你瞎说？再说夸张点，我认为古代打仗的百步穿杨都不过如此。你想想，万一我们被发现了，那小老头不得一下把我们全扎透？云峰，他说的没错，我小时候听父亲提起过此人，在长春会内和我爷爷没马眼睛陈和这人平级，这人惯用4寸半飞刀，寻常普通之人根本近身不得。我们的计划要是被他发现了，恐怕确实凶多吉少。我不停地来回踱步，不单单是那个小老头，就算我们灯下黑，和安研究员搭伙躲过了那伙人，但是出去的路在哪？而就在这时，我们头顶上突然传来了阵阵打雷声。听着头顶上传来的阵阵雷声，我把注意力放到了帐篷墙角放着的一口大缸上。云峰，你该不会是想……我想试试，万一这办法有效果，我们或许能找到出去的路。可是我知道你会认为我小没经验，但眼下的事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，试试吧。随后我朝着一旁的安研究员吩咐道：美女，你去把发电机的声音调到最大，我们必须把大缸给搬出去，以此来掩盖我们挪动大缸的杂音。安研究员看着我一头雾水，也不知我到底要干什么，只能照我的吩咐去做。大约过了5分钟，我和红姐将大缸搬到距离帐篷100米开外的一块草坪上，准备利用听雷的办法来寻找出口。而就在这时，不知道从哪传来了2声怪叫声。怎么下面还养着鸡？估计是山鸡之类的吧。没什么，别管这些没用的，我们开始吧。这法子真有用吗？别到头来我们白忙活了一场，最后还是被人抓回去了。隔行如隔山，不懂不要瞎说，实在不会说话就说点吉利的。上吧，云峰。点点头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然后直接跳进了水缸里。这口缸可以理解成回声收集器，其原理有些类似那种简陋的竹筒传声装置。这就好比一个人在山洞里放炮仗，炮仗声扩散到死路和活路后再传回来，那种回音肯定不一样。在盗墓行里，这法子叫听雷。怎么样了，云峰？听出什么了吗？那个方向的回音不一样，很有可能通向地面。那就好，这样我们也不至于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碰。已经知道路了，你俩要自己走还是跟我们一块儿走？不过我可是先说好，我和云峰还要去找人救人。安研究员陷入了沉思，反倒李征很快做了决定。我和小安还要回去一趟找老许，既然知道了大概方向，那我们就不跟你们一道了。他俩要回去找同伴老许，我和红姐也要去找大哥他们。我心里叹了一声，但愿双方都能活着出去。红姐，你确定是这里？怎么一个看守的人都没有？大哥他们被小老头那伙人难道真的关在这？没错，就是这儿。先前和老大分开的时候我留意过，当时他们就停在这儿。走吧，进去看看。
红姐，你确定是这里？怎么一个看守的人都没有？大哥他们被小老头那伙人难道真的关在这？没错，就是这儿。先前和老大分开的时候，我留意过，当时他们就停在这儿。走吧，进去看看。顺着红姐指的路，用手电照明走了几十米，我在地上发现了一个薄膜塑料袋，袋子上有商标，是超市货架上那种速食面包用的。小心点啊，红姐，这附近可能有人。红姐，奇怪了，刚才还在这里的人去哪儿了？忽然间，我用手电一照，我看到在西北角方向有个人在那一动不动，看衣服应该是红姐。吓死我了，红姐，我怎么叫你不回话呢？红姐此时脸色苍白，眼神呆滞，对手电光都没什么反应。我用手电照她，连眼睛都不带眨的。这不是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个声音吗？怎么会在这？此时前方黑暗处浮现出几点火光，我拉了拉红姐，下意识后退2步想要跑，可她站得很稳，我都拉不动她。那几点火光也离我也越来越近，黑暗中逐渐浮现出来几张面孔。你小子还挺能耐啊！之前是我们小看你了，你竟然能从蛇坑里跑出来，年纪轻轻看来还是有点手段的，也不枉我们费尽心机的来逮你。看着陈建生，我深吸了一口气问：红姐怎么回事？你们是怎么回事？你们是怎么发现我踪迹的？小娃娃，我帮你介绍下，这位是八角门鸟口金传人温云姑娘。鸟口金擅长训练猫头鹰和野瑶，只要人之前吞下纸耳金，温云姑娘便能通过鸟叫声控制住这人的基本行动，这也算是旧社会奇门技巧的一种。原来程建生这伙人早就知道我们的计划了。红姐第一次进同胞开始，她就已经被人强行喂着吞下了纸耳金，已经被玩猫头鹰的这女人控制。看来安研究员那伙人有危险了。话罢，陈建生转头看着小柳头，一脸掐妹。大人，大鱼儿什么时候要钩？依我看，凭大人您神出鬼没的4寸飞刀，这些大鱼只要敢从水面冒头，肯定是死无全尸啊！哼，不用拍马屁，如果我猜的没错，他们对面至少有一位和我平级别的人物。希望不是魏文通和乞丐刘吧？大人，魏文通不是10几年前就得癌症死了吗？乞丐刘听说也得了老年痴呆，早就半身不遂的坐轮椅了。 13年前，自副会长掌握实权以来，偌大的长春会几近分崩离析，都借着生病的借口脱离组织告老还乡了。建生虽是白春点的后人，但有些事你知道的还是太少了。希望地宫里的东西有用，能让副会长大人再多活几年，否则的话，江湖上又要不太平了。而当我和红姐醒来时，已经被扔进了一处岩洞之内，四周一片漆黑，就像地牢，上面盖子一盖，下面光线瞬间暗了下来。红姐大概2个多小时后神智才恢复正常。红姐，你没事吧？刚才你是怎么了？怎么叫你好像都听不见？好端端的就被那怪鸟给控制住了呢？黑暗中，红姐无力地说：“云峰，你听说过一个叫鹧鸪哨的男人吗？”鹧鸪哨，就是那个能学天下所有鸟叫声的盗墓贼。没错，就是那个人。这种职业都是以前的皮行，他们的身份不光是盗墓贼，男的叫鹧鸪哨，女的叫鹧鸪婆。这行本就人少，女的鹧鸪婆就更少了，屈指可数。云峰，我们刚才见的那人，就是真正的鹧鸪婆。我之前也没想到，现在竟然还有这么年轻的鹧鸪婆。鹧鸪哨和鹧鸪婆，一个会学鸟，一个会驱鸟，这里面有很多不传之秘，寻常普通人根本理解不了。可能是太累了，红姐心情低落，躺在了我怀里。突然间，我又想到了什么。红姐，你之前吃下了鹧鸪婆的秘方纸耳金，会不会以后还受那女人控制？会是会，但不是现在。鹧鸪婆想要控制我，和上一次的时间必须有间隔。那是一种药，外面道上我认识几位南苗疆的黑苗，他们能帮我解决肚子里的纸耳金，但前提是我们还能出去。能出去，我们肯定能出去的，红姐，你要对自己有信心。唉，若父亲将爷爷的美马刀传给我，他就不会死得那么惨。但若是我有爷爷的本事，若我会用美马刀，我必提刀北上，杀上长春会，干掉那帮老不死的，杀光当年害我陈家的那些人。激动过后，红姐已经泣不成声。我认识她这1年来，从没有见她哭过。黑暗中，红姐埋头哭泣，她上半身微微颤抖，起伏不定。黑暗中，我轻轻抱住红姐，希望能给她些许安慰。正在此时，的牢盖被人从上面掀开了。下去。老实点，要是还敢跑，嘿嘿，看见你刚才朋友的下场了吧？安研究员披头散发，
他被人从梯子上推下来，随后上面那人又扔下来一个蛇皮麻袋，麻袋形状滚圆，滚到了安研究员身边。他被人从梯子上推下来，我有些担心，跑过去忙搀扶他。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不该跑的，不该跑的，我们不该跑的。安研究员不停重复着一句话。红姐看了安研究员的模样后直摇头。云峰，你跟他说话，他这是吓着了。你看看，是我啊！别怕，你那2个同伴去哪儿了？5分钟后，他眼神清醒了几分，他颤抖左手指向了那个被人从上面扔下来的蛇皮麻袋，疑惑地看了眼麻袋。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解开，我先用手摸了摸，只能感觉到是个圆球状物体。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云峰噔噔的后退2步，我结巴着惊恐的大喊道 ：“CPU 是那个老许的。”可能是我的话刺激了安研究员，他此刻不住的摇头碎碎念：“马上该我们了，马上该我们了，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，马上该我们了，马上该我们了，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。”李生呢？死了，死了，都死了。这帮混蛋，活生生的一个人，1小时前还好好的。我问你，这2人是谁杀的？是小柳头，他费那么大力气找你们过来，还费财费力的运过来那么多医学仪器。没错，你们是害怕逃跑了。可就算这样，你们也对他有大用，他们怎么会杀人？红姐看着安研究员狐疑的问：“难道他们的死另有隐情？你肯定知道什么？快说！”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我求求你不要问了。黑暗中，红姐起身，她走到安研究员身前蹲下，抬头看着我。清醒点了没？要是还不够，我不介意帮忙再多来几下。被打的嘴角流血，安研究员哭哭唧唧地说：“是药，是粽子，咬死了老许，是泡在水里的那个东西。说清楚点，什么药？粽子又是什么？”我下意识往裤兜一摸，冰凉的触感传来，把东西掏出来，是一个装着淡蓝色液体的玻璃瓶。哟，你说的是这玩意？你不是说这东西没用吗？还是个半成品，还说什么以现在的技术根本不可能实现。不是的，我们错了，老师错了，老师就不该派我们来顺德，那不是人世间的东西，那是妖怪的。什么东西？妖怪？见我和红姐不以为意，安研究员突然像发了疯，他趁我不注意，猛地把玻璃瓶从我手中抢了过去。他举着玻璃瓶大喊：“别过来，退后！你们看过后就知道我说的都是真话，你们要相信我。”安研究员双手颤抖，瓶塞，他扒开老许的上嘴唇，往他嘴里滴了3滴淡蓝色的液体。安研究员用牙咬开玻璃瓶塞，他扒开老许的上嘴唇，往他嘴里滴了3滴淡蓝色的液体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我和红姐真的看到，只见老许的 CPU 此时正在不断的上蹿下跳，好像在打量周遭事情。整个过程持续了不到3分钟，随后恢复如初 ，CPU 一动不动。信了，我们信了，你赶快把这东西收起来。深呼吸，我尽量让自己冷静。眼前发生的事情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。我看着安研究员问：“还有呢？我记得你刚才还说过什么身体，那是怎么回事？”不是身体，是妖怪，浑身流脓水，头发长得很长，身高很矮，像个小老太婆。安研究员的这句话彻底的把我给惊醒了，因为没下幕之前，姚玉门曾经好像也提到过。我额头上开始冒冷汗。没下幕前，那天我在星星大饭店陪李经过生日，后来我碰到了姚玉门和几个西装男。当时姚玉门那张罗盘上的银针一直不停的摇晃，指针一直指着我身后。云峰，你身后站着一个没牙老太婆，在看着你吃饭呢。当初发生的这件事我没敢告诉红姐，我暗自摇头否定，这不可能。姚玉门这句话当时应该只是开玩笑，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含义，可能是我想多了。几人休息了一段时间，安研究员许是神经绷得太紧张了，没多久他就靠着墙睡了过去。迷迷糊糊，我也靠着墙睡着了。这时突然有动静声传来，原来是看守的人怕我们渴死，用绳子往下卸了一桶水，水桶里飘着个木瓢。红姐，安研究员，快过来，有水了，我们喝点水。不喝，不能喝，水里肯定有毒。没事啊，要是那帮人想要害我们，不至于用这种手段。你难道墙上有什么东西？红姐突然起身，她走到墙边，轻轻地用手划过，这一片位置刚好被水打湿了，是刚才水瓢里的水，隐隐约约、模模糊糊的出现了好几张脸的轮廓，而且这些轮廓都闭着眼。我吓了一跳，
使劲的揉了揉眼再看，没眼花，的确越看越像，没眼花，的确越看越像。红姐，刚才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我们看花眼了？没有眼花，我也看到了，再试试吧。三合土墙这次吸够了水，很快，我们眼前整面墙上浮现出来了上百张人脸轮廓。安研究员被吓得不停大喊大叫：“没用的东西，闭嘴！”云峰，我问你，你现在还能尿得出来吗？啥？红姐，你说啥呢？怎么扯上这个了？云峰，我怀疑这地方不是废弃没用的殉葬坑，那些殉人应该都被人做成了色斗龙，被住在了这些墙里。看我疑惑，红姐深吸一口气解释说：“等会儿你往墙上尿一点，或许能看出来。这种情况我以前见过一次，赛斗龙是商周战国时期的叫法，春秋战国之后叫埋魂柱，现在人叫打生桩。”打生桩。所谓打生桩，其实是古代传下来的一种极其邪恶恐怖的建筑方术。古时因为工程技术不发达，许多大型工程在修建过程中会经常出事，古人不知其中原理，便将其视为鬼神的惩罚与怨灵的报复。所以为了平息鬼神的怒气，驱逐徘徊的怨灵，户主便会将人扣在墙里，而那个被扣在墙里的人便被称为生桩，此后千年万年死守此处，永世不得翻身。童子尿和陈醋有酸性，能让三合土变软，我也不知道真假，你试试看吧。随后我就照着红姐的吩咐去办了，水越放越高，只把身后的安研究员看得目瞪口呆。不过3分钟，三合土泡过尿后，看样子的确像有所变软。红姐见状脸色一喜，她瞅准一块地方开始大力的用尖石头。墓葬里的三合土是很硬，但是怕童子尿和食用醋，这是三合土最大的作用。又过去了几个小时，我照常接着对墙来回放水，也在不断的喝着大缸里的水。红姐也在不断的对着石墙用石头打。然而石墙的情况和我们想象基本一致，墙上出现了一个半米见长的黑窟窿，有轻微的凉风刮进来。通了。这时红姐努力探头往外看了看，然后又说：“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了，红姐？外面啥情况？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？先钻过去再说，继续留在这里夜长梦多。我大概算过时间，离他们下来送饭还有3个多小时，这段时间内我们要尽可能远离这里。”那好吧。云峰，你干什么？红姐，带安研究员一块出去吧，他留在这里也怪可怜的。带他干什么？咱们现在都自身难保了，现在哪里还有时间顾着他？安研究员双手捏着衣角，小声地说：“我求求你们带上我吧，我还不想死，我保证不会拖你们后腿。”哼，胆小鬼！红姐脸色不悦地扭向一边，不再说话，看样子是把决定权交给了我。红姐，我之前答应过安研究员要带他出去，咱们就帮帮他吧。行，跟着我们也行。这次你先钻过去。红姐之前动手打过他，安研究员心里也知道这是被当了小白鼠。他望着黑乎乎的墙洞也害怕，但他更害怕我们丢下他不管，也没敢多说什么。紧接着他就钻了进去。大约过了5分钟，对过安研究员的话音传来：“我没事，这里地上有点稀，你们也过来吧。”不对啊，这怎么这么多稀泥？怎么了，红姐？是不是哪里不对劲？云峰，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刚进来时看到的木头山？是那个扬长题凑吧？我知道，我们还见过那墙上的壁画，因为纹了柏木上那些老脸俊，所以看壁画时出现了幻觉。我说事情不对劲，就出现在这里。当初看的壁画上的内容，不单是盒子，还有一片泥泞沼泽，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是一共有6个人出现在壁画上。所以你刚才才有那种反应。咱们现在一共才3个人，你说你看到壁画上有6个人，难不成另外3个人在我们身边，我们却看不见？算了，神鬼之说也只是无稽之谈罢了。走吧，先出去再说。而当我们出去之后，我发现刚才那些泥还只能陷到脚踝处，才走了这么几分钟，现在竟然已经陷到了小腿处。说来也怪，地面上没见有什么大量的积水，不知为何这路面会如此泥泞不堪。帮我，我没力气了。来，抓住我手，你就跟在我后面，看着我的脚印走，别的地方不要乱踩。我知道了。路况越来越难走，而且我发现刚才那些泥还只能陷到脚踝处，才走了这么几分钟，现在竟然已经陷到了小腿处。要留在原地的话，那帮人肯定还会追来，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，想着尽快走出这片泥泞的沼泽区。突然间，前方传来红姐的惊呼声，我看到红姐一脚踩错了地方，她整个身子正在快速的往下沉。云峰，快帮忙拉我上去！我见状大惊，忙招呼安研究员一起过去拉红姐。我不过来还好，一过来，我和安研究员也跟着一块陷了下去。我们3手拉着手，正一起往下沉，很快泥浆就淹到了大腿根。红姐紧张的满头大汗，她大声喊道：“
别乱动，别挣扎。不过这只是暂时减缓了下沉速度，肉眼可见的，我们身子还在一点点往下陷。安研究员吓哭了，快想办法！先别慌，红姐，安研究员试着往后仰躺，同时放松大腿，不要强行挣扎，手脚尖，身子往后躺。红姐和安研究员立即学我的办法，开始尝试着让自己的重心转移。这么做的好处是加大了身体和泥沼泽的受力面积，但还没办法脱困，我们只能这么半漂浮着。云峰，没办法了，看来我们都得死在这里了。别说丧气话，肯定有办法，我们肯定还有办法的。我极力劝说红姐不要放弃，而安研究员这时候也是松开了我的手，脸色惨白。我没力气了，我坚持不住了。我心里万分着急，可自己又不能动，我红着眼睛大喊，却只能看着安研究员一点点的往下沉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有一段烂木头被扔到了我们面前。我往岸边一看，只见在离我们不远处的地方，正站着一个瘦小的身影。看他的样子像一个小孩，也不知是男是女。这根烂木头就是他丢过来。手，快给我手！红姐，快爬到木桩上去，帮忙拉我和安研究员一把。红姐此时也不破例带死，爬上木桩上后，用力的拽着我。不幸中的万幸，安研究员身材瘦体重轻，我和红姐借着浮木支持，拼尽了全身力气，总算把他拉了上来。总算是上来了，得亏了有着木桩，不然我们三今天估计就交代在这里了。咦，刚才那人呢？怎么不见了？这时我和红姐也反应了过来，连忙朝着刚才的方向望去，走近一看，泥地上只留下了一个脚印。可不对劲的是，地面上的脚印是4个脚趾头，这人和之前我见过的那脚印一模一样。我和红姐几乎同时脱口而出：山魈！这不可能啊！怎么会是那东西救了我们？云峰，你注意过没？这只山魈好像和之前那只不一样，头顶上有一顶破旧的草帽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们不是一个族群？没错，既然这东西救了我们，至少说明他对我们没敌意。那我们就跟着这排脚印走，跟上去看看。跟着脚印一路前行，没多久的功夫，前方出现了一个洞口很矮的小山洞，脚印最终在洞口外面消失了。这洞口高度还不到1.4米，要想进去必须得弯腰才行。走，进去看看。安研究员可能有幽闭恐惧症状，他看起来很怕。我安慰他不要多想。红姐不时叮嘱我们小心。而当我们进来之后，地上有些烧灭的树枝木炭，还有一些粗制滥造的石质小罐，角落里还堆着不少干草，看着像是睡觉用的。怎么山魈还会生火做饭？红姐，你看地上这些石器，这是不是山魈返祖成了山顶洞人了？不是，这明显是人生活留下来的痕迹。我不认为那些东西会掌握这些生活技能，这说不通。既然不是他们干的，那说明这洞里一定还有其他人。先找找看吧，看看能找到些什么东西。随后我们几人在山洞里搜寻了一番，倒是没找到什么人。不过安研究员在睡觉的地方有所发现。哥，你快过来看，我发现了一些东西。朝着安研究员的方向掀开夹层，有匕首、火折子、几袋子包装完好的压缩干粮，还有一段剪开的绳子和一小盒纱布。这东西足以说明一件事，这山洞里之前是有住着人的。这山洞里之前是有住着人的，而且肯定不是我们现在这伙人的，也应该不是小柳头陈建生那伙人。那这是谁？仔细听，有脚步声，有人进来了。先藏起来，先藏起来。很快，洞口处钻进来一个身影。我刚举着石头准备照这人脑门上砸，这人突然一抬头，我和这人四目相对。怎么是你？你怎么在这？怎么，向云峰，几个月不见，刚一见面，你这是想砸死我吗？玉姐，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？你不是早离开顺德了吗？姚玉门指了指干草堆。几人坐下来后，他看着我道：这是说来话长，说实话我也很意外，我没想到能在这里碰到你们几个。孙家兄弟在哪？有没有出事？大哥三哥被人抓住了，不知道现在关在什么地方。二哥现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。我当初劝过你们，你们不听，事到如今也怨不得别人。本来在计划里我们还要过几天才露面的，没想到被你们误打误撞的发现了。我们，玉姐，你的意思是？话到这，红姐看着姚玉门，她若有所思了片刻，轻声开口了：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样。我急了，因为我听不懂他们在打什么哑谜。红姐看着我摇着头说：云峰，事到如今你还没看出来吗？这件事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就被蒙在了鼓里，可笑的是我们还故作神秘的瞒着把头。唉，把头也来了，怎么可能？姚玉门让我别这么激动，他简单讲了讲事情的经过，却把我听得好一阵才缓过劲儿来。当初我们进地宫，下地宫发现新鲜白巧克力时，王把头就断定我们一定会下墓救人。那时三哥骗王把头我们要离开顺德，让三哥去外国给我找女朋友。原来从一开始
把头就没有离开顺德，我们干的这一切都在他眼皮子底下，他什么都知道。云峰，你误会把头了，整件事背后很复杂。王把头也有他自己的顾虑，他了解孙家兄弟的秉性，我和王把头商定的计划，其实也是从那天开始的。红姐深吸一口气，她看着姚玉门说：“现在不光是南北之争，长春会小柳头也介入了，这些你和把头知道吗？这里是地宫的夹层，我在这生活了3、4个月，有什么我不知道的？3、4个月，这么说，除了那座地宫石门，还有别的入口能进来？玉姐，你说这个地方其实是地宫夹层，那你是怎么知道那帮人消息的？”自然有帮手替我打探消息。说完，姚玉门突然打了个响指。几分钟后，有2个戴着草帽的小矮个从山洞外钻了进来。他们一见到姚玉门，开始不停滋滋吱的叫唤。我给他们取了个名，左边公的叫大郎，右边母的叫小翠。云峰，来，过来认识一下。这时，他冲着我不停撅嘴，看着像是要上来亲我。你好，我叫夏云峰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云峰，你不用紧张，他们族群都是这样跟人打招呼的，洗洗就没事了。你咋不去试试？一见面就抱着你啃，你猜是啥滋味？这时大郎的眼神也是盯着安研究员，好像是在琢磨什么。片刻后，慢慢的靠了过去。行了，差不多就可以了，回去。云峰不用害怕，他们已经被驯服了，一般情况下不会攻击人。把头呢？把头现在人在哪？王把头现在不在这里，因为小柳头那帮人要对付的人就是他，具体情况还是先出去再说吧，这太危险了。一路上，安研究员听着姚玉门的一番话也是吓傻，因为姚玉门说的正是放在他们帐篷里的冰棺，那就是界侯的小女儿，她的金棺银果被那伙人打开了，长春会找来高手想压制，我就知道迟早会出事。那是1000年不见的阴姿师，他小女儿都能变成这样，我不敢想这位界侯现在到底变成什么样了。我们准备的东西都不一定有作用。那黑驴蹄子对他有用吗？阴姿师是古风水地脉学里的东西，用那种东西当然不行。不过我听我叔叔说过，用湘西那边传下来的老捆参绳和喊口钱或许有用。总之已经超出了常人能理解的范围。王把头不露面，其实根本就不是怕小柳头那帮人，而是他们从金棺银果里被他们放出来的那东西。我们现在不光要和长春会的人斗，还有可能要面对传说中的阴姿师。看来把头一再小心是正确的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玉姐，你应该在这里时间不短了，这前面是通到哪去的？这下面地势结构很复杂，没有地图，我平常没事的话也不会出去乱走。而就在这时，前方开路的2只山魈滋滋吱的开始大叫。玉姐，我咋听山魈的叫声有点像3长2短？难道是前面有什么危险？安研究员看着前方的黑暗，有些害怕。要不我们绕路走别的地方吧？只不过是2个山魈的叫声而已，没准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再敢胡乱说话，你就别跟着我们了。安研究员支支吾吾的低下头，不敢看红姐的眼睛。此时戴草帽的山魈疯狂大叫，来回乱跑，并且不断用手指着地下。姚玉门用手电往下照了照，我们发现了点东西，是一张类似蛇类动物的蜕皮。这不是四脚蛇石龙子吗？怎么这种东西还会蜕皮？这是不是太大了点？这不是四脚蛇石龙子吗？怎么这种东西还会蜕皮？这是不是太大了点？姚玉门用手电看了四周一圈，他说：洞中之所以有这种东西，可能和当初的墓主人有关。这种东西是冷血动物，大脑不够发达，甚至都没法识别静态目标，人为是控制不了的。姚玉门话音刚落，地面就不断开始波动，2只山魈直接抓着凸出来的石头爬到了高处，他们盯着地上某一处疯狂大叫。不对，小心，地下有情况。借着姚玉门的手电亮光，我忽然看到淤泥下有一节异常的隆起。不对，是左边，朝我们这过来了，快跑！这一声巨响，几人便被这一股突如其来的动静吓得不知所措。一只体长超过2米、浑身蓝黑色的四脚蛇从淤泥之下钻了出来，它趴在地上，和我们大概间隔着不到10米的距离。所有人都吓得不敢动。这到底是四脚蛇还是大蜥蜴？这东西怕不是一口能把人脑袋咬下来？都别轻举妄动，这东西没法识别静态物体。紧接着，四脚蛇慢慢的朝我们这边靠了过来，动作很笨拙。忽然间，安研究员毫无预兆，拔腿就开始向后跑。安研究员，别动！救命啊！我喊了一声，可是已经太迟了。这畜生4脚着地，
立即飞快地爬着朝安研究员逃跑的方向追去，速度极快。安研究员回头一看，顿时吓得脸，他脚下一打滑，直接摔在了泥潭里，四脚蛇一口咬在了安研究员小腿上，开始拖着他跑。不要安研究员连哭带喊的朝我们这里爬，他现在浑身上下都是泥，小腿上鲜血直流。我忙跑过去，他拽过来，而那畜生跌跌撞撞的爬了5、6米后，不再动弹。还好，已经死了。你知不知道刚才多危险？你差点就没命了，你知道吗？必须得马上走，我本来不打算用的，只要枪声一响，那伙人肯定能听到。我们已经暴露位置了。那他呢？他现在还能走？我指了指安研究员，他现在坐在地上，小腿裤子都被咬破了，伤口处一片血肉模糊，看起来很严重。都是这女的坏事，要不然我们也不会这么早暴露位置。长春会那伙人肯定现在正往这边赶，走。红姐一把拽着我胳膊往前走，姚玉门也没说什么。我们把安研究员一个人丢在了这里。我不时回头看看，就看到他捂着小腿坐在地上，在不停地抹眼泪，看着很可怜。他抹着眼泪抬头看过来，是在看我，那眼神好像是在对我说：“救救我！”要不咱们带上他吧，红姐，你看他怪可怜的，咱们也不能见死不救啊。走吧。你这个疯子！我大步跑了过去，看着倒地的安研究员。安研究员双目圆睁，已经没了呼吸，一颗子弹正中人心，他死了。为什么？我之前为了活命劫持过他，但我从没想过真正的杀他。为什么？他之前已经知道我们的计划，与其让他被抓回去受苦，还不如给他一个痛快。但你要是带着他，最后会拖累我们整个队伍的。云峰，走吧。我知道他说的道理没错，可我就是……你们先走，我马上跟过来。行吧，随你。死了就死了，云峰，你快点！把安研究员平放倒，我用手一盖，帮他合上双眼，帮他捋顺了双腿，想着让他尽量体面点。对不起了，你们不应该来顺德。你现在也算是和老许、李生他们团聚了，一起来，一起走。就这时，有个蓝色小玻璃瓶从他裤兜里滚了出来，没摔破，滚了2圈后停到了我脚下。看着闭上双眼的安研究员，也不知怎么的，我脑袋里鬼使神差般的生出了一个念头：这东西真的能让死去的人复活吗？拧开瓶盖靠在安研究员嘴边，我一抬手为他喝了1/3。我紧张的后退了2步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预料中像老许那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，安研究员还是那样，眼睛闭着没有一点变化。云峰，快点，磨磨蹭蹭干什么呢？来了，这就来。原本想刨个坑把他埋了，可我们如今也是在逃命，没有这个时间。我最后深深看了一眼安研究员，小跑着追上了红姐，发觉我闷闷不乐。红姐皱着眉头说：“怎么？难道你是喜欢上刚才那个女人了？”没有，哪有的事，就只是萍水相逢而已。毕竟在一起生活了几天，有点感情是正常的。你不用撒谎，我能看出来，你小子还是在意那女人的。这件事换作是我来，我也会这么做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姚玉门并没有做错什么。我知道，红姐，你放心吧，我分得清轻重缓急。知道就好。我跟姚玉门道了个歉，表示自己刚才不该那么大声吼他。姚玉门点点头，没有多说什么。只见他双指并拢吹了声口哨，随后那2只山魈得令而去。他们耳朵灵，1公里范围内有什么风吹草动都能知道。我让他们断后帮忙放哨，先休息一下吧，补充点体力。咕咚咕咚的喝了几口水，咽下嘴里的干粮。我抹了抹嘴角，随后跟姚玉门聊了起来。玉姐，没想到你有枪，还打得那么准，能不能让我也看一看？我没见过真家伙。算了，我不放心给你，万一你要走火了怎么办？一般情况下，道上人都不愿意用这东西，我准头只能算是一般吧，比起我哥来还是差上不少的。这是我叔叔给我防身用的，毕竟防人之心不可无。他一脸平静，话也说的语气轻松，我不禁暗自啧舌，但想想我也只是随口一说。而就这时，放风的一只山魈忽然跑到了我们面前，一顿乱瞟啊！姚玉门面色一变，走，快走！那伙人追上来了，比我预料中的还要快，带我们去附近能藏人的地方，石缝、地下岩洞或者山洞都行，赶快！像是听懂了人话，山魈扭头就跑。亏得有这东西帮忙带路，没走多久我们就看到了一处山缝，山缝狭窄，宽度刚好能容下一个人。我们3个都躲进了山缝里，不多时就听到外面传来人的说话声：“剑哥，这帮人动作也太快了，咱们都这么赶了，愣是没瞧到人影。”
是啊，剑哥，这帮人可真能跑啊！刚才那让人开了瓢的大四脚蛇，您看到吧？地上还流了不少血，我闻过了，是人血。他们肯定有人受伤了，咱们迟早能撵得上。藏在山缝里，我和红姐悄默声的对视一眼，只有血，他们没看到其他的。安研究员呢？我吞了吞唾沫，没敢把话说出来。走，继续往前，这帮人跑不了。看这几人离开，我们都松了口气，还好没被发现。刚才是个好机会，有机会下手，你为什么没开枪？以你的准头，应该不难吧？那个叫剑哥的，你不认识不奇怪。此人近些年跟在小柳头身边，在江湖道上很少露面。此人不但手脚功夫了得，他在长春会里还有个干爹。把头说过，尽量不要得罪此人，要不然很麻烦。所以我不敢杀他。他干爹是谁？能让把头这么忌惮？你说个名号出来听听，看看我是否知道。他干爹现在被关在精神病院，这人姓谢。谢启荣，这人竟然还活着。这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跟我来。随后姚玉门把我们领到了一处角落，这里前后左右被石头遮挡，十分隐秘。到这儿后我就问，你们刚才说那剑哥的干爹叫什么谢启荣？这人是男还是女？什么来路？怎么我看你们都很忌惮？长春会囊括了五花八门、三教九流的江湖人，其中不乏一些有本事的亡命之徒。从90年代末期就逐渐分化成了老派和少派。之前用白猫头鹰加小口径控制人的女人，就算少派的；小柳头那伙人就是老派的。道上曾有传言说，谢启荣当年杀了燕子李三的一位后人全家，并且糟蹋了其妻女。而恰巧北平流星王少元也是燕子李三一脉的传人。后来呢？后来是不是这王少元为同门报仇了？没有，后来王少元败给了谢启荣，还被人偷掉了2颗招子。他一夜从飞檐走壁的北平奇侠变成了双目失明的瞎子。为了对付谢启荣，后来长春会会长派来了7位高手，最后才清理了门户。只是没想到10几年前的事情，这人还活着。红姐握紧拳头，又慢慢松开了。姚玉门看了眼红姐，颔首道：“你知道的事情不少，看来没少收集关于长春会的情报。先不说这些了。”姚玉门吹了声口哨，叫来了一只山魈，他从怀中掏出一个圆形吊坠，挂在了山魈的脖子上。计划有变，需要提前碰面，带我们去见人。姚玉门吹了声口哨，叫来了一只山魈，他从怀中掏出一个圆形吊坠，挂在了山魈的脖子上。计划有变，需要提前碰面，带我们去见人。山魈用鼻子闻了闻圆球，立即滋滋叫唤着跳了出去。过了不到5分钟，我们来到了一处山洞，一共进来4个人。瞧见为首的老者，我顿时从地上跳起，惊呼出声：“啊！把头！”把头走过来，笑着拍了拍我肩膀：“云峰啊，有几个月不见了吧？”王先生，这就是你之前跟我提到过的那个小伙吧？我向后看去，说话这人浑身上下破衣烂衫，这行头活脱脱的就是个要饭叫花子。但这人的眼神很明亮，很纯净，像婴儿一样。姚玉门一躬身，对这乞丐见礼道：“刘爷。”把头找来的另外一名帮手岁数很大，这人个头和红姐差不多高，他挎着个藏蓝色布包，站那里还有点驼背，给人一种死气沉沉的感觉。云峰，这是湘西过来的赵爷。驼背老头眯着眼扫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云峰，小红，是不是后悔了？后悔当初没听我的劝告，尤其是你啊，云峰，还和老三合伙忽悠我说去外国找女朋友，你们玩了个啥？玩到这儿来了？错了，我们错了，把头，我们只想找到2哥。把头拍了拍我肩膀，看着我和红姐道：“江湖险恶啊，云峰、小红，这次就当长记性了。不过长春会虽然惹不起，但我王先生也不是吃素的，感动我的人，不管是人是鬼，都要给个说法。”把头，你真考虑好了？此事过后，不管结果如何，不管孙家兄弟能否救出，我们可都算得罪了长春会。小红，整件事都不是我们主动，是他们有些欺人太甚。你知道要是老二在这儿会说句什么吗？老二肯定会说：“去他娘的吧！”王把头，容我说一句，你们之前出去查探的如何？可有所发现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姚姑娘已经确定了范围，大概200米左右。不过要想具体知道棺椁的地点在哪，还得用到你们老姚家的伐头罗盘。这我知道，东西都已经备好了，只要确定了大概位置就好办。随后，在把头和那名湘西赶尸匠的带领下，一行几人出了山洞。路上我问把头前2天去哪了，把头说他之前是去找极阴之地了。换句话说，整座飞鹅山下极阴之地共有2处，一处是界侯带子的埋棺之地，因为要想形成阴姿尸，则必须葬在极阴之地下；而另一处就是那间密室，藏金棺银果的那间密室，但那不是界侯的棺椁，是他小女儿的金棺银果。而我估计，这位主给自己选的位置更阴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先一步找到界侯棺椁，
然后以此为条件来交换大哥、三哥他们。怎么样了？玉门还没找到了吗？没错，就是这个地方。咦，这里不是关押我们的地方吗？怎么绕了这么大的圈子又回来了？马头，这就是你说的极阴之地？不错，准确的说是坑底下。不行，马头，你们不能下去，那下面全是四脚蛇。我急声告诉了他们我之前的遭遇，不过把头听后脸上仍面无表情，像是早就知道这些。此时姓刘的叫花子清笑道：“你这娃，一帮小虫怕什么？还能吃了你不成？”刘爷，你不知道。小虫也能吃人，我们之前就见到过一条2米多长的四脚蛇，一口就可以把你脑袋咬下来。此话当真？2米多长的石龙子，你们亲眼见到的？云峰没说谎，柳哥的确有2米多长，当时我也在场。那感情好，干这么多年了，2米多长的石龙子，别说见过，听都没听过。要是还能碰上一条可好，我试试看能不能驯服。可是柳大哥，石龙子是冷血动物，智力可没山魈那么高。没事，四脚蛇也是蛇，蛇属于窝嘛，我自有办法。先别谈这些，到了坑底再说。反正上次下去我们没碰到那么大的，都是些小虫。我们几个先下去，云峰、小红，你们殿后都小心点，一定要抓牢绳子。几人顺着绳子滑到了坑底。乞丐留下滑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单手抓着绳子，看都不看脚下一眼，一往下滑就是好几米，看着身轻如燕，臂力惊人，比我这个小年轻体力都强。滑到坑底，柳玉山直接从怀中掏出一根香，用打火机点着，他就那么举着香。这是老海狗配的须蛇香，四脚蛇也是蛇，嗅觉灵着呢，一闻到这香味都躲得远远的，哪还敢出来捣乱？把头用手电照了照周围，随后说道：“姚姑娘，该你出手了。”玉姐点点头，她从怀里摸出来一张巴掌大小的罗盘，随后她让我们拿着磁铁，分别站在东南西北4个角的边缘处，而她本人则脸色凝重地端着小伐头盘，站在了最中间。怎么样？脉象开紧，前项开紧，平项开紧，可偏偏哭项没有反应。脉是角木蛟，前是房心兔，平是嘴火猴，哭是避水蛇，水蛇化蛟，火候心兔，4点半方位。云峰，你往左前方走2步。到了玉姐。姚玉门看了看四周角落，然后低头又看了看罗盘，最后他才看着把头点了头。就在这里，误差不会超过1.5米，阴气很重，6名磁铁的磁场反应很强，那里地下一定有东西。开始挖的时候，上面一层土还算比较软，但随着渐渐挖深，我们发现越往下挖土质结越硬，最后挖出来的都不是青白土，反而是一种带着淡淡白霜的土。这土就跟冬天地里下霜了似的，我用手碰，竟然还冰手。湘西来的驼背老头一直旁观，他看到这番景象后眉头挑起。极阴地，看来是找对地方了。若在这地方躺2000多年，想不成因4世都难。这主够狠，把自己子孙18代都给陪葬了呀！我们这么卖力挖土，愣是没出汗。我明显感觉到周围温度下降了几度，我不确定是不是看花眼了。有那么瞬间，我好像看到自己孵出来的都成了白气儿。而就在这时，乞丐刘忽然让我们停手。等等，不对劲，你们先停下。怎么了，刘爷？乞丐刘闭着眼睛，他耳朵前后一动一动的，像是在仔细聆听什么动静。突然间，他猛地睁眼，转身用手电向上照去。此刻，强光手电的灯光就像一束聚光灯，不偏不倚地照出来一个人影。就看了这么一眼，我噔噔噔的后退几步，手里旋风铲都没拿稳，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。安研究员，岩壁上的安研究员低着头，他头发往下，我们看不清他正脸。这身衣服是安研究员的，我一眼就认出来了。怎么会？他之前明明死了。红姐望着那边，同样一脸恐惧，因为她跟我一样，都亲眼见过安研究员尸体。什么鬼东西？安研究员速度太快，把头手里的手电也快速跟着。姚玉门又连开了2枪，2枪命中。安研究员身子只是抖了抖，速度没有丝毫放慢，眨眼就爬到了姚玉门面前。玉姐小心！什么鬼东西？安研究员速度太快，把头手里的手电也快速跟着。姚玉门又连开了2枪，2枪命中。安研究员身子只是抖了抖，速度没有丝毫放慢，眨眼就爬到了姚玉门面前。玉姐小心！我靠，什么东西这么硬？这还是人吗？那一瞬间，我看清楚了，这哪还是什么胆子小的美女安研究员？这东西脸色像树浆白纸一样，她脸上静脉血管呈紫黑色，眼里全是眼白。还有，现在安研究员嘴巴一直张着没闭合，嘴里露出来的牙都是黑的，不断有一些黑色液体从她嘴角滴落。畜生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来帮忙啊！
下呀！我的捆尸绳，一拉就断，这是什么破绳子？超市假货吧？安研究员对我和湘西老头不管不顾，他仿佛对玉洁有着极大的怨念，脖子上套着半截捆尸绳。安研究员一把就扑到了姚玉门，张嘴便朝着他们脖子咬。不好，姑娘小心！大量黑色汁水从他嘴里滴落，都滴到了玉洁脑门上。安研究员后脑勺都被打烂。乞丐，还他妈不出手！嘿！咦，还活着，没死？奇了怪了，这不是起尸，这啥玩意？对不起啊，玉姐，刚刚真的把你害惨了。没事，云峰，我知道你是想给自己找个女朋友，我不怪你。想找老婆还不简单，你去下个爱聊，上面都是真心来找对象的女孩，上线就给你匹配几公里内的单身美女，女生都抢着跟你打招呼，不用加好友就能聊。抢着打招呼，这么热情，他不是有假？不会的，云峰，大家都是奔着找对象去的，遇到喜欢的就约出来见面，聊不来的就做普通朋友，脱单效率可高了。你没事多看看，没准就能遇到和你情投意合的美女。哎呀，真是太感谢你了，红姐，我一会就去看看。云峰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从裤兜里掏出来小玻璃瓶让他们看，里面那种淡蓝色的液体还有小半瓶。这什么？还没等我开口解释，红姐深吸一口气，她抢话道：把头，诸位，我猜测这东西才是长春会一直想要的。安研究院身体会动，也和这事有很大关系。这竟有这事？死去的人还能复活？老赵，你说说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湘西赵爷还在对绳子痛心疾首，他不住叹气。老赵家世代吃死人饭，没想到有一日祖上传下来的捆尸绳毁在了我手里，我不孝，不孝啊！赵爷，不是我不信你，你说你那是什么绳子？什么捆尸绳？一拉就断了，根本不结实，我看什么都捆不住。哎，小贝，你不懂，不懂。话说回来，姚姑娘，你刚才没受伤吧？我还好，没什么大碍。那就好，你休息下，马上临门一脚了，不能就这么半途而废。云峰，咱们继续挖。没说什么话，我捡起旋风铲继续挖。我只敢看着脚下地面，不敢去看身手分离的安研究员。这时柳玉山开口道：二位累不累？要不我叫朋友们过来替帮忙？不用了，柳哥，你那些朋友估计还没这铲子高，怎么挖土？好意我们心领了。打盗洞这活儿本就是我们强项，您看着就好了。柳玉山点点头，不再插嘴，反倒是赶尸的赵爷话显得多了。他一个劲地问我那玻璃瓶里的药到底是怎么做的。小贝，这药是从哪来的？药里什么成分？我被问得有些不耐烦，便扯谎告诉他，那其实是尸油，都是从死人身子里炼出来的，具体方法你也别再问我了。哦，这样啊。出货了，什么东西？把头从土堆里掏出了一大堆陪藏品，每一件都是锈迹斑斑的青铜器。他端起来一件青铜器闻了闻，皱眉道：有股子屎尿味，这是什么情况？红姐来回摆弄着这几件青铜器，她眉头皱起，像是在思考什么。云峰，咱们加把劲，必须得赶在那伙人找来之前办成这件事，能见到陪葬品，这说明主棺椁离这不远了。又挖了一段时间，旋风铲打到了一块厚实青石板，刚推开一半，这下面突然飘出来一股臭味，直往人鼻子里钻。这怎么这么臭？把头，这底下不会真是茅坑吧？粪坑咋了？粪坑也得照样下。云峰，你小子活泛，体重还轻，这没多深，你最合适。我们用绳子放你下去，你带手电下去摸摸情况。不是吧，把头，你这不是让我跳茅坑吗？你小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干的那些事，给你个机会将功补过。我当然知道自己闯祸，也没多说什么。5分钟后，我腰间系了一条绳子，把头又叮嘱了句注意安全。随后他们几人拉着绳子，像卸水桶一样把我往下放。绳子下放了不到5米，我就踩到了地面。我用手电往上打一下，对着把头比了个安全着陆的手势，用手电照着周围。我一眼就看到，在西北角地界横放着一具巨大的青铜棺材。再一看，四周除了这具棺材什么都没有。难怪刚才我们会闻到这么浓的臭味，原来都是从这里传出来的。把头，你们赶快下来看看，有棺材。不多时，他们抓着绳子都下来了。众人围着青铜棺材转了几圈，竟无从下手。糟了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快按住他！
啊，应该差不多了，张嘴吐出来吧，小心点，不要吞了。我把那些柳叶吐出来一看，颜色已经不是绿色的了，都已经全部变黑了。看到我吐出来变黑的柳叶，老人松了口气了。没事了，还好吸的少，加上我刚好带了东西，要不然你小子活不过10分钟。还好我这次下来把赵爷找来了。湿气，我们干盗墓的最怕碰到这东西，一旦吸了这种东西，就算再身强体壮的人也撑不过10分钟。有湿气，而且湿气浓的都成了黑色，这说明棺材里躺的主还没烂，只剩下白骨的棺材绝聚不起来这么浓的湿气。那要是万一起湿了会怎么样？不起湿还好，要万一起湿，我们祖上传下来的捆尸绳断了，只能用含口钱了。至于含口钱能不能压得住，只能祈祷祖师爷保佑，听天由命了。湘西赵爷从怀中掏出来一团报纸，老人小心翼翼地解开报纸，从中捏出来一枚带有传世包浆的纯金制铜钱。这不是北宋淳化年间起义军领袖李顺打造的东西吗？位列古泉50名品前列，存世极罕，这应该是枚古品吧？没错，这枚鹰感铜宝的确是家里所传。赵某我祖上乃是李顺大统领帐前持毛郎中，祖宗除了护着李统领个人安全，还负责战场上赶尸收尸的活计。怪不得这种家传古品，要说历史传承没有点道道那不可能。别的不说，光把这一枚古泉50名品的大珍品送拍，那换来的钱，他儿孙辈怕是都用不完了。随后，老人一脸紧张的手拿含口钱，看着把头说：“应该差不多了，开吧。”“开吧。”“随着砰的一声，接近1000斤的棺材盖重重落地。看到棺材里的景象，饶是之前做了心理准备，我还是感觉胃部翻涌，我一下差点吐出来。太恶心了，太恶心了，怪不得这么臭。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脸色都变了，因为我们看到棺材里平平的铺满了一层四脚蛇的尸体，这些四脚蛇尸体一条缠着一条，互相绕成圈，宛如大麻花，全都是半腐烂状。把头脸色阴沉地说：“尸体去哪了？怎么光这些畜生？界侯的尸体呢？”说完，把头不信邪，他强忍着不适，用旋风铲当铲，在蛇的烂肉堆里铲了2下，随着手上动作起伏，把头明显一愣道：“不对，这棺材里有隔断，这下面还有一层。”王把头，你们快看，中间那块是不是有个小洞？咦，这形状的东西我之前好像见过。云峰，你还记不记得那件青铜器？青铜器？你说的是陈建生说的那件礼器？没错，就是那件东西。我目测大小宽度应该也差不离。怎么会这样？之前陈建生得到过那东西，要照这么说，那东西很可能现在已经落到了小柳头一伙人手里。把头脸色阴沉，他问乞丐刘，说想请他出手试试，看能不能像之前一样打开这层隔断。不料乞丐刘摇摇头：“不是了，试了也没用。棺材盖之前是用铜水浇灌的，盖和棺材本身就是分开的，再加上时隔1000年锈蚀严重，所以我才能打开。”他指着这层隔断摇头道：“你们看，这层隔断当年本身就是一起打造的，是一体的，我可整不开。要有炸药的话还行。”炸药？之前这东西我们的确有，雷管就在我包里，当时用了2根还有剩余，不过后来我们被抓，连背包都被那伙人收走了。眼下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，要是时间充足还好，我们总能想到办法打开棺材里这层隔板，可我们没那个时间了。出来吧，北派的崽子们，躲在里面干什么？之前让你们给跑了，这次看你们往哪跑。哼，来得正好，走吧，出去跟他们打声招呼。片刻间，我们出来以后，只见面前小柳头那帮人已经站在了我们面前，其身后还跟着一伙人，有几张我之前见过的熟面孔，猫头鹰女人、陈建生、剑哥等人赫然在列。他们有的人里拿着开山刀，人数比我们这边多1倍。双方人马剑拔弩张之下，小柳头背着双手走了出来。北派王显生。王显生是吧？我知道你，我也知道你早就下来了，不愧是打洞出身，我一直在派人找都没找到，很能藏啊。怎么，你想通不藏了？还是说你想和老头子我拼上一拼？没错，长春会我们不敢惹，我们也的确是老鼠，不过嘛，老鼠急眼了也能吃人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去死吧！你是谁？老苏秦啊，有10多年没见了。虽然我现在不在长春会了，可有时还挺想你这老小子的。乞丐刘，要不咱们试试，看是你衣服里藏着的33把飞刀快，还是我的剑快？小柳头眯着眼，淡淡的说了句：“没想到王显生找来的人是你，咋的？咋不能是我啊？不光我，还有他。”乞丐刘用剑指了指从坑里出来的柳玉山，按照江湖礼节，
双方照面先打招呼。小柳头比柳玉山辈分大，但要说在江湖上的名声风评，却远不及天津齐柳家。大人，这叫花子要饭的，该不会是……小柳头挑眉道：“说下你们的条件，你们想怎样？”我们条件简单，把孙家三兄弟交出来，然后青铜棺里的东西分我们一半。还有吗？如果你们要的只是这些，我同意了，仅此而已。大人，咱们人多，凭什么答应他们条件？大人，你这样做该怎么跟会里交代？大人，你……小柳头看都没看陈建生，他淡淡的道：“我说话算话，我们只要棺材里的尸体，其他陪葬品类的东西归你们。”10分钟后，双方人马都下了坑，互相之间的氛围看似平静，实际上暗潮涌动，谁都不清楚对方会不会突然出手，都在提防着。听完把头说话，小柳头看了眼青铜棺材里的那层隔断，他侧头问陈建生：“他们说的可对？那块青铜钺现在在哪？”大人，我估计说出去都没人信，那真是我无意中捡到的。我为了引陈红上钩，就先埋起来了，没想到后来被那帮畜生挖出来拿走了。柳玉山走出来说：“这事不难，只要东西还在他们手上，就有办法拿过来。”随后他吹了声口哨。此时我有注意到一件事，他一吹口哨，那个女人肩膀上的白头鹰连着扇了好几下翅膀，看着躁动不安。自称姓温的女人安抚了几次才见好。不多时，一只脖子前挂着吊坠的山魈颠颠的跑了进来。柳玉山摸了摸山魈头，淡淡的道：“去，把东西拿来。”山魈的令而去，时间过得很快，可能还不到半小时，山魈就又跑回来了。相比之前，这只山魈身上多了很多伤口，眼睛鼻子也被抓破了，脸上鲜血直流，伤口看起来触目惊心。一滩水，柳玉山从山魈手中拿起来一件青铜器，这东西正是之前被偷走的青铜钺。云峰，你来吧。开了。云峰，你来吧。开了。这东西到底什么玩意？还有这么多人抬，这东西怕是有几千斤的。不懂别问，跟着就行了。走，跟他们过去接人。把头，难道咱们就这么算了？你没见二哥的样子，根本就不知道。这伙人不知道用了什么邪术，他们把二哥放在棺材里，让四脚蛇吸血。二哥是不是还活着都不确定了。把头眯眼看着前方那伙人的背影，然后说：“不会就这么算了的，我的计划才刚开始。”不多时，小柳头把我们带到了一片开阔地带。这地儿离着地下暗河不远，那伙人在地上扎了好几个棚包房，这棚包房就和安研究员用的那个一样。六，你带着这伙人去9号洞，把关着的那3个人放了吧。大人，放了那3个，这不太好吧？不用了，那小东西太凶，上次那事你也看见了。秦先生在场，我们都折了3个人，这次也多亏了秦先生帮忙，有了这大的，那小的可有可无了。你回头给会里捎个信过去，就说东西已经到手，让他们尽快派车来顺德接货。是，我知道了。很快，那个叫小六的人就把我们领到了一个山洞，山洞中段位置有道大铁门，里面人一边翻钥匙一边打量着。人家1个月赚的钱，恐怕咱们一辈子都赚不到啊！都40多了，还没找到老婆，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阿元，想找老婆那还不简单，去下个爱聊啊！我跟我女朋友就是爱聊认识的。那上面找女朋友容易吗？当然了，上线天天有美女主动找你聊天，你看看这资料照片，都是大美女，还热情。我这一没注意回消息就99加了，而且每天上线还给匹配新一轮的附近单身美女，聊都聊不完，谈不成对象就当交个朋友，谁能拒绝跟美女做朋友呢？是吧？哎呀，真是太感谢你了，剑客，我一会就去看看。好好干，不会亏待你的。这些人都是大人的朋友，是来接货的，你直接放他们进去就行了。我注意到一件事，这人翻找钥匙的手停顿了下，通过这些小动作和微表情，我也不能确定什么，也有可能是他下意识的动作。知道了，原来是来接货的。你看我这眼神不好，找个钥匙都这么半天，耽搁诸位了，不好意思。诸位随我来，我带你们过去。诸位随我来，我带你们过去。这时，一路没怎么说话的湘西赵爷突然看着前方说：“不对啊，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劲？怎么不对劲？难道小柳头还敢害我们不成？只要乞丐我身边那些老朋友们都还健在，他没那胆子的。别说他，就算会里的那几位也得掂量掂量。哟，你看爷你说的，我得了大人只是带你们过来接货，还说什么害你们，哪能啊？妈的，上当了！走，快去把铁门撬开。”不用砍了，这门是玄铁打造，你们是弄不开的。姚玉猛猛地掏出来手枪，拉开保险，他单手举枪，用黑洞洞的枪口指向了这人脑门，说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这人也不说话，闭上眼睛。姚玉门脸色一白，
他像感觉到了什么，忙从自己怀里掏出来小伐头盘。我们都看得很清楚，现在的小伐头盘3针合一，针头直直的冲着前方拐弯处，这是一线一。迟了，再过几分钟就到饭点了。小东西已经2天没喂了，你们全都得死，全都得死！先别管他，殷姿其实力气很大，而且皮肤坚硬，没有痛感，根本不惧普通刀枪，先下手为强。走！姚玉门一脸寒霜，毫不留情地开枪打穿了男人小腿。这男人忍痛力不凡，虽然疼得满头冷汗，他不但不喊不叫，还痛苦地咧嘴笑道：“死吧，死吧，一块死吧！”哼！随着距离拉近，前方铁链子叮叮当当的声音越来越小，越是没看见的东西，心里越害怕，越没躲。我们刚才的来路被封死，这肯定是小柳头的计划。小柳头没选择和我们正面冲突，而是搞了如此阴毒的一手，他这是想要借刀杀人，我们都中计了。先不管了，进去看看吧。我倒要看看这东西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。随着铁链声越来越近，等我们看清了铁链子锁着的东西后，还是被吓到，感应到了活人，开始疯狂的挣脱，墙上稀稀落落的往下掉，铁锁链随时都会被挣脱开。湘西老头嘴里含上一颗药丸，他拿起含口钳大喊：“乞丐，开嘴！”嘿，不行，这东西牙齿咬住了，整不开。一声异响，墙上固定的铁锁链地上，乞丐刘大惊，他一脚飞踹，借着这股反作用力拔出了2剑。后退，快！后退，快！不行啊，门打不开，怎么办？赵爷，出不去，快想办法！捆尸绳不能用了，用含口钳的难度要大很多。眼下退路已断，要想对付这起尸的千年阴姿，只有这一种办法。老人给了我们1人1颗小黑药丸，这药丸和我之前吃那颗一模一样，作用都是用来避尸气。他冷声道：“这是黄膏掺着艾草做的，现在只剩3枚，你们把它含在嘴里，它能防阴姿湿气。3位请记住，只有3枚药，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只有1次。若是这次没能按住这东西，我们所有人都恐怕都要交代在这了。来了，上！”姚玉门瞄准这东西一连开了3枪，但这东西身子只是晃了晃。殷姿师伸手抓来，乞丐刘手腕发力，用软剑荡开，一脚踹到殷姿师面门。我和柳一山一鬼一右一把按住了这东西。湘西老人只捏着金铜钱就要往这东西嘴里，哎呦我欺骗了！快，我们快压不住了。没办法了，只能这么做了。老人发了狠，他也不瞄准，直接主动把右手伸了过去。赵爷，殷姿师直接一口死死地咬住了老人手腕。他看准位置后，那枚通宝铜钱不偏不倚被整个塞到了殷姿师口中，效果几乎是立竿见影。殷姿师嘴里传出阵阵烧焦味，动作幅度越来越小，前后不过几十秒的功夫，躺在地上不动弹了。老人脸色惨白地抽回来右手，看着乞丐流喘着粗气说：“快快！”红姐忙跑过来，她从板头包裹里找来绷带，飞快地帮老人包扎止血。红姐包得非常紧，要是绷带松上一点，这血都止不住。少爷，你的手不用太费力了，随便包包就好。普通人一旦被这种东西咬伤，就算救护措施做得好，也活不过1个月。这东西口内带有大量棺材里的细菌，这就是民间传说中人一旦被僵尸咬了，无论伤口大小，那人都活不了。把头看着地上一动不动的身体说：“赵爷，含口钳能管多久？有没有时间限制？别等会儿再起尸。”不用担心，只要含口钳还在，这东西就起不来。那伙人可能杀个回马枪，我们尽快找到钥匙离开这里。把头一脸寒霜地看着湘西赵爷，显然是感觉有些愧疚。赵爷也明白他的意思，不用这样，事已至此，也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，还是先想办法出去吧。不用麻烦，钥匙找。赵爷，含口钳能管多久？有没有时间限制？别等会儿再起尸。不用担心，只要含口钳还在，这东西就起不来。那伙人可能杀个回马枪，我们尽快找到钥匙离开这里。把头一脸寒霜地看着湘西赵爷，显然是感觉有些愧疚。赵爷也明白他的意思，不用这样，事已至此，也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，还是先想办法出去吧。不用麻烦，钥匙找到了。正说着话，我从墙洞里摸出来一串钥匙。刚才不过一转眼的功夫，那人就把钥匙藏起来了。我猜藏钥匙的地方肯定离铁门不远。一行人走出了9号山洞，用手电查探了4周，没见到那伙人在。把头，我们下一步怎么办？小柳两面3刀，不过我猜测老大他们应该被关在这附近，我们沿着9号洞附近走走看看。赵爷可能失血过多，一路上我也帮忙扶着他。我们沿着9号洞往回走，没多久就找到了一个7号洞。我们关掉手电，
蹲在地上往前看。山洞结构传音效果强，我听到前面有人的说话声。他奶奶的，在这鬼地方守了这么长时间，今儿总算是要倒头了。行了，别发牢骚了，剑哥，让我们尽快把人押过去，做好善后撤离。这次的活会比补助高，赶紧进去。把头看了乞丐刘一眼，刘爷点头说：“2个普通人，我去解决，你们等我消息。”他说完话，抽出软件，靠着墙根摸了过去。我们进了山洞一看，洞里看门的2人躺在血泊中，已经断了气。乞丐刘正擦拭他的软件，看刘爷下手这么狠，我们就知道他心里憋着气。这时把头忽然一摆手：“别出声，你们听。”这不是三哥的声音吗？那边刚一进来，我们就看到了地上躺着3个人，他们浑身被绑。这3人正是阔别许久的孙家兄弟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让你们受苦了。我就知道，你们一定能找到我们。老大现在整个人披头散发，身上衣服几个月没换，一股酸臭味，可能是长期缺水营养不良。他嘴唇干裂，相比之前整个人瘦了不少，一脸憔悴，把头一稳。老二什么情况？被红姐扶着站起来。老三脸色苍白，咬牙切齿道：“二哥一直这样，醒了又睡，睡了又醒，一句话都不说。你们都受苦了。总之先出去再说，出去了再想办法治老二。云峰，你背着老二走。”把头，之前下雨时我用听雷的法子试过，从我们所处的位置看，出去的路可能在西北方向。那就好，正好临走之时，我还给这帮人留了份大礼。留了大礼？什么大礼？总之先出去再说吧。这次我一定要小柳头这帮人为他们的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把头下来时，一直都一路沿途做了标记，顺着山洞跟着记号一路向西。众人终于到了出口，这个方向和我之前用听雷法子试出来的完全一致。姚玉门走到墙边回头说：“王把头，东西还在，一共37根雷管，一次性引爆的话足以炸塌山洞。”这就是把头之前说的计划，一旦救出孙家兄弟，直接用雷管炸塌路，把小柳头那帮人全毒死在里面。10多分钟，我扶着断手的赵爷只听到身后轰隆一声自响。哼，你动我的人，我封你的路。阴姿师弄到手又如何？在里面没吃没喝，出不来就是死路一条。去！日上3竿，大晌午的飞鹅山上突然冒出来一股人，这伙人大都灰头土脸，还有一个断手老头。我用手挡在额前，抬头看着久违的太阳，喃喃道：“终于见到太阳了。”是啊，地底下待了2个月，总算是出来了。先别高兴得太早，王把头，这次我帮你也算还人情了。小柳头死了最好，要是没死，你们定会受到长春会的报复。尤其那个什么剑哥的干爹是谢启荣，以后要是碰到了麻烦，直接去河北邯郸的赵王宾馆找我。到了那里，我可保你等周全。多谢。柳玉山和赵爷下午离开的，赵爷断了手，把头过意不去，非得给人拿10万块钱表示感谢。看着离开的众人，我心里感叹，这才是混江湖的，人舍命的帮忙也不收钱，全他一个面子。把头，二哥情况不乐观，咱们赶紧把二哥也送医院吧。医院不行，这不是病，医院治不好，这事你们不用管，我会托朋友去广西苗寨那边问问。二哥现在的状况就跟傻了一样，非常怕光，窗帘必须得拉严实，还有他自己也不会吃喝，反正有人喂就吃，没人喂就不吃。更让人后怕的是二哥的瞳孔，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，正在慢慢变成淡黄色。人是救出来了，能活多久却是个大问题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把地上的这批青铜器出货，毕竟钱到手才是最实惠的。那把头，你的意思是这批货不一般，我预估了一下，大概有500个。500个？这么多？当然，想要出货，一般的跑狼仔怕是不行。我准备让出3成力和一个人合作，借助这人的人脉，或许能行。是谁？鬼手断龙脉，北派盗墓行里的地下皇姚文忠。我愣了愣，这人素有耳闻，我只接触过他表外甥女姚玉门。把头，这能行吗？试试吧。二哥生活不能自理，三哥会留下来照顾二哥。出货地点在香港，我和孙老大会提前去摩罗街和本地一个掮客见面。你和红姐走水路，在船上看着货。姚文忠会和那个红星渔业公司的安排的。把头这样一说，我知道这一去肯定是要离开顺德，多久能回来我不知道，但此时我心里还挂念着一个人，那就是李靖。我想在离开前见他一面，因为或许以后不会再见了。出发上船的前一天晚上，
我独自一人走到了李靖家门口，看着眼前的木门，我几次伸手又收了回来。李靖丢枕头骂我的情景仍历历在目。10分钟后，我叹了声气，转头准备离开。向云峰是你吗？我停下脚步，转过头，月余不见。李靖小脸有些憔悴，起初还没事，慢慢的，他眼眶开始发红。为什么不敢敲门？我要走了。走？你要去哪？不回来了吗？应该不回来了。钱呢？我借的5万块钱你不回来要了吗？你不上学了吗？不了，那钱我不要了。李靖，我先前确实骗了你，你猜的没错，我不是什么一中学生，我家乡是在漠河，我只上到初2就没上了。李靖听后突然情绪激动，他一把拽住我胳膊，大声喊：那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你是贩毒的，还是放高利贷的？5万块钱说不要就不要，你很有钱是吗？不敢告诉我是吧？那好，我去举报你。你举报我什么？李靖脸色通红，他突然咬牙道：我举报你。小静，你可别乱说，我啥时候干过那事？那天你叫我去宾馆，我不是走了吗？我不管，反正你今天必须告诉我你是干什么的，不然我不会让你离开的。李靖抓着我胳膊死不松手，看着他着急的样子，铁定是不打算让我离开了。但这半年跟着把头，人情世故还是懂了不少，也知道什么话能说，什么话不能说。仔细考虑后，我撒了个谎，其实是做的倒洋货生意。小静，其实你生日那天我送你的索尼随身听就是家里倒来的洋货。看李靖的表情，我松了口气，他应该多少有点相信了，因为索尼随身听很贵，当时的价格顶得上寻常人2月工资，我一个连工作都没有的学生怎么买得起？过了几分钟，李靖又哭着鼻子说：向云峰，那我以后去哪找你啊？我不打算上大学了，明年高中毕业我就去打工。我妈说我学习不好，上大学可能没出路，还不如早点进电子厂。你千万别去电子厂。小静，你要去那就废了，知道不？你听我的，以后一定要去上大学，知识改变命运。李靖不哭了，他被我的话逗笑了，想了想，李靖还是摇头道：可是我家情况不好，听我一个姐姐说，上大学4年要2万多的学费，我还不一定能考上。我琢磨了一会儿，就让李靖在拱桥上等我。我快马加鞭的赶回旅店，拿了2万块，这钱是我分的，一半帮李靖家还了他爸欠的高利贷，现在也没剩多少。我把2万块给了李靖，又把我老家漠河的地址告诉了他，怕他有心理负担。我开口道：小静，那这样咱俩做个约定，等5年后你大学毕业了，你可以去漠河找我。就这样，这晚在拱桥上，我和李靖做了个约定，他告诉我他会继续上学，并且大学毕业后一定会去漠河找我，他让我等着。钱是花了，但那时我心里舒坦了，其实都是早恋惹的祸。如今回想起来，屁大点事搞得跟生离死别一样。当天半夜1点多，我和红姐带着货上路一艘红星渔业安排的一条渔船上，我和红姐一共见到了4名船员，船长是一个秃顶中年男人，我们叫他老霍。老霍指挥船员帮我们搬了箱子，随后把我们领到一处杂物间，杂物间里到处都是灰尘，连张床都没有，地上摆了2个旧床垫，一看就是临时收拾出来的。不好意思，二位就委屈一下吧。当天半夜1点多，我和红姐带着货上路一艘红星渔业安排的一条渔船上，我和红姐一共见到了4名船员，船长是一个秃顶中年男人，我们叫他老霍。老霍指挥船员帮我们搬了箱子，随后把我们领到一处杂物间，杂物间里到处都是灰尘，连张床都没有，地上摆了2个旧床垫，一看就是临时收拾出来的。不好意思，二位就委屈一下吧。我下午才接到命令要带你们到中港城，条件确实简陋了点。姚师爷收把头的3成钱，结果就安排了这么个老鼠窝，你管这叫简陋了点？我们上厕所呢，吃饭呢，连个窗户都没有，想闷死人啊！那不会，机轮房出口的甲板上有块铁板，方便的时候你们直接掀开铁板就行了。至于吃喝，二位放心，早中晚3餐一顿不落。说完，船长就给我们留了部对讲机，他把对讲机频道调到了16，说16频道的对话只有他能收到。老霍一再叮嘱我们尽量不要出去，要是碰到检查的我们没有船员证，麻烦就大了。我和红姐在杂物间吃的伙食不错，都是虾鱼类的海鲜。给我们送饭的也是帮我们搬箱子上船的那个小伙子，他是老霍的亲外甥，外号叫豆芽仔，同时也是船上少数几个知道杂物间住着我和红姐的人。豆芽仔20出头，话很多，见我和红姐成天没精打采的，他有时从家回来会跟我们聊天。豆芽仔跟我们讲了很多海上故事，而我也讲了几个我们东北出马保家仙和黄皮子的故事，把豆芽仔听得一愣一愣的。第4天晚上9点多，我和红姐正在杂物间玩扑克消磨时间，突然对讲机里传来船长老霍急切的说话声：二位在吗？听到情况话。怎么了？情况不好了，有检查的来了。我这边尽量耗几分钟，我让豆芽仔过去了，你们赶快跟着豆芽仔，让他领着你们藏起来。几分钟后，豆芽仔神情慌张的他让我们跟他走，用对讲机小声说：老舅，现在什么情况？能不能上甲板？芽仔，那伙人在中控室查表格，
你赶快领着他们2人躲于仓里，再有5分钟就要过去了。走，快走！随后，豆芽仔领着我和红姐来到了甲板上，翻开井盖有一条梯子，在豆芽仔的催促下，我和红姐慌慌张张地爬了下去。下面是鱼舱，里面好几吨的死鱼，臭得能把人熏死。几乎与此同时，我和红姐都听到了甲板上传来了人的说话声。你干什么的？怎么刚才核查名单时你不在？你传人证呢？哟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我外甥豆芽仔，我刚才喊他了，他没回话，是不是对讲机没电了？老舅，你刚喊我了，没听见啊？好像昨晚我对讲机忘充电了。你就是不长记性。几位，要不咱们去员工舱看看？先别，那边是鱼舱吧？你们打开我看看。先别，那边是鱼舱吧？你们打开我看看。当时心想完蛋了。黑暗中，红姐拽着我的胳膊大喘气，我能感觉到她的肌肉很僵硬，她也紧张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能就这么坐着等死！我灵机一动，想了个不是主意的主意。红姐，快钻进去！这是死鱼堆啊！云峰，要不换个地方吧？进去吧你，真麻烦。钻进臭鱼堆，我听到了豆芽仔说话声，甲板上老霍嚷嚷声很大，摆明是在提醒我和红姐。鱼舱都是死鱼，臭气熏天，我看各位还是别看了。我们是例行检查，让你打开就打开，快打开，少说废话。几位你们看，都是还没来得及冷冻的死鱼，这味道可太够味了。这里有梯子，你们要不下去再检查检查？行了，检查完毕，关吧，我们就不下去了。有什么情况记得及时通报。了解，有情况一定主动上报。几位吃饭了吗？要不我收拾几条鲜货，各位吃点喝点。不用了。那帮人说话的声音越来越远，人一走，我和红姐猛地从死鱼堆里钻了出来。红姐一把拽住我脖子就朝我骂骂咧咧：“你小子竟然敢踢老娘屁股，想死啊！这不是没招了吗？谁让你这么磨叽？有你小子磨叽吗？临走时还要去看看你那没毕业的小女友。你跟踪我？老娘真是担心你。二位这么臭还有时间吵架呀？明天晚上7点多肯定能到中港码头，先回去好好休息吧。”稍微缓过来点了，我黑着脸问老霍：“船长，我们的货没被查着吗？”放心，东西没事，那2个箱子我放在船员房间，装饰成了衣柜，他们没发现。不过我多问一句，你们箱子里走的是什么货？知道多嘴还问，安心拿你的钱就好了，不该问的别问。剩下的一天没有再出岔子，快到中港码头的时候，渔船慢慢靠了岸，孙老大亲自来接的。他租了一辆封闭式的海鲜批发小货车，找了小货车司机，他自己还开着一辆尼桑。云峰、小红辛苦了，这趟不容易吧？大哥，怎么没见把头？把头正在和人谈，我先拉上你们到落脚的地方歇歇脚，有点情况现在不方便说。老霍和豆芽仔帮我们把箱子装上小货车，孙老大摆摆手招呼我和红姐上尼桑车。大哥，咱们的货不跟着走吗？走不了，这事儿还得操作。云峰，你以为出码头不用检查呀？这里也很麻烦，把头让出3成力让姚文忠找关系，我们的钱可不是白出的。这几天的相处，我和豆芽仔成了很好的朋友。他说他们的渔船会在中港停3天，要是有空了可以来船上找他玩。告别了老霍和豆芽仔，大哥发动尼桑拉着我和红姐离开了码头。这一夜我老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因为除了我自己，没人能知道我手里有一小瓶蓝色液体。看着里面像蓝水一样流动的小半瓶液体，我想到了安研究员一伙人。可惜啊，他们都死了。我记得李征说过，要是到香港了，可以去铜锣湾时代广场找他。现在看来已经没这个机会了。胡思乱想着，我慢慢进入了梦乡。昨晚睡得晚，早上我是被孙老大声音喊醒的。别睡了，云峰，快醒醒，起来干活了。来到客厅，这3人都是本地人，他们一边看货，一边把照片发给自己老板。老板，有没有心理价格？最低多少钱卖？我好给我们老板报价。一起走，不单出500个往上，少了不谈。500个！几名前客都倒吸一口气。这时，其中一名前客拿着翻盖手机出去接电话了。没过多久，他急匆匆地举着电话跑进来。定了，我老板有想要的意思。这么快？看张彩信照片，接个电话就定了？买家是谁？这么有钱？香港首富吗？这是？半个小时后，一名老人来到了我们面前，把头笑着招呼人坐下。白发老人看得如痴如醉，足足看了10多分钟，一句话都没讲。片刻后，他沉声道：“包括这3件，剩下的东西全部打包500。”把头装作为难的样子说：“老板，你看啊，这东西少，我还没听别人给的报价，这么贸然出手，怕是不合适。”我听明白了，阁下是不是见我答应的快，所以觉得自己卖亏了？如果是因为钱的问题，一切都好说，给你550也行。不过嘛，5月的东西很多人不认，民间不承认就代表冷门，这已经高高的给了。如果你卖的话，咱们现在就可以签合同，钱我今天也能给到你，
那行，怎么付款？我要求一次性付清。随后老人给了把头一张支票，然后说：支票有效期是10天，你们记得取，注意别让支票有折痕。麻烦了李先生，咱们合作愉快。那好，云峰、小红，既然东西已经出货，我和孙老大先去拿钱，你们先去逛一逛，晚上回来咱们分钱。当天货一出，我心里的石头也算放下了。红姐说要留在旅店休息，我便一个人去逛街。这条街又窄又挤，但好东西真不少。青3代官窑都摆在临街店铺的玻璃展柜上，正逛着，身后突然有人拍了我一下。我回头一看，叫我的是一名戴着金边方框眼镜的中年男人。你好，认识一下，王源。我和你好像并不认识吧？见我站着疑惑，他收回手笑着说：朋友，货都出手了，拿了多少？不好意思，没听懂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我故作淡定想要离开，他脸上仍笑眯眯地说：朋友，揣着明白装糊涂不是？对方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摆明是消息被人走漏了。我声音带点怒气道：是那几个前科告诉你的？那倒不是，你要想问我怎么知道的，那就跟我来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有病吧？说了半天什么都不说，还让我跟你去一个地方，我凭什么跟你走？那好，来不来随你吧。他说完直接转身离开，我目视着他走了10多步，这人突然头也没回地说了一句话：安研究员让我请你过去。这人谁？他怎么会知道安研究员？不可能，安研究员早就死了，我亲眼看到安研究员死而复生，又身首异处。看着这人越走越远，我一咬牙跟了上去。这人谁？他怎么会知道安研究员？不可能，安研究员早就死了，我亲眼看到安研究员死而复生，又身首异处。看着这人越走越远，我一咬牙跟了上去。我确信安研究员已经死了，我要弄明白这人到底是谁，他是干什么的。这就对了嘛，我又不吃人，你怕什么？车子一直向北开，这人竟然开车把我带到了铜锣湾，地址牌上有一家公司名。突然间，我总觉得这地方有种熟悉感，好像以前听谁说起过。云峰，等出去了，以后你可以到铜锣湾时代广场85号找我，我会在那里等你。难道是他？不对啊，安研究员曾亲口说李征死了，他怎么会？不一会的功夫，这名男子把我领到了一间办公室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送上了茶水点心，看打扮应该是秘书一类。肖先生不用拘谨，老总让我务必照顾好您，您如果晚上有什么需求的话，可以随时找我。不麻烦了，再等3分钟，要是找我的人还不露面，那我就告辞了。话音刚落，外面门禁刷卡的声音响起了。小兄弟难得来一趟，不让我尽一尽地主之谊可不行啊。说吧，你到底是谁？兄弟真是贵人多忘事，你都不记得了，咱们还一块搬过水缸呢。李征，你是李征？月月，你先出去吧，需要的话再喊你。李征脱掉了帽子墨镜，他现在已经大变样，头上多了一道黑疤，仔细看他的眼睛也不太正常，和得了黄疸的病人有些相似，眼球发黄。安研究员告诉我你死了，你怎么现在成这样了？此事说来话长。那天我和小安与你们分别，本想着回去接上老许一起走，结果刚回去就被抓到了。那伙人好像就在等我和小安自投罗网。我和小安被抓到，后来老许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老许被他们喂了尸，我本来也该死的，但运气好，侥幸跑了出来。我是靠着毅力爬出来的，若不是老师搭救，恐怕活不下来。我有些疑惑地看着李真现在的样子，他的情况和孙老二的情况一模一样，好像对光有着极大的反应。我如今变成了这模样，全都是被那东西感染的。我怕光，视力出现散光白点，全身毛发逐渐脱落。如果我得到了那瓶东西，靠着老师和实验室的帮助，我或许还有救。东西？你说的是什么东西？就是你从墓里带出来的那瓶蓝色药剂。李正话里行间透露着诚恳，我现在一片混乱，很多地方还是盲点，又让李正解释了半天。我身上得了一种借后墓里带出来的活性细菌，很有可能和英姿氏抓伤有关。据老师的研究，英姿氏身上有一种细菌孢子，这种东西可以在木乃伊一类的干尸身上存活休眠数千年之久，就像著名的图坦卡蒙法老诅咒。当年进过图坦卡蒙金字塔的一批考古学家，在几年内接连死亡。生物学家克拉默认为，当年那些考古学家之所以相继死亡，是和这种活性细菌有关。见我沉默不语，李征摇头道：“我知道可能听了觉得离奇，但事实就是这样。这类活性细菌是几千年前的人有意培养的。老实说，这可能也是一种防盗墓手段。”照你这么说，安研究员认为这东西可以治病救人，也是真的。根据老师的研究，这种生物体内有2种活性细菌，如果被唤醒就变成了这样。若是有办法把其中一类细菌单独提取出来作用于人体，确实会出现一种神奇的效果，就比如可能会让人变年轻。还真有这种东西，
难道这种东西就是古时历代帝王寻找的长生不老药？长春会肯定知道这种后果，要不然他们不会那么大费周折的抢一具尸体。到底要不要把东西交给他？考虑了5分钟，我决定缓一缓再说。是这样的，那东西的确在我手上，但不在我身边。我把东西寄放在了一个朋友家中。李真或许知道我说的不是实话，他起身道：“我还是一句话，若兄弟找到了那瓶东西，价钱随你说，老师是我为己出，他答应帮我治疗，那瓶东西是关键。要不这样吧，今晚别回去了，我让月月陪你怎么样？”我想回去，李征却拍了拍我肩膀抢话道：“别跟我客气，再说你们东西不是卖出去了吗？回去也没什么事不是？”见我发愣，李征笑了笑，他一拍手，刚才那个女秘书又进来了。李总，您叫我月月啊，今晚我这小兄弟不回去了，难得来一趟香港，你晚上带小兄弟去一趟大富豪，去放松放松。当天李真说什么都不肯让我回去，说我要是回去了就是不给他面儿，看不起他。话都到这份上了，我很难再说什么，恪守住自己底线就好了。我往民宿旅馆打了个电话，告诉把头今晚不回去了。把头没说什么，只是让我注意安全。只是我没想到的是，和李真在酒吧折腾了一晚上，第二天醒来时，喝迷糊后做过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，只有头疼。酒店前台告诉我，昨晚是2个五小姐和女秘书把我抬到酒店。万万没想到，等我回去后，我们住的民宿出事了，警车和救护车停在旅馆外，老板娘正慌张地跟警察做笔录。坏了，出事了！难道是大哥把头红姐被抓了？我脸都吓白了，不敢靠过去，随手买了张报纸挡着脸，足足等了2个小时，警察离开了，我才偷偷摸进旅馆，趁没人注意钻进了把头房间。房间地板被人打扫过，我在凳子底部发现了一小片碎瓷片，我确定这是把头平常喝茶常用的那个茶杯。除了茶杯碎片，地上还有一滩干涸后留下痕迹的血迹。难道是那个买家给了支票又后悔了，干出了黑吃黑的勾当？还有姚文忠，他的嫌疑也不能排除。算了，当务之急必须要先搞清楚人在哪，先去找老板娘问一下了。老板娘见到我也吓了一跳，她看左右无人，一把反锁了房门。小伙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知不知道你们给我惹了多大麻烦？我们人呢？我们一起住的那几个人呢？去哪了？哎，可吓人了！脸上有痣的那个女人拿着一把水果刀捅了那老头好几刀。红姐捅了把头，这怎么可能？见我不信，老板娘捂着胸口道：“你别不信，那是你没看见，我亲眼看见的。那个下巴有一颗痣的女人，眼睛直勾勾的，跟鬼附身一样，一句话不说，拿刀就捅人，吓死我了。那个老头后背被捅了好几刀，现在还在医院抢救。医院昨晚就下了病危通知，因为找家属签字找不到，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。”大哥呢？我大哥呢？你说的那个老头在哪个医院？老板娘见左右无人，小声说：“我没跟警察提起你，估计警察不知道，被捅了的老头在中心医院抢救，警察也在找那个女的，估计还没找到。至于你大哥，我昨晚就没看到过。我觉得很邪门，要不我咋说那女的被鬼附身了？昨晚1点多出的事儿，12点半的时候我起夜上厕所，我看到那女的一个人站院子里，正抬头看着院里的苹果树，一动不动，可吓人了。我就纳闷了，怎么这人大晚上不睡觉跑院里看苹果树？结果我这一看不要紧，我看到树上有一对绿油油的眼睛在发光，后来就出了事儿。你说吓人不吓人？整件事情发生的太快太突然，偏偏昨晚我刚好不在。老板娘说的苹果树闹鬼那套说辞，我压根就没去想，正常点的人都不信。我乔装打扮一番后混进了医院，我必须要亲自看一眼把头。请问你是病人的家属吗？那正好，病人现在正在病房里躺着 ，ICU 床位预付款一共要交4万多块，要是到时还没交上钱，只能停药转到普通病房了。不是的，小姐姐，你误会了，我是病人的朋友。那你刚才……你放心，2天内一定把欠费补齐。不过你能不能让我先进去看看他？护士想了想，皱眉道：“有警察2小时前刚离开，警察吩咐病人醒了要通知他们。病人脾脏破裂，大肠穿刺，伤得很严重。虽然你是病人朋友，但最好还是别进去看了。”他话没说死，我知道可能有戏，当下便苦苦哀求，一口一个姐姐的讨好，被我磨了半天。护士看了看时间，咬牙道：“那说好了，只能允许你进去看3分钟，时间到了，我会敲玻璃，我一敲玻璃，你得出来，知道了没？”来到把头的房间，病床上，把头闭着眼睛，神情痛苦，我差点哭出来。好好的一个人，把头的房间，病床上，把头闭着眼睛，神情痛苦，我差点哭出来。好好的一个人，一夜之间却变成了这副模样。坐在病床前，我紧握住把头，右手哽咽道：“把头，魏云峰，我看你了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
他们都说是红姐害了你，我不信。把头，你告诉我怎么回事，行吗？3分钟过得很快，我话没来得及说2句，病房外护士就敲玻璃提醒我时间到了。出了病房，护士给了一张表格和一支碳素笔，他让我替把头补填入院手续，包括姓名、年龄、籍贯。我趴在前台填完表格，随后就走出了医院。仔细想了想，目前情况想自己找到大哥和红姐难度太大。我目前要做2件事，第一件事是尽快筹钱，把头的治疗费用4万多，在顺德分的钱我一大半留给了李静，还剩下一些，但不够4万，差2万块钱。第二件事是看监控，因为昨晚我回旅店的时候发现监控被人动过手脚，这事情太巧合了，肯定有鬼。傍晚5、6点多，我直接去了中港码头，我去找了船长老霍，但从他口中也并没有撬出有关姚文忠的消息。豆芽仔见我神情慌乱，便拽着我进了船员舱。我们年龄相仿，互相也把对方当成了朋友。不用找老舅，你从他嘴中撬不出任何消息的。我也知道你想打听老板的消息，要是你真想借红星公司老板，我可以帮忙，因为这人此刻也在香港。你说的是真的？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，云峰？难道你们真的落水了？随后我考虑再三，选择了相信豆芽仔，便告知了他整件事的来龙去脉。豆芽仔都听傻了。卧槽，云峰，你说你们装渔船上那2大木头箱子里头都是装的古董，你们是干盗墓的？还有，你说那个叫陈红的捅了你老大，然后带着550万现金支票消失了，完事你老大现在住院，你差2万多块钱是吧？是啊，牙仔，现在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。那有什么难的？你等着。他蹲下在床底下翻找了几分钟，摸出一个上着锁的铁皮盒子，用钥匙打开铁盒，里面整整齐齐装着一沓现金，粗看有几万块。豆芽仔摸着铁盒心疼地说，这算我借你的啊，云峰，等你有钱了一定要还我，2年半我就攒了这么多，我老舅都不知道。看着铁盒里摆放整齐的钞票，心里感慨不已。我和他不过认识几天，他肯把自己辛苦出海攒的钱给我。数了数，27650块。我记下了豆芽仔的好，发誓等以后有钱了翻倍还他。离开之前，豆芽仔塞给我一张纸，纸条上写着一个地址：地源街清源花园11栋。地源街清源花园11栋，应该就是这里了。红星渔业的老板，他和这事肯定有很大关系。敲门进去看看吧。我敲了敲门，不一会儿，房门打开，一个17、18岁的漂亮女孩端着饭碗出来了。女孩皮肤雪白，扎着马尾辫，一身名牌。她一走到草坪上，2只大型犬汪汪的叫个不停。叫什么叫？不该喂了你们吗？还吃？再吃成猪了。这时从别墅里走出来一名中年男人。轩轩，你别喂了。爸，你又管我，我就要喂。哎，上次你盖个狗窝用了1吨半子痰，这我不说了。还有上次你说怕狗被偷，说要给狗装最先进的 GPS 定位。闺女啊，你太任性了！沿海1000里，谁敢偷咱家狗？谁敢惹我红星的女儿？老爸，你吹牛！那我上次让赵叔打李子昂，你怎么怕了？我怕个球！李子昂老师是你班主任，你让我司机打你班主任，女孩子家的你要翻天啊！走，跟我回家。不回就不回。女孩一把摔了手中的饭碗，气冲冲的掉头就跑，给我撞个正着。阁下。哪位？赵红星先生你好，我叫向云峰。向云峰，赶快滚离开这里，我不认识你。赵先生是不认识我，但严格说起来，我是你老板。旁听的女孩一头雾水，她指着我道：小子，你说你是我爸老板，我爸有100多条船，你才多大点啊，还敢说是我爸老板？我没回话，只是看着赵红星。赵红星像想到了什么，他阴着脸：你和姚文忠一伙的吧？我不去找你，你还敢来找我？胆子很大呀你！啥情况？难道是姚文忠用了他船还没给钱？这笔钱在那550万里，姚文忠肯定也没收到钱，钱都在红姐手上，而红姐现在又失踪了。赵先生，可能你还不知道，你的那份钱之所以没得到，是因为昨晚出事了。赵红星意识到了事情严重性，脸上挂起了一丝警惕。轩轩，听话，你先回屋。小子，说清楚，事情到哪一步了？是警察盯上你们了，还是海关查到了？我捡重点，讲了事情原委。赵红星不停来回踱步，转了几分钟，他忽然停下来说：小子，姚文忠是姚文忠，他干盗墓的。我赵红星是赵红星，现在出了事情，他姚文忠拍屁股藏内地去了，而我的渔业公司在近海，一旦你老大醒来把我供出去，我赵红星就完蛋了。那赵先生你想怎么办？赵红星仔细想了想，然后又说：去医院把你老大丢出来，只要把他藏起来，我们都不会出事儿。反之，要是他突然醒了，那事情就严重了。医院有人看着，而且把头身上还插了这么多管子，要整出来不是要他的命。不用担心，我认识一个医生，非常优秀，先跟我进别墅再说吧。轩轩，你去楼上玩，爸和这人要谈工作上的事。年轻女孩正靠在沙发上，
他翻身坐起来，爸，这小子不会真是你老板吧？少废话，赶紧上楼，不然等会把你送学校去。赵老板，能说下具体流程？当天我和赵老板集体商量了一下救出把头的方法，晚上11点钟就开始行动，来到中心医院，一共带了2个人。这2人是养和机构的创伤外科医生，借着带重症患者转院的名义，将把头成功的送了出来。只是没想到的是，你们等等，怎么了，警官？老警员和小警员快步跑了过来。老警员指着病床说：“我问了值班主任，他说病人病情突然恶化，需要转院到养和做手术。你们是养和的医生？”我们这里一共4人。领头的医生褪下口罩：“是啊，警官，这是我的证件。我是养和创伤外科刘志源，我负责维持病人转院途中的生命体征。我们车上仪器很全的。”那麻烦你们了，我们随后会跟进过去，你们可以走了。好的，病人情况危急，麻烦让一让。整件事情看起来很顺利，实际上背后做了大量工作。赵红星花了一笔大钱，花了16万买通了中心医院的医生，并且说明情况，需要转院到养和。随后聘请了养和机构的2名医生。这2人有个毛病，爱赌，因为在澳门赌输了钱，需要钱还赌债，所以赵红星才能勾搭上这2人。总的下来花了80多万。救护车直接开去了清源花园。赵红星的司机已经安排好了一具尸体，尸体主人和把头年岁相仿。红石车上多了一整套潜水设备。第2天，早报上多了一条新闻：养和医院的一辆救护车在返回途中意外发生车祸，救护车冲下集水门大桥，掉进了南海。根据调查，事发时车上除了养和医院的医生护士，还有1名中心医院转院的危重病人。目前打捞工作正在进行。赵老板，把头人是捞出来了，现在怎么办？先不用着急，我自有办法。天林医药机构有一种强脑针，可以帮癌症病人续命，1针100万。后续我也会安排他们找人来给王把头治疗。至于你小子，这段时间最好不要出门露面，避免夜长梦多。天林医药机构，这不是李真所在的那个机构吗？原来他们一直在研究一些稀奇古怪的药。虽然不知道李真是不是在骗我，但我肯定这人肯定有鬼。因为昨天回旅馆房间，我不光发现了把头房间的血迹，还发现我住的房间被人翻过。直觉告诉我，有人在找那瓶药。这件事我只告诉过李征，而且当晚李征安排人把我灌醉，谁干的不难猜。看来以后对这人还是得提防着点，鬼知道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。先上楼睡上一觉吧。那晚我正准备回房睡觉。喂，小子，你要吃泡面吗？抬头一看，赵红星女儿正在看我。哦，不吃，谢谢。我要吃，你去帮我煮包泡面，要白象的，不要康师傅，油包不要放，我怕胖，煮3分钟，不要煮久了。什么毛病啊，这丫头，感情是把我当仆人了？是不是煮好了还要给你端上去？那当然，你住我家，难道你让我自己端？赵红星把他女儿宠上了天，在我眼里，她这女儿不像是公主。见我不搭理她，要转身回房，她急了，扯着嗓子大喊：“小子，今天你就得帮我煮泡面，你这个大木贼！你去帮我煮包泡面，要白象的，不要康师傅，油包不要放，我怕胖，煮3分钟，不要煮久了。”什么毛病啊，这丫头，感情是把我当仆人了？是不是煮好了还要给你端上去？那当然，你住我家，难道你让我自己端？赵红星把他女儿宠上了天，在我眼里，她这女儿不像是公主。见我不搭理她，要转身回房，她急了，扯着嗓子大喊：“小子，今天你就得帮我煮泡面，你这个大木贼！”在清源花园住的那几天，这女孩时常对我冷嘲热讽，说是我在她家白吃白喝，让她把保姆辞退了，必须要我补偿她。我不答应她，整她就在我面前来回晃荡。我现在有求于赵红明，也不敢骂她打她，有苦说不出。不过好在把头的病在天灵医药机构的治疗下，总算有了好转。左医生，王把头的病情怎么样了？病情好转，伤口逐渐愈合，可能近期会醒来。要醒来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剩下的就是慢慢调养了。这天晚上9点多，赵红明告诉我事情有线索了，是关于红姐的。这几天没闲着，当晚旅馆的监控录像是人为故意破坏的。不过我按照你的想法去查，果真赶在警察之前有了重大发现。哦，什么发现？他让我看了一段监控，而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也惊呆了。记录上显示的时间是那天晚上12点15分，录像里红姐自顾自地走到苹果树前，抬头一直在往树上看。红姐大概看苹果树看了3分钟，忽的屏幕一闪，录像中出现了一只鸟，鸟眼睛在录像里闪着点点绿光，和老板娘说的一模一样，十分诡异。果然是这样，这鸟我之前见过，是一只猫头鹰，是那个女人，长春会的那个女人。小子，你怎么了？深呼吸一口，我看着赵红明说：“赵先生，我已经知道背后之人是谁了。”随后我将长春会和这女人的情况告诉了赵红星。过了几分钟，他开口道：“小子，我知道你们现在的情况比较艰难，但老夫也不想牵扯太多。那你现在的意思是？我收留你们，不摆明了和人作对。我赵某人是爱财，但我更不想冒这个风险。
等你老大醒了，我安排船把你和你老大送回去。而3天后，不管你老大醒不醒得来，你都得搬出去。不幸中的万幸，在确定离开行程的前一天，把头终于醒了。虽然还很虚弱，但把头神志清晰，也能说话。把头，你终于醒了，真是吓死我了。把头靠枕头上虚弱地说：云峰，我知道，那不是小红。没错，把头，那个人不是红姐，是长春会的人。小红说支票由她先帮忙保管，那晚我就觉得她有些不对劲，只是没想到，唉。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？去邯郸找乞丐刘帮忙。云峰，你去安排一下，我想见一下这位赵老板。于情于理，我们应该感谢此人。于情于理，我们应该感谢此人。而就在这一天，意外的一件事发生了。赵红星司机突然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，告诉了我们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消息，那就是赵老板他死了。赵轩轩花瓶摔碎，颤抖地问：李波，你喝酒了吧？说什么胡话呢？我刚才还跟我爸打电话了，我爸让我记得喂狗。把头最冷静，他沉声问：具体发生了什么事？慢慢讲清楚，关键时刻我们不能自乱了阵脚。今天早上我不知道怎么了，老板他非要自己一个人开车，我就想不通赵先生为什么在高速上掉头，和一辆拉钢卷的重型货车相撞，当场死亡。尸体我已经看过了，实在是……女孩身子站不稳了，跪在了地上。这个消息也把我和把头吓了一跳，不知所措。谁能想到，好好的一个人，一转眼怎么就死了呢？女孩赵轩轩拽着司机的衣领，满脸泪水。因为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，赵轩轩嘴唇哆嗦着六神无主，突然猛地一起身，拽着司机就往门外跑。小姐，你别这样，我不敢让你看，我怕你承受不住啊！赵轩轩此刻已经失了理智，拼命的想要去寻找他的父亲。见事情不妙，我连忙走过去，一把拉住了他。这时李博咬了咬牙，然后说道：小姐尚且年幼，赵先生一死，另外3个股东肯定会趁机夺权红星。小姐作为赵先生的合法继承人，我可以断定，其他股东肯定不想让他活着。在我调查清楚之前，这里不能待了。所以现在我希望你们能带着小姐一起离开香港，拜托了。可这上千万的家产，难道全扔了不要了？要不等我和云峰走了，你们报警？不能报警，红星底子不干净，一旦报警会牵扯出很多大人物，那样对小姐安全更不利。等红星稳定了，我肯定会把她接回来。她父亲死的蹊跷，我一定会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。在李博的一番苦苦哀求下，我和把头也只能答应了下来。从出事到选择离开，赵轩轩甚至都没来得及看自己父亲遗体一眼。就这样，在司机李博的催促下，他跟着我和把头上了船。船长老霍久经江湖，一看到老板女儿的神情模样就知道出事了。他也没多问，当即吩咐下去，让船员各就各位，准备开船返航。我推着轮椅和把头站在甲板上，正看见赵轩轩这时候正远远地看着岸上的李博，嘴里不停喃喃自语，不知道在说什么。云峰啊，在呢，把头。赵老板的事你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我看了沿甲板四周无人，我小声说：把头，我觉得司机李博有问题。哦，何以见得？说不上来，赵红星出事的时间太巧了。李博行事着急，他说的是为了保护赵轩轩，可他同样知道咱们要去山东避难。不错，你成长了。这件事不要让那个小女孩知道。李博有一件事说得对，赵红星先生与我们有恩，他女儿突遭此难，我们应当护着她，也算是还了赵红星这个人情。把头咳嗽一声，然后又说：云峰啊，我老了，你有胆量，有义气，进步很快，你以后要接我班啊。你这么年轻，说不定你以后做的比我王先生更好。我点了点头，没说话，转身推着把头回了船舱。把头腿脚不便，老霍特意把他安排在了员工舱。我和赵轩轩挤在了机轮房。说实在的，我有些不放心这女孩，她状态不好，我担心她看不开寻短见。她状态不好，我担心她看不开寻短见。别哭了，起来吧，吃点东西。我不吃，你滚开。我知道你难受，其实我像云峰比你还惨。我小时候家里穷，亲戚看不起，因为家里穷，我也没什么朋友。我8岁就开始挑水，10岁就开始想着以后怎么挣钱了。看赵轩轩好像在听，我继续道：我知道你看不起盗墓贼，那是你没穷过。我像云峰盗墓就是为了钱，我穷怕了，一个人就这么短短几十年，要么穷一辈子，要么赌一把。我对不起我爸，我老骂他，他说什么我都不听。话还没说完，他又开始哭。等他心情平复，我和他聊了很久，谈起红星公司。夜已深，赵轩轩忽然看着我道：红星是我爸留给我的，我想拿回来。这就对了嘛，你总算说了句有用的话。你今年还不到20吧？我刚满18不久。那你还小，你现在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了，要想办成事儿，没本钱没人脉可不行。要不，我想让赵轩轩跟着我们一起盗墓，因为我想让他接触人脉，让他分到钱，这样一来，
夺回他爸的公司就是轻而易举。赵轩轩不哭了，他抹了抹眼泪说：“可是我什么都不会。”这没事啊，不会挖土打洞没关系，你跟着我们，再不济当个后勤也行。我们现在缺人手，肯定能给你找到活干。让我干后勤？后勤是什么意思？后勤说白了就是保证我们的装备采买，联络人手。但你不用着急，可以慢慢学，等以后找到红姐了，我让她带带你。你这么年轻，肯定学得快。你一直看我干什么？我可是认真的，你不会以为我诓你吧？你是不是想乘人之危，想让我跟着你一起，让我当你女朋友吧？我操！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你爸刚死，我像云峰要那样干还是人吗？赵轩轩没再说话，因为他意识到我是认真的。红姐失踪，老大下落不明，二哥身体不好，三哥要照顾二哥，把头受伤需要疗养。很明显，我们缺人。我让赵轩轩冷静下来，好好想想，直接离开基伦房去找豆芽仔了。卧槽，云峰，你怎么进来也不敲门？洗完了没？洗完了就从桶里出来，我有事和你商量。你大晚上不睡觉，跑我这来干什么？难道你要还我钱？滚犊子！我他妈才借2天，哪有钱还你？随后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豆芽仔。听完我的提议，豆芽仔点着烟陷入了沉思。云峰，这事儿吧，我得跟老舅商量商量，看我老舅是个什么意思。你老舅肯让你去盗墓？不知道啊，所以我才说问问老舅见多识广，我让他帮忙参谋参谋。半小时后，老霍不同意让豆芽仔跟着我，没办法了，豆芽仔什么事都听老霍的。这事我以为吹了，我没料到的是，就在我和把头还有赵轩轩准备动身之时，有个人背着大双肩包，喘着粗气追上了我们。看到这人我笑了，是豆芽仔。豆芽仔跑过来搂着我脖子，笑道：“昨晚经过一晚上的深思熟虑，我觉得吧，云峰你说的有道理，我不想一辈子待在船上跟着老舅打鱼。”你小子总算开窍了，这是咱们的把头，王把头。把头好。行了，小伙子，既然云峰要拉你入伙，那我不好说什么，你以后就跟着我们干吧。